我买彩票中了8000万，可我却一分钱都没留给老婆，而是把这8000万全部刷给了我迷恋的一个莫妮卡。就当我以为我成功打动她时，她却说我是个人傻钱多的傻叉。老婆得知此事后，也对我彻底失望，来到了河边，选择结束了自己。当我看到溺亡的老婆时，古灵心窍的我这才清醒过来。为了惩罚自己，我没日没夜的工作，拼搏半生，成为了亚洲地区最富有的企业家。即便如此，我心中对老婆的思念和悔恨无时无刻的折磨着自己。为了解脱自己，我将全部身家捐赠给了贫困地区。接着，我来到了妻子当年跳河的地方。就在我准备跳下去的时候，突然一道闪电让我击中。老公，这个力度可以吗？要不要再用力点？这时 B13的耳边突然响起女人的声音，声音是那么的熟悉。他猛然惊醒，往四周看了看，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张破旧的日历，日历上写着1998年3月19。他的瞳孔猛然放大，这好像是我26年前的家，难道我重生了？ B13不敢相信的回头看了看，只见床前站在着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子，20出头的模样，长得十分好看，这正是他的妻子林落雪。13，你醒了。落雪，真的是你，落雪。当 B13再次见到林落雪时，便站起来一把抱住了林落雪，心中的悔恨和相思在这一刻都涌现了出来。老婆，对不起，我好想你，真的好想你。面对突如其来的 B13，林落雪被吓得浑身颤抖，脸上还透露着恐惧。13，家里真没有钱了，不要打我，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你就放过我吧。看到林落雪的反应，B13的心中五味杂粮，因为现在的自己就是个人渣，整天酗酒大牌，不仅败光了家产，还经常家暴妻子怀胎8个月，家里却一点吃的都没有，只能每天吃烂菜一。一想到这里 ，B13泪流满面。老婆，你误会我了，我只是太想你了，你现在肯定特别饿吧？我这就去给你弄点好吃的。说罢 ，B13就朝着后山走去。现在是1998年，农村的山上到处都是野鬼。他打算去村后面的山上打个野兔或者野鸡什么，给林落雪捂。很快边他就来到了村里的后山，然后随手捡了一根木棍子作为狩猎工具。此时一只老母鸡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B13瞄准时机，一棍子就扔了过去，把坤坤直接砸晕了。这下可以给落雪好好补补身体了。就在 B13提着打来的老母鸡回家路上，堂妹毕翠花朝着我这边跑了过来。13哥，不好了，你家里出事情了！出事情了？是不是你嫂子又干傻事了？是嫂子出事情了，你快回去看看吧。B13听到是林落雪在家出事情后，就发疯的往家里跑。林落雪，你就说今天能不能把借我的100块钱还给我？如果不能，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到这100块钱，林落雪的心里面就是一阵苦楚。要不是去产检的时候，医生说她的身体太虚弱，如果再不吃点肉补补身体，估计孩子就保不住了。这才向村里的恶霸刘老三借了钱，钱是借到了，却被 B13发现了，然后暴打了自己一顿后，又拿走去玩输了。刘哥，我是借了你100块钱，可是当初说好了1号还，现在离1号还有1个星期呢。老子可管不了那么多，老子现在缺钱花，你今天就得还钱，而且还得加10块钱的利息。刘哥，我是真的没有钱，你看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刘老三本来就是一个无赖，他做事情从来就不讲道理，所以这个时候自然也不会因为道理而放过林落雪。林落雪，今天你要是不还，老子直接把你送到青楼去。别看你挺着大肚子，就你这姿色，别说其他人了，就我也想品尝一下。放你娘的狗屁！立马给我滚！此时，一声雄壮的声音传了出来，说话的人正是 B13，他提着老母鸡，闪现挡在了林落雪。B13，你回来了正好，你媳妇欠我100块钱，你有本事就帮她还了，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刘老三，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欠钱归欠钱，但是你要是敢欺负我老婆，老子弄死你！此时，站在 B13背后的林落雪突然感觉心头一暖，这么多年了，她从未感受过这个男人的温暖，也从未感受过他把自己放在心上。现在的 B13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B13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么反常？难道他真的要决定痛改前非了吗？好你个 B13，你在这里跟我神气什么？你惹火了我，信不信我直接把你媳妇抓去当了？刘老三，我今天放话在这里，如果你敢再欺负我老婆，我烂命一条，大不了跟你落地成盒。B13的话顿时就让刘老三给愣住，因为他很清楚 B13平日里也认识有一帮狐朋狗友，如果真豁出去来，那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干什么呢？都给我住手！说话的这个人是村里的治保主任周海山，是堂妹碧翠花怕我吃亏，就去把他给叫了过来。周主任，你来了正好。这个林落雪欠我100块钱不还，刚刚她老公 B13还想打我，你可得为我主持公道。周海山作为治保主任，当然知道刘老三这些年在村里的恶霸行为，只是刘老三上面有人，所以他也不能怎么样。好了，刘老三，人家林落雪有着身孕了，你就别在这大吵大叫了，该干嘛干嘛去吧。你就再等1个星期，又等怎么样？刘哥，你放心，我们说好的下个月1号还，我到时候一定会还给你的。B13刚才的话让刘老三心中一触，他也怕 B13犯起混来，自己招架不住，与其在这耗着，还不如卖周主任个面子。B13，看在周主任的面子上，我就等你1个星期，到时候你要是拿不出100块钱还我，就算周主任帮你说话也没用。刘老三放下一句狠话后，便转身带着人离开了。B13，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谢谢周主任，我知道了。这小子竟然会说谢谢了，他是不是喝假酒了？那行，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抓紧筹钱吧。落雪，你没事吧？刚刚那刘老三有没有伤到你？
前世他欠这个女人太多了，既然老天给自己一次机会，他绝对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我没事。林若雪面对毕13的突然关心，有点猝不及防，毕竟结婚这么多年了，她从未感受过属于自己的关心，她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你没事就好，看这是我刚刚在后山打的老母鸡，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炖母鸡汤啊。说完，毕13便提着自己打来的老母鸡，然后走进了厨房折腾了起来。不一会，一碗香喷喷的鸡汤就端到了林若雪的面前。她看到眼前香喷喷的母鸡汤，有点不敢相信是眼前的这个男人给她做的。当她用勺子把鸡汤放到了自己的嘴里，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若雪，你慢慢吃，我出去想办法赚点钱。虽然不知道毕13为什么会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但他要是一直都这样，该多好啊！毕13有着重生者的记忆，他知道山里面有着不少的草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石斛，这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在外面市场上可不便宜。他打算去采摘一些石斛，然后拿到镇里面中药材收购店去卖。一路上，毕13看到了很多他熟悉的草药，比如车前草、雷公金、一点红、夏枯草等等。不过他今天的目标是野生石斛，其他的药材虽然好，但是并不是很值钱。很快，毕13就发现了一株非常大的野生石斛，二话不说就用莲子把它给挖了起来。随后在接下来的短短半个小时，他就挖到了3株野生石斛。这3株野生石斛这么大，绝对能卖个好价钱。天色还早，再找找看还能不能再找到些。毕13又继续在青山找了半个小时，一共挖到了6株野生石斛。差不多了，再找的话，镇上的药材铺就要关门了。毕13便带着挖到的6株野生石斛，来到了长二，接上他的摩托车，拉着石斛去向了镇上。很快来到了一家专门收购药材的店铺，他把摩托车一停，直接走了进去。你好，老板，我是来卖药材的，不知道你们这边收不收野生石斛？野生石斛当然收，这可是好宝贝。不过小同志，现在野生石斛可是很难得，你确定你真的有？当然有，我这一麻袋都是呢。毕13当即便把麻绳袋打开，然后把自己挖到的野生石斛都拿了出来。药材老板看了一眼，顿时就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这确实是野生石斛，而且还是野生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可是石斛中比较难得的品种，特别是像这么大一株的野生铁皮石斛更是不多见。怎么样，我这些石斛都是野生的呢？不错，确实是野生的。你这个小同志运气可真好，竟然能弄到这么多野生的石斛。说吧，你想要卖多少钱？你打算给我多少钱？这样吧，我给你每株7块钱，你看怎么样？7块钱，那还是算了，我改天去县城再卖吧。毕13知道这么好的野生石斛绝对不止这个价，所以拿起麻绳袋便做出了一个准备离开的动作。小同志，等等，你先别走。这样吧，我再给你加点，加到8块钱一株如何？不行，10块，少了10块，我一株都不卖。10块钱太多了，我目前还没有收过这么贵的呢。那行吧，我只能到去县城卖了。毕13认准了对方一定还会继续叫停自己，所以便又再次提起东西准备走人。好好好，10块就10块，你这个小同志真会卖东西。好嘞，一共6株，总共是60块钱，现金还是2维码？看到老板递过来的60块钱，毕13高兴地把东西放下，然后把收到的钱仔细地数了一下。虽然一时还凑不够100块钱，但是有了这60块钱就是一个好的开端。青山那里还有不少野生石斛，趁着这几天多去挖一些过来卖。小同志，野生铁皮石斛可是好宝贝，你下次挖到了可一定要来我这里卖啊，我还给你今天这个价格。没问题，下次有货我还来你这里。毕13拿着60块钱，高兴地走出了药铺，便去到粮油店铺买一些米、油和盐，然后到猪肉摊买了一只猪脚，打算晚上给林若雪弄到红烧猪脚骨。一切都搞定后，他把买到的东西挂在了摩托车上，一脸高兴地开回了家。当林若雪看到是毕13骑着摩托车回来，车上还挂满了东西，顿时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毕13，你从那弄了这么多东西，该不会是你偷来的吧？若雪，你想什么呢？我答应了你，改邪归正就会说到做到，这些都我花钱买的。那你怎么有钱买这么多东西？傻丫头，你忘记了我出门之前是去卖药材了？那这是卖药材所得的钱，买了这么多东西，还剩下31块钱。说完，毕13便把剩下的钱递过去交给了林若雪。林若雪看着手里的钱，不禁愣住了。那些野生的石斛真的这么值钱？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剩下这么多？那是当然，这玩意我们乡下人不在乎而已，但是城里人可追求了，特别是野生的石斛，他们更加喜欢。这么说，只要我们能够多挖几株，然后就可以还清刘老三的那100块钱了。放心吧，若雪，刘老三的钱你不必担心，有我呢，你去坐着休息吧，我去给你做饭。看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林若雪激动又惶恐。激动的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惶恐的是，她担心这只是昙花一现。毕13真的变好了吗？给我做饭，还把剩余的钱都给了自己，这该不会是个……重生之后，毕13靠在山上挖着不起眼的野生石斛拿去卖，村民见状都笑他是个傻子。殊不知毕13靠着野生石斛赚到了他们1年也挣不到的钱。一大早，毕13便带着挖来的10株野生石斛，就来到了昨天的那家药材铺。乡巴佬，你是干嘛的？我们这是药材铺，你有钱吗？你就进来。你好，我不是来买药的，我是来卖药材的。哟呵，真是什么牛马都想来我们这赚钱，你赶紧出去，我们这可不收来历不明的东西。此时，药材铺的老板看到是昨天在他这卖了6株野生铁皮石斛的毕13，立马就放下手中的活，然后走了出来。小当，你怎么跟我毕老弟说话呢？
他可是咱们家的大咖。老板，不好意思，我下次不敢了。毕大哥，对不起。毕老弟，你来了，是不是又挖到野生铁皮石斛了？是啊，这次足足10株呢，你看看。说完，毕13便把挖到的野生石斛放到了药材铺老板的面前。好货，果然是好货。此时的他心中难言喜悦。要知道，昨天收购毕13的那6株野生铁皮石斛，他已经联系上了高价回收的人，现在又多了10株，他就又可以多赚一笔。老板，既然是好货，你看能不能再加点价格？听到毕13想让再加点价格的时候，药材铺老板也没有犹豫，毕竟像这个好的野生铁皮石斛可不好找，而且上家回收给他的价格很高。行，毕老弟，我可以每株给你加多1块钱，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有好货都拿到我这里卖，可不许去其他药材店卖。虽然骆家镇并不是很大，但是镇上的药材店铺可不止他们家一家。药材铺老板也是担心毕13下次拿到其他地方去卖。好，没问题，我答应你，就这么愉快的定了。那行，我这就给你点钱，加多1块钱，那就是一共110块钱。毕13把到手的钱数了数，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便高兴地转身离去。就在他刚走出门口时，一不留神就把村里的六婶给撞了个正着。毕13立马把他给扶了起来，然后关心地问道：“六婶，你没事吧？”“没事，你小子从哪冒出来的？这是又出来鬼混了吗？”“六婶，瞧你这话说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毕13了，我是出来卖药材了。”“变好了就好，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去买绿壳鸡蛋了，不然去晚了可就没有卖了。”绿壳鸡蛋。毕13听到这个词语，觉得熟悉又陌生。就在他打算向六婶打听清楚的时候，六婶已经急匆匆地跑远了。怀着好奇的心，毕13便跟着过去瞧瞧。只见一家卖农产品的店铺门口排了好长的一条长龙，而且还足足排了2个人了。这是啥情况？昨天我发第1集的时候，评论区都没有这么热闹。好久没有绿壳鸡蛋了，今天总算是等到了。可不是嘛，这绿壳鸡蛋太难得了，营养价值又高，希望今天能够买点回去给儿媳妇补补身子。对对对，绿壳鸡蛋虽然比普通的鸡蛋贵了好多倍，但是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可能这些绿壳鸡蛋都不够卖的。这时毕13走近一看，才发现这些人全都是在排队等买绿壳鸡蛋。六婶见到毕13也跟着过来后，便说道：“毕13，你家落雪现在怀着孕呢，你要不要也买点绿壳鸡蛋回去给她补一下身子？”这所谓的绿壳鸡蛋不就是乌鸡产的蛋吗？这乌鸡蛋营养价值确实比普通的鸡蛋要高，但是店家的绿壳鸡蛋显然已经不多了，就算自己跟着排队，轮到自己这里肯定也没有。谢谢六婶，我就不买了，等回去问问我家落雪的意见再说。就在毕13打算离开时，他那24寸的小脑瓜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对呀，既然这绿壳鸡蛋那么抢手，为什么我不养殖一些乌鸡来产蛋呢？拥有着重生者记忆的他清楚的知道哪里有这种乌鸡可以采购。不过现在摆在毕13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钱，毕竟养殖这种绿壳鸡蛋的母鸡需要一定的资金。今天虽然赚到了110块钱，但这是要还给刘老三的钱，没有这100块钱在手的话，落雪心里面也会一直担心着。算了，先回去，等晚上好好想想怎么挣到启动资金。此时毕13心不在焉的在路上走，然后一不小心又把一个人给撞了个正着。这位大哥，你没事吧？没事，你这小子走路怎么这么不认真的？好在是撞到我，要是撞到其他人，估计可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今天也真是见鬼了，撞了六婶不说，现在又把其他人给撞上了。好在这是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他也并没有摔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想事情来着，所以就没有注意看路。大哥，你这提着个桶，这是要去干嘛呀？哎，别说了，今天我也是够倒霉，饭店里面的黄鳝不知道怎么回事，全挂掉了。晚上很多人要吃黄鳝粥的，想出来买点回去，找了整条街都找不到。黄鳝，对呀。这个年代的黄鳝大多都是野生的，而且价格贵还很抢手。后山的小溪小河里面都有特别多的红鳝出没，我去抓些过来卖给饭店或者宵夜摊口，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毕13知道，在这个年代，很多饭店和宵夜摊口还没有统一供货这种渠道，特别是在骆家镇这种相对落后的地，更加没有这种商业操作。只要东西好，就不愁卖不出去。这位大哥，你的饭店是不是经常需要到黄鳝呢？是啊，每天都需要个10几斤吧。怎么了？你那里有黄鳝吗？有，不过不是今天，明天我保证就能把10斤黄鳝带给你，你看如何？对方见不是今天有货，顿时也就没有了多大兴趣。那就明天再说吧，我对黄鳝的要求可高了，太小了我可不要。你放心，我抓的黄鳝保证每条都非常大，你就说你饭店在哪里，我明天去找你就行了。要是你不满意，我掉头就走，绝不含糊。这样也行，我叫王东，我饭店就在大北路33号那里，叫做兄弟饭店，你去到那里就能看到了。好嘞，多谢东哥，那我们明天见。毕13高兴地说了一句，然后便回到摩托车那里，一个跨步上去，打着火便开了回家。此时林落雪正在屋子旁边的空地上种蔬菜，看到毕13回来后，她也停了下来，然后走了过去。怎么样，那些野生石斛都卖完了吗？当然卖完了，你看，这是今天卖得的钱。说完，毕13便把到手的钱都递过去，交给了林落雪。林落雪接过来数了数，然后一脸惊讶了起来。110块钱，今天怎么这么多？
嘿嘿，那是当然，我今天要他多给了我1块钱一株，所以就多出了10块钱。太好了，有了这钱，我们就可以还刘老三的那100块钱了。此时，林若雪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既然野生石斛那么赚钱，那我明天也跟着你一起去找吧。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多存点钱。那可不行，若雪，你现在肚子这么大了，可不能去山上走。而且经过这2天的寻找，也没有多少野生石斛了，所以这玩意不是长久之计啊。那我们岂不是又要断了收入了？放心吧，若雪，我已经想到了其他赚钱的计划。什么计划？等我先去上个厕所，回来告诉你。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刘老三那恶霸的声音：“B13，你小子给我滚出来！”林若雪一听是刘老三的声音，顿时就慌了起来，立马就走了出去，然后说道：“刘老三，你想要干嘛？”“想要干嘛？老子要钱！上次 B13打了我一巴掌，害得我昨晚到现在运气就差的要死。我今天必须要把那100块钱要回来，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面对刘老三一脸凶狠的威胁，林若雪有些不知所措。就在此时，很多村民也围观了过来，其中就有堂妹弟弟。刘老三，昨天不是约好了1个星期后还钱吗？当时周主任也在场，怎么才过去1天，你又来要了？你还讲不讲诚信了？老子从来就不讲诚信这玩意，我要是讲诚信，就不是刘老三。今天要是他们家拿出100块钱还好说，要是拿不出来，别怪我不客气了。哼！此时，刘老三的这些小弟们也都纷纷走了出来，个个都是凶狠恶煞的表情，这让围观的村民都开始替 B13他们一家担心了起来。这才过去了1天，B13和林若雪哪里能凑够100块钱？是啊，要是还不了刘老三的钱，刘老三他们可都不是善茬。哎，B13和林若雪这下要倒霉了。刘老三本就是个无赖，昨天他回到家中后，越想越气，才带着这么多的小弟过来。他就是看 B13他们家肯定拿不出这100块钱，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找个理由还 B13这一巴掌。刘老三，你太过分了！说好了1个星期，你今天就来了。就在这个时候 ，B13从院里面走了出来。B13，你小子在家就好，我找的正是你。要不是你昨天打我那一巴掌，老子昨晚也不会又把钱输光了。一句话，你今天要是能还我100块钱，昨天你打我1巴掌的事情，我也就不计较了。你要是拿不出100块钱，老子今天还你10个巴掌。13哥，你不用怕，我这就去找周主任过来给我们主持公道。说完，堂妹毕翠花便打算转身去找周海山，不过却被 B13给叫住。花妹，别去麻烦周主任了，刘老三他今天赶过来，也必然不会给周主任面子了。不错，算你小子识相。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出100块钱还我，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给面子。不就是100块钱吗？我还你便是。B13的话让刘老三怀疑起来，毕竟他可是看准了他拿不出100块钱，然后才过来打算报复他出气的。若雪，把钱拿出来还给他，然后让他滚蛋。林若雪点点头，然后从兜里拿出了100块钱交给了 B13。B13接过钱，然后放到了刘老三的面前。这是100块钱，你好好数数，以后不要再到我家里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看到面前的100块钱，刘老三瞬间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 B13真的拿出了100块钱。要知道昨天他们连1分钱都没有，今天就有了100块钱。你小子怎么突然有钱了？你管我怎么有钱还你，反正我能还你就行。刘老三一脸不可思议的把钱接过来数了数，确定是100块钱后，也一时无话可说。毕竟这么多村民看着呢，现在 B13确实也把钱还了自己，他也不好意思再继续闹下去。算你小子走运，下次别让我碰到你。说罢，他便乖乖的带着他的小弟们离去了。此时，站在一旁的堂妹毕翠花早已按耐不住好奇的内心，向 B13问道：“13哥，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呀？”嘿嘿，这是秘密，走进屋，让你死。真是年少不知皇上好，错把生蚝当成宝。重生90年代，B13在河里抓泛滥成灾的黄鳝，他靠着前世的记忆，利用信息差，一天就赚到了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一大早，他便带着昨晚抓来的满满一大筐黄鳝，来到了镇上的兄弟饭店。周老板，你好呀，还记得我吗？哦，是你呀，小兄弟，怎么了？莫非你真把黄鳝带过来了？嘿嘿，那是当然，足足一大筐呢。我昨天可说过了，我对黄鳝品质的要求很高，毕竟我这兄弟饭店是老招牌，可不能用一些小黄鳝来糊弄我的老客户。这你就不需要担心了，我的黄鳝绝对不会小，有多大就有多大，保证你看了肯定会说，哇，好大，怎么可以这么大？行，看你小子说话也蛮幽默的，那我就看看你捉的黄鳝。好嘞，周老板，你请看。B13当即便把盖子打开，让对方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黄鳝。周强东走上前，然后低头往筐里面一看，顿时也是2只眼睛释放出了惊讶的神色。哇靠，还真是好大，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黄鳝？B13看到对方这惊呼的表情，知道这笔交易大概率没问题，于是他笑呵呵地说道：“那是当然，我捉的黄鳝是骆家镇最大的。”B13这话倒是不假，毕竟捉黄鳝的河边有好多坟墓在那里，因此没人敢过去。那里的黄鳝号称整个骆家镇最大的，也基本没有问题。好，这么大的黄鳝我全要了。周强东也十分豪爽，当即就表示要全买下这些黄鳝。全要了？昨天你不是说你们饭店每天只要10几斤而已吗？我这里可不只有10几斤黄鳝。多少斤无所谓，这么好的黄鳝太难得了，今天卖不完，我可以留着明天后天用。好嘞，周老板，那这个价格怎么说？别老弟，你想要多少钱一斤？
15，我这黄鳝要15一斤。B13他清楚的记得，91年的时候，黄鳝的价格大概在4块钱一斤左右，而到了98年这个时期，那可就是10块钱一斤左右。现在自己的黄鳝那么大一条，又是直接卖给饭店的，怎么样都得加多5块钱一斤。什么？15块钱一斤？这也太贵了吧！我可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黄鳝。这样如何？我给你12块钱一斤，然后我们立马过程。那真不好意思了，15块钱一斤，不能少，少了我可不买。说完，B13便打算带着自己的黄鳝离开，可是对方那里会让他离开，立马就说道：行，15块钱一斤就15块钱一斤，你小子还真有本事，估计整个骆家镇都没有人的黄鳝能卖到这个价格的。嘿嘿，这也是托您的福，相信你买了我这些大黄鳝，你的饭店一定会客源滚滚，财源滚滚的。你小子真会说话。行，先让我们过秤，看看具体有多少斤。周强东也被 B13这一番话给逗乐了，然后立马就让人把秤拿出来。经过称量后，最后得出的数字是25斤，这也让 B13非常高兴，因为按照15斤的单价来算，25斤就是375块钱。在这个时代，375块钱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接过周强东递过来的钱后，B13认真数了2遍，确定没有问题后，才把它放到了口袋里。谢谢老板，你还需要的话，我明天再继续过来。这么好的黄鳝当然需要。毕老弟，除了黄鳝之外，有野生鲫鱼的话，你也可以给我带过来。哦，鲫鱼你们也要？听到周强东这里还需要鲫鱼，B13突然就提起了兴趣。我这里要的不多，不过我堂哥在县城也是开饭店的，他们家饭店的主打招牌就是鲫鱼汤。他最近也是回来托我留意一下，有好的野生鲫鱼就告诉他。没问题，那我今晚看看有没有鲫鱼可以捉，有的话明天一并带过来给你。离开了兄弟饭店后，B13来到了农贸市场那里采购了一些蘑菇、红枣、枸杞、排骨什么，打算回去给林若雪做些好吃的补补身子。就在 B13回到家后，看到院子里面围满了人，其中还有质保主任周海山，他一脸懵逼，什么情况？难不成刘老三那小子又来闹事了？可是昨天已经把欠着的100块钱还给他了呀，他没有什么理由还过来闹事了呀。很快 B13就来到了人群中，站到了林若雪面前。陈善福看到回来的 B13就说道：“B13，你小子回来了正好，快把我的100块钱还给我，不然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汪，什么100块钱？我可没有向你借过钱。13，他说你偷了他们家的100块钱，现在正要找你算账呢。什么？等等，你说我偷了你的钱，你有什么证据？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那什么100块钱。B13，你还不承认是吧？我儿子说亲眼看到你这2天总是从我家经过，然后我家就丢了100块钱。如果不是你偷了，你怎么会有钱还刘老三？陈善福的这一番话也顿时让围观的村民愣住，他们不敢相信刚变好2天的 B13又干起了投机倒把的事情。不会吧？真是 B13偷了陈善福的钱吗？这事情还真不好说，要是以前的那个 B13还真有可能，可是我见这2天 B13都已经变好了。那如果不是 B13去偷了陈善福的钱，他怎么会在1天的时间内就赚到了100块钱呢？面对陈善福等人的质疑， B13决定也不再藏着掖着，毕竟后山的石斛已经被他挖得差不多了，就算跟他们说了也无妨。福叔，那100块钱是我去山上挖石斛拿着到镇上卖赚的钱，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问六婶，她在镇上见到过我。你糊弄谁呢？卖药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赚到100块钱，真有那么赚钱，会轮到你 B13？我们早就把山都挖空了。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周海山也是一脸疑问的朝着 B13问道：“B13，你小子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吧，你到底有没有偷他的钱？如果有的话，现在就还给他，我还可以帮你说说好话。”此时 B13的大脑飞速运转，重生者的记忆清楚地告诉他，陈善福的那100块钱并没有丢，而是被他儿子藏在床底下的鞋里面。他儿子打算用那钱给喜欢的女孩买生日礼，但又怕被发现挨揍，所以才故意诬陷给 B13的。周主任，我那100块钱真的是我卖石斛挣的，他的钱是被他儿子拿走了，这钱就藏在他家床底下的鞋子里面。不信的话，你们现在可以搜，肯定能搜出来。不可能，你胡说八道！我儿子那么乖巧的一个人，他怎么会偷我的钱？听到 B13说是自己的儿子偷了那100块钱，陈善福自然是非常愤怒，抡起拳头就要冲上去和 B13干起来。好在旁边的周海山把他给拦了下来。陈善福，你说 B13偷了你的钱，你拿不出证据。B13刚刚也说了，那钱是你儿子偷的，而且他还说了藏在床底下的鞋子里。这样如何？我们都跟你一起回去，一看便知谁在说谎。行，回就回。B13，我告诉你，要我家床底下没有的话，你就给我跪下，然后我直接抓你去见官。说罢，一行人就离开了 B13的家，朝着陈善福家走，很快便来到了陈家屋中。B13，你小子就等着去吃牢饭吧！我家床底下鞋子里是不可能有钱藏着的。陈善福这个时候还在坚定地认为钱就是 B13偷的，而 B13则是一脸的自信地说道：“少说废话，你直接把床底下的鞋子拿出来就知道了。”此时，周海山表示为了公平起见，决定由他来查。当他把鞋子拿出来后，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100块，
果然有100块钱。看到周主任真的从自己儿子鞋里面找到那丢失的100块钱后，陈善福顿时就一脸懵逼了。这什么情况？这100块钱真的是儿子偷的？那岂不是真的错怪了毕13了？福叔，这不是你家的100块吗？这下可以证明我家13清白了吧？面对林落雪的质问，陈善福顿时就尴尬了起来。可是我家床底鞋子里有100块钱，这事我都不知道。毕13你是怎么知道的？此话一出，周海山等人看向了毕13，他们也想知道毕13是怎么知道这100块在鞋里。我也不能说自己是重生了才拥有这段记忆啊。哎，有了，福叔，你儿子不是说我经常从你家路过吗？那天我从你家经过，你家窗户没有关，刚好看到你儿子把100块钱藏在鞋子里面。众人一听毕13的这个解释，觉得十分合理，便也没再多说什么。而此时的陈善福有些不知所措，他在为自己刚刚误会了毕13而愧疚不已。13，是叔不好，错怪你了，叔这就给你下跪道歉。福叔不必这样，既然事情都解开了，那就算了。毕13并不打算让陈善福真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自己下跪，更何况他还是长辈。他这个人虽然是个暴脾气，但是心也并既然误会解除了，那就没有什么事情了。我出去跟屋外围观的村民解释一声。此时，围观的村民知道真相后，这个时候除了感叹于毕13真的是变好了之后，又想到了野生狮狐真的是能卖钱，然后他们纷纷的跑去后山那里寻找野生狮狐。13，我今天当着全村的面那样对你，你还原谅我，我真的很感谢你。这样吧，今晚来我家吃饭，咱俩也好好的喝2杯。谢谢，福叔，饭我就不吃了。不过有个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情？你说吧，我能帮上忙的，一定会尽力而为。是这样的，我最近想要一辆3轮车，而我钱暂时不够买新的，所以就打算买辆2手的。我记得你家里有一辆旧的2手3轮车不用，你看能否卖给我呢？你要买我家那辆2手3轮车？是啊，我最近想要做点生意，但我家里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总是去借周二狗的摩托车，我也怪不好意思的，所以就干脆买辆2手的。你看看要多少钱？我买了。好吧，既然你要买，那我就卖给你，给个200块钱就行了。要知道，在98年的这个时代，乡下最流行这种3轮车，新车价格一般在1000块钱左右，200块真的不贵。好嘞，谢谢福叔。重生90年代，就在毕13跟陈善福误会解除后，花了200块钱将他的2手3轮车买了下来。第二天，毕13便带着捉来的满满3轮车黄鳝和鲫鱼来到了周强东的饭店。东哥，今天可是有很多好货呢。13老弟，怎么捉到鲫鱼了？那是当然，黄鳝鲫鱼一样不少。好，那我看看。说完，周强东便走了出去，来到了毕13的3轮车旁边。我去，这么多大鲫鱼，你小子该不会是去市场买的吧？野生的能有这么大？看到毕13捉来的鲫鱼不是一般的大，对方便有所怀疑了起来。周老板，瞧你这话说的，是不是野生的？我还能骗过你的慧眼的吗？嘿嘿，那是当然，待我先检查一下。此时，周强东随手捉了一条鲫鱼上来，然后观察了一下，不一会他心中便已经有了答案。不错，你这些确实是野生的大鲫鱼，真没有想到啊，竟然还能有这么大野生的鲫鱼。嘿嘿，那是当然，我卖给你的必须是好货。行，这些野生大鲫鱼我就帮我堂哥买下了，你说吧，要多少钱？确定了是野生鲫鱼后，周强东也不绕弯子，直接就表示了要买下。在跟毕13进行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黄鳝和鲫鱼加起来一共卖1112块钱。毕13数着手里面的钱，脸上尽是高兴之色。怎么样，毕老弟，没有少你吧？没少，多谢东哥了。等下次有货了，我还找你。拿到钱的毕13并没有着急回家，而是来到了隔壁镇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些能下绿壳鸡蛋的母鸡。有着前世记忆的他，清楚的记得，在方圆100里只有一家养鸡场在孵化绿壳鸡蛋，而养鸡场的位置正是在这个镇旁边的旮旯里。很快，毕13便找到了这个十分偏僻的养鸡场。你好，老板，我叫做毕13，家住南流村，想购买你一批乌鸡回去。看到有人要买自己孵化的乌鸡，王富贵有些惊讶，毕竟他这里面的乌鸡价格贵不说，知道的人并不多。小伙子，你能知道我这里有乌鸡，还从那么远的南流村来，可真不容易啊！在这个时代，知道这种乌鸡的人还不是很多，而且它的价格比一般的鸡蛋的母鸡都要贵，有知道的村民也不舍得购买，这也导致了这家养鸡场濒临倒闭。是挺不容易的，不知道王老板口中的乌鸡是不是传说中能下绿壳鸡蛋的母鸡呢？毕13虽然早已知道下绿壳鸡蛋的正是乌鸡，但是他还是象征下的故意问了一句：那是当然，我这个人从不做那些骗人的事情，你购买回去，要是有一只母鸡产的蛋不是绿壳的，随时都可以找我赔偿。那行，你的乌鸡在哪里？我先看看。没问题，佛洛密。王富贵当即便带着毕13来到了他养殖乌鸡的地方。小伙子，这就是我的乌鸡，你看，个个都精神得很，保证你买回去一定会有高产量的下蛋率。毕13看了看圈养的乌鸡，确实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精神得很。王老板，你这乌鸡多少钱一只呢？我这里小一点的鸡苗，价格是5块钱一只，成年的母鸡的话就是10块钱一只。毕13一听，这个价格在98年还相对算合理，所以他也不打算砍价，
而且自己目前要的不多，砍价的话对方未必会同意，只会浪费自己的口水罢了。那行，那我要成年的母鸡要50只。B13虽然今天赚了1000来块钱，但是却不敢全部都花掉。要知道，这些母鸡买回去后还要吃东西的，所以得留着一半作为预算来饲养这些母鸡。好嘞，老板，我这就给你装50只成年的母鸡。王富贵说完，便开始拿了一个竹笼过来，给 B13装了50只成年的母鸡进去。完了，还把这些母鸡都给抬到了3轮车上。随即 B13便给了500块钱给王富贵后离开了这里。回到南流村后 ，B13车上的母鸡顿时就吸引了村民们的注意。B13，你这些都是什么鸡呀？颜色怎么都是乌黑的？六婶，这是乌鸡，专门产绿壳鸡蛋的。什么绿壳鸡蛋就是这种母鸡产下的？不太可能吧？我说 B13，你该不会是被人忽悠了吧？六婶一听，顿时就替 B13担心了起来。是啊，13，这绿壳鸡蛋我听说非常的少，它的母鸡更加是少得可怜，而且价格也不便宜，你该不会是被骗了吧？我也觉得 B13你应该是被外面的人给骗了。绿壳鸡蛋那么贵，又那么难得，如果真有这么多，别人早买了，哪里会轮到你呢？一旁的其他村民也都纷纷嘲笑 B13是个大怨种，认为他就是被人骗了。对此 B13却是笑了笑，说道：我可没有被人骗，这些真真实实是绿壳鸡蛋的母鸡，它们虽然颜色是乌黑的，但是产下的蛋却是绿壳的，等到它们产蛋了，你们看看就知道了。13，那这些母鸡都多少钱一只啊？10块钱一只，我一共买了50只。天啊，那这就得500块钱呢，你从哪弄的这么多钱了？听到 B13花500块买了这些母鸡，旁边的村民纷纷一脸震惊的表情。如果是其他人拿出500-600块钱来买母鸡养殖，那还不算什么。可是 B13家里可是一穷二白的，他还刚还了刘老三100块钱，现在又能拿出500块钱买这些母鸡回来养殖，这让一旁的村民不禁猜疑。是啊，B13，你怎么突然又赚到这么多钱了？我们昨天去后山那里挖野生石斛，都没有找到多少。B13，你小子该不会是挖到人参了吧？不然怎么会突然有钱了？都是一条村的，有什么赚钱的门路？你可别藏着掖着呀！不错，小时候我们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是不是又有比野生石斛还赚钱的东西？你得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为了让 B13说出实话，一些村民直接就打出了感情牌。B13此时心里面1万只羊驼飘过，前世自己就是被这里面其中的一些人霸占了土地，然后还把自己赶出了南流村。重活一世的他十分清楚有些人的嘴脸，现在他们看到自己突然赚到钱了，却在打起了感情牌。不过 B13也不想和他们计较这些，毕竟黄鳝和鲫鱼都被自己捉得所剩无几了，告诉他们也无妨。我最近确实没有再去挖野生石斛了，这2天我都是去抓黄鳝和鲫鱼卖，今天这些母鸡就是靠着卖黄鳝和鲫鱼赚来的。B13的话让村民们都激动了起来，因为如果真是如 B13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可以跟风的去捉黄鳝和鲫鱼卖了换钱。B13，你卖了那么多钱，那肯定也捉了很多黄鳝和鲫鱼吧？这些黄鳝和鲫鱼你都是在哪里捉的呀？是啊 ，B13，你知道哪里黄鳝和鲫鱼多？可别藏着掖着，都是一个村的，有钱大家一起赚吗？此时，一些人贪得无厌的内心体现得淋漓尽致。问出 B13赚钱的门路后，又继续用感情牌打算让他把捉鱼的地点也都说出来。就在西边坟的小溪流那里捉的。B13也不怕把这地点说出来，反正昨晚自己已经把该捉的基本都捉完了。西边坟的小溪流那里不安稳，你也敢去啊？ B13，你该不会是怕我们抢了你的生财之道，所以才故意说是那里捉的黄鳝吧？就是，你可不能说谎话欺骗我们，那地方不太平，谁敢大晚上去那里捉黄鳝呢？他们觉得就是 B13故意藏着掖着不愿意告诉他们，所以才故意说了一个不太平的地方。反正我就是在西边坟那里的小溪流捉的，你们爱信不信。B13也懒得跟他们再解释下去，说了一句，然后便继续踩着3轮车回了家。回到家 ，B13一个跨步下，便高兴地喊了一句：“落雪，我回来了。”林落雪看到 B13拉了一车的乌色的母鸡回来，她也是顿时惊呆了。天呐，13，你怎么买了这么多母鸡回来啊？还有这母鸡颜色怎么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那是当然，这是绿壳鸡蛋的母鸡，颜色就这样的。买了这么多母鸡，把卖黄鳝的钱都花完了吧？没有，只花了一半，还有600多块钱呢。说完 ，B13便把剩下的600来块钱拿了出来，递过去给了林落雪。还真有这么多，那意思是这次一共卖了1000来块钱。不错，准确来说是1112块钱，我留了一半，打算买饲料饲养它们用。行吧，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要创业，我支持你。不过我现在挺着大肚子，没办法帮你什么忙了。林落雪是个温柔体贴的女人，虽然一下子花掉了500多，她很心疼，也很舍不得。但是只要 B13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喝玩乐，她心里面就知足。至于 B13要做什么，她也会支持。傻瓜，这是我们男人该做的事情，你负责貌美如花就行。就你会油腔滑调，快进去吃点东西吧。你都出去很久了，估计也没有吃东西。上集说到 ，B13靠着卖河里面没人要的黄鳝跟鲫鱼，赚得盆满钵满，还又买了50只乌鸡准备来养殖。村民看到后纷纷眼红了起来。真没有想到 ，B13他前几天还是一穷二白的，短短几天就买这买那的，还花大价钱买了50只绿壳鸡蛋母鸡回来养殖，我真是后槽牙都咬碎了。是啊，那家伙真是走了狗屎运了。就说挖野生石斛吧，我们去挖了，也没有挖到多少株，而且价格也没有能卖多少，
还有昨天他说黄鳝和鲫鱼能卖高价，可是根本就捉不到，好不容易捉到几个也没人收。各位，我看就是B13那小子就没怀好意，他就是故意的，不肯把赚钱的秘籍告诉大家。说话的这名男子叫潘震，他之前B13跟吃喝玩乐的时候，整个南流村他们两个人的家庭情况都是垫底的，都属于村里面的贫困户。看到现在的李晨完全变了个人，而且还投资做起了养殖业，生怕整个村里面就剩下他一家是穷鬼。我看他的这些钱指定不干净，为了掩人耳目才故意说是挖野生石斛和捉黄鳝买来的罢了。就在这个时候，碧翠花刚好经过，听到了他在诋毁B13，便忍不住在背后骂了一句：潘震，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我13哥可不是那样的人。听到背后有人大声的说话，潘震先是慌了一下，然后看到是碧翠花，很快也就淡定了下来。碧翠花，B13是不是那样的人？你又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你怎么知道？再说了，整个南流村谁不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当然替他说话了。我看你就是眼红我13哥最近赚钱了，然后才到处说他的坏话。13哥这些钱都是卖石斛和卖黄鳝所得，干干净净，我最清楚了。切，我懒得跟你说，他是你堂哥，你们的关系又那么好，你当然为他说话。自知理亏的潘震并不敢和碧翠花争论下去，说了一句，便匆忙的离开了。晚上，潘震便鬼鬼祟祟的来到了B13养殖乌鸡的地方，打算给那些乌鸡都下点药。没想到刚来到地方的他就被B13给发现。谁在哪里？潘震听到B13对着他所在的方向喊了一句，顿时心里面也是慌的一逼。不过想到自己又还没有干什么，而且自家果园也在旁边，他才很快就淡定了下来。B13，你喊什么喊？这地方又不止你家有果园，我来我自己家果园看一下，难道也不行？我可没有说不行，我刚刚只是以为有谁来偷我的母鸡，所以才喊了一句而已。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把我当做贼了？我可没有这么说，是你自己说的。好你个B13，别以为你现在生活改善了就可以嚣张了，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你的这些母鸡也最好别跑到我家的果园来，不然我见一只就打死一只。潘震放下一句狠话，便转身离开了。原来白天他在村里面跟村民说的那些话，被听到的碧翠花全部告诉了B13。他担心潘震心怀不轨，这才来到了这里。没成想正好碰了个正着，这才保住了这50只母鸡。看来我得买条狗过来拴到门口，提防一下潘震这个小人。虽说整个养鸡的地方都被B13用围挡围了起来，但是进口处没办到完全封闭，把这个地方养条狗就能震慑下想要图谋不轨。就在B13准备回家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处杂草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来动去。这个潘震真是贼心不死，我今天非给他点教训不可。就在B13走上前时，突然一个生物立马就从杂草堆里面跳了出来，然后朝着前面跑。靠，是野兔！野兔在这个时期的农村可是为数不多的美味佳肴，B13立马就跟着追了过去。不过这只野兔也不是吃素的，怎么追都还是差了一大截。眼看那只兔子就要跑掉了，B13快速的捡起地上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一个8倍镜直接瞄准了野兔逃跑的方向，用力的把手里的石头一扔，砰的一声，准确无误的砸在了野兔的脑袋上，给砸晕了过去。真是一只大肥兔啊！这下落雪又可以有好口福了。回到家后，B13并没有选择睡觉，而是坐在凳子上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好让自己2个未出世的宝宝以后能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虽然他养的有50只乌鸡，但是乌鸡下蛋需要时间，况且也不能干等着乌鸡下蛋，需要再找点新的赚钱的门路。有了，既然今晚能在果园那里都碰到野兔，那说明后山肯定有很多野兔。我何不去买些工具回来，然后去捉些野兔去卖了换钱啊？说干就干。第二天，B13骑上3轮车，便早早的来到了镇上，找到专门卖制作捕捉野兔老板，有没有捕捉野兔的工具？给我来10个。有，当然有，10个100块钱。这么贵，老板能不能便宜一点？这样吧，你今天是第1个客人，那就给你少1块钱一个吧。1块钱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老板，少2块钱，然后我要15个，你看如何？这是 B13的砍价套路。事实上，他本来就是打算买15个，只是一开始故意说10个，然后砍价的时候才把自己真正需要的数字说出来。这样操作的目的是让对方也可以有一个台阶下。行吧，你真要买15个的话，就算8块钱一个给你，一共120块钱。好嘞，多谢老板，祝老板以后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说完，B13便把120块钱递过去交给了对方。对方细心的数了数，发现没问题后，便把店里面的15个装野兔的笼子都拿到了 B13的3轮车上，顺便还送了 B13些胡萝卜当诱饵。小伙子，你要是捉到野兔，可以拿来我这里卖，我这里大量收购野兔，而且价格高。真的吗，老板？就在 B13过来的路上，他还在想着一旦捉到野兔了，该拿去哪里贩卖价格会高一些。现在对方这么一说，等于是解决了自己的这一个问题。当然是真的，我这里收购的野兔价格比市场上还贵了好几块钱一斤，反正你有多少我就收多少，价格绝对不会少你。B13知道这种野味的东西一直都深受喜爱，他猜测这个大叔收购也肯定是转手卖到其他地方，而他所赚的也是那中间的利润。不过 B13觉得没有必要因此而跳过他，所以还不如直接卖给他，让自己短时间内存储一笔资金。好嘞，那我到时候就拿来你这里卖了。
没问题，我叫做生哥，他们都叫做我铁笼生。B13点点头，骑上了3轮车，往家的方向驶去。可他并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带着自己买回来的笼子去往了后山。他要在天黑之前就把这些笼子给放好位置，不然到了晚上再找地方就麻烦多了。来到后山后 ，B13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他最终选择了15个地点作为捕捉野兔的位置，每个笼子里面都放了一根胡萝卜当诱饵，一切都操作妥当后，他还拿来了一些杂草作为掩盖，防止被放牛狼发现给捡走了。嘿嘿，能不能赚一笔钱就靠你们了。B13一脸高兴地说了一句，便转身来到了果园。这些母鸡见到他出现后，知道又是吃饭的时刻，都纷纷跑过来，围绕在他的脚底下。B13见状便开始给他们分发食物，看到他们吃的那么带劲，心里面也很高兴，不由得说道：不知道这些母鸡什么时候才能全部都产蛋？落雪肚子里面的孩子快出生了，到时候没有钱在手可不行。这些母鸡迟迟不产蛋的话，自己的收入就会是一个问题。次日清晨 ，B13便早早地赶往了后山，他得去看看昨天放下的装野兔的笼子收获如何。如果去晚了，要是被去后山放牛的村民看到了，估计就会被人捡走。很快 ，B13便来到了昨天自己设下的第一个笼子。天啊，好大的野兔！看到笼子里面装着的一只大野兔 ，B13顿时就高兴地露出了笑容，然后便把笼子给提了起来。好家伙，这重量估计得好几斤。有了这只大野兔，就算后面的14个笼子都打空了，那么也不用亏本了。紧接着，他将所有笼子都找到后，发现运气还不错，一共收获了5只大野兔，这意味着今天又可以进账一笔不小的收入。他便高高兴兴地提着野兔回了家。看到 B13手里提着的大兔子，林落雪也是感到惊喜不已。天啊，13，一个晚上捕了那么多只兔子啊！是啊，足足5只呢。一会我喂完了母鸡，我就拿到镇上去卖。这次我们可以有一笔不错的收入了。林落雪点点头，然后给予了自己男人最真心的称赞。随后 B13便带上喂母鸡的饲料来到了谷园。当这些母鸡见到 B13进来后，也都纷纷鸣叫了几声，然后又跑到了他的脚下，把他给团团地围住。此时 B13放眼望去，忽然发现稻草上凌乱的一些绿壳鸡蛋，瞬间就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卧槽，好家伙，你们真的集体产蛋了！看到雪中送蛋的绿壳鸡蛋 ，B13高兴的合不拢嘴，他赶忙一个一个的开始捡了起来。一番功夫下来，他数了一下，一共有32个鸡蛋。虽然还没有达到50只母鸡都产蛋，但是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要知道这些母鸡一旦开始产蛋，就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不担心落雪到生产的时候没有钱了。高兴过后 ，B13便给母鸡加了饲料。小公主们，你们慢慢在这里吃吧，我就先回去了，等中午再过来给你们吃好吃的。B13说了一句，便提着这32个绿壳鸡蛋回去了。落雪，好消息，今天有32只母鸡产蛋了，你看，这些都是它们产的绿壳鸡蛋。天啊，还真是这么多绿壳鸡蛋啊！可不是嘛，不过这次这些我不打算卖，一会你送一些去给花妹他们家品尝，然后我去镇上卖野兔，剩下的留着放你吃，明天还会下蛋，等存储个2天了，我再拿去镇上卖。很快 ，B13家买的母鸡会下绿壳鸡蛋的事情就在南流村传开。你们听说了吗？ B13买回来的那些母鸡还真的都产绿壳鸡蛋了。是啊，我亲眼看到林落雪送了一些去给碧翠花家呢，真的是绿壳鸡蛋。这下 B13真的是养到宝了呀！好你个 B13，你到处送别人绿壳鸡蛋，竟然不送给我，这分明是看不起我。想当初老子还请你喝过烧酒呢。听到 B13家的母鸡真的能下价格昂贵的绿壳鸡蛋，这令潘震更加的嫉妒不已。他心里面发誓要找个机会对付 B13，阻碍他的发财之路。就在潘震在村里面四处转悠，想着该怎么阻止 B13继续养殖这些绿壳鸡蛋的母鸡时，突然一辆摩托车便在他面前来了一个急刹车。小同志你好，请问那个 B13的家里怎么走？此时 B13刚把那5只野兔卖了250块钱，正在高高兴兴往家里面回，殊不知接下来发生的事真是吴宇他妈妈给吴宇开门，吴宇到家了。就在 B13刚送走王阿富后，一帮眼红 B13赚钱的村民就来到 B13家门口，将他围了起来。B13，听说你现在挣钱挣嗨了呀，你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邻居呀，也带带我们，让我们也挣点钱。是啊，就拿挖野生石斛来说，我们根本卖不上价，而且也越来越难挖了，都是你让我们去挖的，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呀。看到这些村民的吃相 ，B13心中早已万马奔腾。要知道前世 B13家丧后，他们不帮助就罢了，还看起了笑话，不仅霸占了 B13家的土地，还将他赶出了村子。虽说重生后的 B13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没能让这悲剧再次发生，可这些人的嘴脸 ，B13是清楚的很。但转念一想，送上门的生意不要白不要。正好，我可以把他们挖到的野生石斛给收过来，我挣中间的差价，这样就不会耽搁我捉野兔跟打理养鸡场。没问题，那以后你们挖的石斛都卖给我，我给你们1株8块。虽然说他们有挖到野生石斛，但压根不是拿到药材店铺去卖，价格自然不会高，钱也就少了。听到 B13说要8块1株收购他们的石斛时，顿时就喜笑颜开。B13，你说的是真的吗？8块钱1株？当然是真的，但是太小的石斛我可不收。听到 B13真的要8块钱1株来收他们挖来的野生石斛，激动万分，纷纷议论了起来。那我们还等什么呢？赶紧去挖野生石斛吧！我们自己才卖到6块钱1株，卖给他还能多赚2块钱呢。有道理，卖谁不是卖？卖给 B13的话，我们还能多赚点。对对对，我现在就回家拿工具，然后去挖野生石斛。此时，村民们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便纷纷离去。林落雪则是从院里走了出来。13，你真的要收石斛吗？我担心你收的太多的话，会砸到我们手里面。落雪，
你放心，就在刚才我送走的那位王阿富，正是镇上药铺的老板。我之前的石斛就是在他那卖的，我跟他商量好了，石斛他还是按11块钱一株收购我的，我在8块收村民的，一株就能挣3块的差价，还不耽搁我干其他事。原来王阿贵是看到毕13最近没有再去卖野生石斛，而上面的药材商又十分需要野生石斛，所以才亲自找了过来，跟毕13洽谈合作。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说罢，毕13便来到屋中，连续写了10张收购野生石斛的告示。他准备将这些告示贴到周边的几个村，这样他就能收更多的野生石斛。就在毕13将最后一张收购告示贴在了三滩村，准备转身离去时，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叫住了他：“小伙子，你真的8块钱一株收购野生石斛吗？”“那是当然，你尽管去挖便是了。”“那就太好了，我家里就种植有好多野生石斛呢。”“种有好多野生石斛？”听到眼前的这位妇人说自己家里面种的有野生石斛，毕13凭着重生者的记忆，他确信这附近的村民没有人在种植野生石斛，他对此表示了怀疑。是啊，我老公之前很喜欢用野生石斛炖汤喝，然后我为了方便，就去山上挖了一些回来种植在院子里，现在还有不少呢。毕13一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对方说的种植有很多，是这种概念的种植。太好了，那你带路，我这就跟你过去。好嘞，你跟我来。正当毕13准备跟这位妇人到他家看野生石斛的时候，又走过来一位妇女上前问道：“小伙子，这野生石斛也收，是不是真的呀？”“当然是真的，收购价8块钱一株呢。”“呵呵，我还是先看看王寡妇的石斛是不是真能卖到钱再说。”很明显，这个妇女还并不是很相信野生石斛能卖钱，所以这个时候选择看看王寡妇的情况再做决定。于是三人便一起向王寡妇家走去。果然，刚进门，毕13就看到院子里种着好多株野生石斛。“王大姐，这些石斛我全部都要了。”“好好好，我这就给你挖起来。”王寡妇看到毕13这么果断就把自己的石斛都要了，也是非常高兴，立即就把这些石斛全部都给挖了起来。最后细数了一下，一共有10株。毕13当即就点了80块钱给对方。“谢谢你，小伙子，没有想到野生石斛真的能卖到钱，我一会就再去挖一些回来。”看到拿到钱的王寡妇非常的高兴，而旁边的那个妇女也是立即拉着毕13去他家收野生石斛。最后，在该妇女的家里又收到了5株野生石斛。看到这个村子里有这么多人喜欢把挖来的野生石斛种到家里，毕13当即就决定暂时不回家，而是要在村里大声吆喝一下收购野生石斛的消息。毕竟贴出收购石斛的告示，有些人未能看到。喂 ，BGM 上才艺，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没事，很快你就会认识了。B 搞错了，再来，收石斛了，高价收野生石斛，8块钱一株，童叟无欺，真是有效。听到毕13在喇叭里面喊的高价回收石斛的话语，顿时也是让三滩村的村民十分的懵逼。什么情况？还有人收这玩意？只听说过收破铜烂铁，还第一次听到有人收石斛的。这事情是真的，我刚刚看到王寡妇了，她说她家的石斛都卖出去了，足足卖出了80块钱呢。那还等什么？快把那小子叫住，我家里种的有。那小伙，你莫走！那小伙，你莫走！毕13听到有人在喊他时，他便停了下来。家里种有野生石斛的村民们便围了上去，都要将石斛卖给他。很快，毕13带出来的250块钱就只剩下最后的2块钱，这意味着他今天在三滩村就足足收购了30株的野生石斛。各位，我今天带的钱实在不够了，这样吧，你们都先准备好，家里没有种植有野生石斛的都可以去挖，挖到了我明天就来收购。说完，毕13便离开三滩村，直接来到了镇上的药材铺。他要将手里头已经有了30株野生石斛先换成钱，好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收购石斛。此时的王阿贵正愁没有更多的野生石斛和上家交易呢，毕13便带来的这30株野生石斛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便按照11块钱一株的老价格都给收了下来。经此一手，毕13手里得到330块钱，去掉成本248块钱，还净赚了82块钱。这是他重生回来后第一次赚钱赚得这么轻松。按照这么收购下去，加上卖绿壳鸡蛋和野兔，自己很快就可以赚到一笔足够多的资金，到时候就可以扩大养殖业和试着进行种植业。有着后面10几20年的记忆，在98年这个时代，对于毕13来说，等于是遍地都是矿。真的吗？你这才刚开始就赚了82块钱了？当然是真的，你看现在我手里面有332块钱呢。天啊，13，你可太厉害了，这么轻松就赚到了82块钱。林落雪情不自禁地给自己的男人竖起了大拇指。那是当然，你老公不厉害，谁厉害？可惜我现在挺着一个大肚子，没有能帮上你的忙，不然有我帮你分担一下工作，你也就不用每天跑来跑去那么累。林落雪不禁心疼起自己的男人，可是她不知道的是，毕13听到她这么说，则是更加的心疼。傻瓜，你又忘记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了，你负责貌美如花就行，赚钱的事情交给我去干就可以了。说完，毕13便将林落雪搂到了怀中，林落雪则是一脸幸福的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前世毕13没能好好珍惜眼前的他，重生回来的毕13发誓要让林落雪过上好日子。次日的早上，毕13便早早的醒了，然后第一时间就去了后山看看野兔的收获。好家伙，这次足足装了10只野兔，比昨天还多了5只，每只50块钱，就单单这些野兔就能赚个500块钱。说罢，毕13便兴奋的提着他们就回了家，将这10只野兔放到家后，然后带着食物打算去果园那里喂鸡和收鸡蛋。就在他前往养鸡果园的路上，被堂妹毕翠花给叫住。13哥，这么早，你去干嘛呀？花妹啊，
我去果园喂鸡，顺便捡捡鸡蛋。听到毕13要去果园捡鸡蛋，碧翠花当即就来了兴趣，表示要一块过去帮忙捡。等等我也要去帮你捡鸡蛋。那行，一会捡完再给你拿几个回去吃。谢谢13哥，不过我妈说了，这绿壳鸡蛋那么贵，还是你自己留着来卖了换钱吧。你们家现在也是正需要钱的时候。毕13对此十分感动，等赚到了足够的钱，他一定要好好报答那些希望自己过得好的。一路上，毕13跟碧翠花有说有笑的，很快两人便来到果。13哥，这就是你从二狗家拉过来的狗啊？是啊，这狗聪明的很，非常的听话，帮我看门我放心着嘞。阿黑似乎也像是听到了毕13在夸他一样，又得意的叫了起来：阿黑，少臭美了，快点吃你的早餐吧。毕13边说边把属于阿黑的早餐放了下来。13哥，快来看呀，好多绿壳鸡蛋，大大的绿壳鸡蛋。碧翠花看到有这么多绿壳鸡蛋，便激动的叫了起来。毕13一听，当即就跑了过去看了一眼，顿时也是露出的高兴的笑容。嘿嘿，看来这50只母鸡全部都产蛋了。13哥，这下你可要发财了。花妹，如果我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开始，你相信吗？相信，当然相信。我不相信13哥，相信谁呢？你这丫头真会说话。走吧，进去帮我捡绿壳鸡蛋，我先把食物给他们喂了先。毕13当即便把装鸡蛋的篮子交给了碧翠花，他则是把带过来的食物分发给这些母鸡来进食。沉浸在捡这些绿壳鸡蛋乐趣的碧翠花，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个弯腰捡一个，又是一个弯腰捡起一个，一番功夫下来，他的篮子里面已经捡了10几个绿壳鸡蛋了。13哥，这些鸡蛋有些怎么这么大，有些则是那么小呢？小的那些绿壳鸡蛋都是那些第一次产蛋的母鸡下的，因为母鸡的出生蛋都是偏小。哦，我想起来了，好像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一次，那我继续捡鸡蛋了。说完，碧翠花又继续弯腰捡着地上的绿壳鸡蛋。毕13这个时候也喂完了母鸡，在旁边捡了起来。经过两人的一番努力后，很快就把地上的绿壳鸡蛋捡完了。毕13仔细的数了数，刚好是50个绿壳鸡蛋，说明刚刚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这50只母鸡都已经产蛋了，他内心忍不住的激动和欣喜。要知道这个时期的绿壳鸡蛋可不便宜，家里也已经存储有一部分，一会就可以一起拿到镇上去买。花妹，你拿几个回去给你爸妈吃呗，不然一会我就要全部都拿到镇上去卖了，你们想吃的明天才行呢。谢谢13哥，我爸妈早说过了，这些绿壳鸡蛋你就留着来卖了换钱吧，我们偶尔吃一下就行了。说完，碧翠花便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毕13对此十分感谢，想说些什么，可是碧翠花已经走远。毕13见状也没有多停留，当即就带着这次捉来的10只野兔和果园里面乌鸡下的50个绿壳鸡蛋，骑上3轮车往镇上驶去。很快，关于毕13养殖的50只母鸡已经全部产下绿壳鸡蛋的消息，也在南重生之后，毕13养的绿壳鸡蛋母鸡终于开始下蛋了，而且一下还是50颗。很快，他便带着这些绿壳鸡蛋来到了镇上的城南饭店。小伙子，你吃饭也来得太早了吧？这个点我们才刚上班。这位大姐，你好，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是来卖绿壳鸡蛋的，麻烦你把你们老板给叫出来下吧。绿壳鸡蛋呀，呵呵，小伙子，我们饭店的所有食材都是有固定供应商了，我们老板不会跟你进行合作的。对方的这个回答无疑让毕13的心凉了一截，不过他也并没有放弃，继续说道：这样啊，大姐，还是麻烦你跟老班说一下吧，要是他看我的绿壳鸡蛋不满意的话，我立马就走，如何？毕13对自己的绿壳鸡蛋充满着信心，毕竟这可都是放养在果园的母鸡产的蛋，和外面那些专门喂养饲料的母鸡产的蛋完全不一样，只要有经验的人基本都能识别出来。你这个小伙子，我不是已经说了，我们饭店不可能会和外人合作了，我看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去，该干嘛干嘛去。毕13见对方显然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他见状也只好无奈的转身，打算再想其他办法。可是就在他刚转身的时候，差点就撞到了一名的男子。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戴眼睛吗？差一点就撞到了我。不好意思啊，大哥，刚刚没有注意看，你没事吧？我当然没事了，我要是有事你就得赔钱了。你小子什么人？来我饭店干什么？龙老板，这个人是来推销他的绿壳鸡蛋的，说是想跟我们饭店合作。眼前的这个的男子正是这家城南饭店的老板，姓龙。虽然刚刚对方的语气和态度是有点不好，但是想到自己确实需要和对方合作，所以知道了对方的身份后，毕13还是笑呵呵的说话道：是啊，龙老板，我有一批非常不错的绿壳鸡蛋，要不你看看，帮你满意。去，我们城南饭店可是一家高级的饭店，拥有固定食材供应商，谁要你这个乡巴佬的东西？带着你的绿壳鸡蛋赶紧滚！小伙子，我早说了，我们老板不会和你合作的，你还不赶紧出去？看到眼前这家饭店老板的态度后，毕13也只好无奈作罢，转身走了出去。这个时期的镇上饭店并不多，之前收黄鳝的兄弟饭店是主攻宵夜一类的，没有鸡蛋的需求，他便来到了另外一家饭店——幸福饭店。这家幸福饭店是毕13最后的希望。你好，请问你这里需要绿壳鸡蛋吗？听到毕13来卖绿壳鸡蛋后，饭店里面的一名男子用诧异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小伙子，你要卖绿壳鸡蛋？是啊，我的绿壳鸡蛋都是放在果园那里喂养的坤下的，保证你看会满意。这样啊，那我先看看鸡蛋，再考虑买不买的问题。没问题，
你等着，我这就拿给你看看。那50个绿壳鸡蛋被林落雪用2个篮子分别装着，为了不让这些鸡蛋在路上碰坏了，他还用了很多软稻草在旁边。B13当即便从篮子里面拿起了一个绿壳鸡蛋给递了过去。老板，这就是我的绿壳鸡蛋，你看看。在接过 B13手中递来的绿壳鸡蛋后，这名男子仔细的看了看后，一脸如获至宝的说道：“不错，确实像是果园母鸡产的蛋。好，你的这些绿壳鸡蛋我全要了。” B13听到后十分高兴，要知道在这个年代绿壳鸡蛋的价格非常昂贵，这50个鸡蛋足以卖出个好价格。好嘞，多谢老板的信任。只是这个价格怎么说？价格好说，我给你5块钱1斤，如何？听到这个价格后 ，B13当即便摇了摇头。有着重生者记忆的他，清楚的知道这个年代的普通鸡蛋是2块5左右1斤，绿壳鸡蛋的价格可不会只高出普通鸡蛋价格2块多钱那么简单。对方显然以为 B13不懂行情，在故意压价。当他看到 B13的反应后，便知道眼前的 B13并没那么好忽悠。这样吧，6块钱1斤如何？不行，6块钱还是太少了，最少7块。神马，7块钱，这也太贵了吧！我可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绿壳鸡蛋呢。嘿嘿，那是我没来，你见过有我这么好的绿壳鸡蛋吗？而且还是养在果园的母鸡产的蛋呢。有着前世的经验 ，B13很清楚，纯天然的东西才是有钱人追求的方向，他们也愿意给纯天然的食物给予大价格。行，7块钱1斤就7块钱1斤了。好咧，多谢老板。B13当即便把这50只鸡蛋拿了过来，经过过秤后，这50个鸡蛋的重量是5斤重，7块钱1斤，也就是35块钱。对方很快就把钱给到了 B13。虽然这些鸡蛋比不上 B13州的野兔跟麦石湖挣得多，要知道这2样可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只会越来越少。鸡蛋就不一样了，这只是50只母鸡的规模，要是100只母鸡呢？500只母鸡呢？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这才是长期赚钱的办法。B13想想就开心。怎么样，钱没有少吧？没少，刚刚好，多谢老板了。没少就好，你这些绿壳鸡蛋非常不错。你是哪个地方的人？要是反应好的话，我下次需要还找你。我叫做 B13，家住在南流村。您发财，我先走了。离开了幸福饭店后 ，B13便来到了王寡妇的那个村里面，准备收购一波野生狮虎。王大姐在家吗？小伙子，是你啊！我还担心你今天不来了呢。看到是昨天收购自己的野生狮虎的 B13，王寡妇也是非常的高兴。王大姐，我可是个讲究信用的人，说了会来继续收购野生狮虎，就一定会过来。怎么样？你今天还有野生狮虎吗？有，当然有。你稍等一下，我这就拿给你。知道野生狮虎能卖钱后，王寡妇昨天下午就去找了野生狮虎，一下午她便找到了10株野生狮虎。这10株野生狮虎又意味着她能赚到80块钱。B13把80块钱数了一遍，然后交到了对方手上。此时村里面有挖到野生狮虎的村民，这个时候都闻声拿到了 B13这边来卖。B13看到村民们手里拿着的野生狮虎，非常的高兴。大家不要着急，只要你们有的，我都会收。所以大家排好队，我一个个来点数，给钱。不一会 ，B13便在三滩村足足收到了60株野生狮虎。好在他今天靠着卖野兔赚有500块钱，不然还真不够资金支付给这些村民。要知道60株野生狮虎，他就得去掉那480块钱。哟，13老弟，你又来了。药材店铺的老板王阿贵见到 B13过来后，十分热情的上去迎接了他。是啊，今天弄到了60株野生狮虎呢，你看看。天啊，你这也太厉害了吧！一下子又弄了那么多。你老实说，你是不是直接去村民手里收购了？王阿贵可是个明白人，他在当地做药材买卖多年，很清楚野生狮虎的基本情况。正常来说，个人是不可能同时拥有那么多野生狮虎，所以他猜到了 B13这些野生狮虎一定是从村民手中收购，然后转而卖给自己。嘿嘿，还真被你猜对了。我这些都是从其他人那里收购过来的，我也就赚个差价而已。不过你老婆也是一样嘛，你收购我这些野生狮虎也都是卖给上面的人，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听到 B13知道他也是倒卖给别人的，王阿贵也顿时愣住，因为他确实也如 B13说的那样，高价卖给上面，然后赚个差价。嘿嘿，不错，我们都是赚差价的。你这些野生狮虎我都要了，我可不管你是什么手段弄来的，反正只要是野生的我都要。王阿贵觉得这也是好事情，毕竟如此一来，自己也能收到更多的野生狮虎，然后也就能赚得更多。好嘞，多谢王老板。那这60株你点点。没什么问题，不用点，我相信你。还是11块钱一株，一共是660块钱。王阿贵也不啰嗦，立马就拿了660块钱出来，然后递给了 B13。成本480，到手660，一趟赚了180块钱。这仅仅只是收购了三滩村的村民手里的野生狮虎，还有其他村庄没有收购。这要是一波下来，很快就能让自己狠狠的存一波资金。不过 B13知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目前也只能是赚一波快钱。原因也很简单，现在才刚开始，野生狮虎还有不少，可是到了后面，野生狮虎也就会减少，甚至出现没有的情况。而且这些村民也会慢慢的知道自己是拿来药材店铺卖的，他们后面也都会选择自己拿去卖，不再卖给自己。B13能做的就是尽快的多收购一些，多赚一些，为自己投资更大的产业做资本。于是，在药材店铺出来后，他又继续踩着3轮车去往了其他村庄。收野生狮虎喽，收野生狮虎喽，大量的收野生狮虎，
8块1株，童叟无欺。这次来到的村庄没有王寡妇，所以为了让村里们知道自己来收野生石斛，他只能踩着3轮车在村上卖力的喊着。一番功夫下来后，他在这里收购到了40株野生石斛，又在另一个村庄收购到了50株的野生石斛。很快，刚才卖王寡妇村石斛挣的那660块钱已所剩无几，他便只能再次来到了镇上的药材铺，出售刚收上来的90株野生石斛。990块钱，去掉成本720块钱，这一趟竟赚了270块钱。B13对此十分满意，他看了一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回去喂养母鸡的时候了，便决定先回去。至于其他村庄的野生石斛，就看看下午有没有空，有空了再去收购。南流村这边，林落雪见 B13这么久都不回来，便决定自己去喂一下那些母鸡，毕竟这些母鸡从 B13出去后到现在了，也该饿了。就在这个时候，碧翠花慌忙的跑了过来，像有什么着急的事情要告诉林落雪。嫂子，不好了，去你家果园的路被人用荆棘树给堵死了。什么？被人堵死了？你13哥今天早上都还喂着母鸡呢。是真的，我刚刚路过那里，就看到了一大堆的荆棘树堵在那条路上，而且都是带刺的。也就在这个时候，B13刚好踩着他的3轮车回来。碧翠花看到 B13回来后，便立马跑了过去，说道：13哥，你总算回来了，我和嫂子正准备去果园养殖基地那里看看呢。怎么了？我就是为了回来喂那些母鸡呢，不然我估计要到晚上才回来。13哥，估计你这次喂不了了。怎么喂养不了？是母鸡出什么事情了吗？不是母鸡出事情了，而是路被人用荆棘树枝给堵死了，根本就进不去。还有这样的事情，我去看看。很快 B13来到了果园旁边后，刚好看到潘震在继续用荆棘树在堵， B13当场就呵斥了起来。潘震，你在干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此时的潘震听到 B13的声音后，一点也不慌，本来他已经回去了，到家后觉得堵得不够彻底，这才再次过来添加了一些荆棘树插上去，这也被 B13给抓个正着。不过他看到 B13过来，他一点没把 B13放到眼里，因为他确信这就是他家的路， B13奈何不了他。什么意思？这条路是我家的土地，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你管不着。谁跟你说这是你家的土地？虽然靠近你家的果园，但可不是你家的土地。潘震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就是妒忌 B13挣钱的才能，奈何他没有 B13的头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刁难 B13的目的，一副毫无讲理的表情说道：我说是那就是路在我家果园门口，就是我家的，我想让谁过就让谁过。B13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想都别想从这里经过。听到潘震这么说后， B13愤怒的就直接就走了过去，打算把他的那些荆棘树给扔到里面。然而潘震早已经有准备，他从腰间拿出了一把农村的大香蕉，开始威胁起 B13来。B13，你要是敢动我的东西，你信不信我？重生之后 ，B13卖绿壳鸡蛋渐入佳境，死对头潘震却堵路刁难。潘震，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条路是我家的土地，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你管不着。谁跟你说这是你家的土地？虽然靠近你家的果园，但是可不是你家的土地。潘震这样做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妒忌 B13挣钱的才能，奈何他没有 B13的头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刁难 B13的目的，一副毫无讲理的表情说道：我说路是我家的，那就是我家的，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想都别想从这里经过。潘震，我警告你，你再这样蛮不讲理，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哟呵，你还对我不客气？来，我还怕你不成？就在 B13跟潘震快要扭打在一起的时候，治保主任周海山刚好赶过来，大声的喊道：你们在干什么呢？都给我住手！潘震听到周海山的声音后，便立马停了下来，然后还恶人先告状的走过去说道：周主任，你过来了正好。B13这小子仗着最近赚了点钱欺负我，你可得为我主持公道。B13看到这个小人提前告状，简直是气得直咬牙，冲上去就要给他一脚。B13，你干什么？好在周海山快速的走了过去，拦住了他，不然这个时候的潘震估计已经倒在了地上了。好你个 B13，你还要打老子？有老子在，你就休想从这里过去喂你的母鸡。哼！潘震又是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威胁着 B13。B13见状便向周海山说道：周主任，这公家的路怎么就变成了他家的了？您在村里德高望重，你得说句公道话呀。谁说是公家的路？这条路是我们家果园让出来做道路的，我现在不让了，就是不让你从这过去喂你的母鸡。见两人又吵了起来，周海山便又大声的喊了一句：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都听我说，这条路存在了很多年了，以前至于是谁家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既然已经是路了，潘震你就不应该用这些荆棘树杈来阻碍交通。听到周海山这么说，潘震自然是不服气，立马就继续争辩着：周主任，你这样说就有失公平了吧？这条路挨着我家果园，肯定就是我家的，这是我爷爷去世前跟我说的。你说是这条道路是你家的，你有什么证据呢？潘震顿时就哑口无言，因为他只想着用这一招来破坏 B13养殖母鸡，阻止他赚钱罢了。他哪里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条道路以前是他家果园的土地范围，只是听他爷爷说过而已。周主任，他肯定不能证明这条道路是他家的土地让出来的，但是我有证据说明这条道路是公家的。拥有着重生者的记忆， B13在这个时候想到了什么，立马就出来说道：B13，你再敢在这胡说八道，我就给你一电炮。周主任，是这样的，当初潘震的爷爷是要了南流村 B氏族人2棵荔枝树，作为报酬才将这块地给让了出来，所以这条道路等于是我们祖上花了2棵荔枝树的代价买来的。好你个 B13，你还跟我来耍滑头，老子也不是傻子，你竟然说是以2棵荔枝树的代价买下的，那你又有什么证据？是啊，
B13，你这么说有证据吗？我作为南流村的治保主任，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呢？当然有证据，当初和他爷爷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毕氏家族的族谱都有记载的，这本族谱就放在毕加索爷爷那里。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找毕加索爷爷拿出族谱来证明。要是我说的有一句假话，我从此不走这条路。于是周海山便带着他们一行人一起来到了毕加索的家。毕爷爷在家吗？是13啊，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哟，周主任也来了，怎么来了那么多人？毕叔，是这样的，B13和潘振之间有一些矛盾，这个矛盾的起因呢，就是潘振果园前面的那条路。随后周海山把事情的大概情况给毕加索说了一遍。原来是这个事情啊，确实如13所说的那样，那条路是毕氏家族所有人用2棵荔枝树从潘振的爷爷那里兑换而来，而且还签了字，从那以后就不再是他私人的土地了。潘振听到毕加索也这么说后，显然还是不会轻易相信这个结果。不可能，你们这是合伙忽悠我。这样吧，毕叔，既然潘振不相信你所说的，你们家谱有记载，不如拿出来让大家现场看看。如果真的记载有，那我这个主任肯定会给你们主持公道。没有问题，你稍等，这就去拿出来。说完，毕加索便转身回去拿毕氏家谱。大概几分钟后，他便捧着一本陈旧的家谱出来，然后打开了一页拿给了周海山。周海山看了一遍后，确信B13跟毕加索说的是事实后，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错，潘振，那条路早都不是你家的了，你就不要无理取闹了。听到周海山也这么说后，潘振立马就将毕氏家谱夺了过去，看了2遍，然后脸色立马就尴尬了起来。怎么样，潘振，这下你死心了吧？哼，B13，算你小子走运，我们走着瞧。潘振，按照约定，你必须要去把那些阻碍交通的荆棘树给清理掉，不然我们就得找你麻烦了。此时的潘振自知理亏，而且又在众人面前，自然是不敢再说什么，只能一脸尴尬的转身离开。解决完事情后，B13继续在毕加索家闲聊了20多分钟后，才起身告辞了，去往了果园。再次来到果园后，潘振已经识趣的把阻碍交通的荆棘树给清理到了一旁。B13知道这次虽然自己胜利，但是以潘振的个性，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他回去之后，必然还会想着其他办法来阻止自己养殖。落雪，你在一旁看着阿黑吃东西就行，我进去喂这些母鸡。来到果园后，B13先把阿黑的食物放下来给他吃，然后又吩咐了一句林若雪，自己则是走进了给母鸡喂食。不一会，B13就喂完母鸡走了出来。这些母鸡这次是真的饿坏了哦。可不是吗？要不是潘振来了这么一招，他们也不用等这么久才吃到午饭。走吧，我们先回家，一会我给你一个惊喜。惊喜？什么惊喜？嘿嘿，保密，到家我再告诉你。13，你神神秘秘的，到底是什么惊喜啊？回到家后，林若雪第一时间就忍不住问了起来。那你看看，这是今天出去赚的钱。此时 B13直接把今天的收获拿了出来，放到了林若雪的面前。林若雪接过来数了数，顿时就露出了惊喜之色。天啊，你这一趟出去赚了1000多啊！可不是嘛，要不是要回来喂母鸡，我还能赚更多呢。一会我就去找周二狗借他的摩托车去收购野生石斛，不然这破3轮车来来回回的，费力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13，你真厉害，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那是当然，你老公不厉害，谁厉害？要是不厉害，也不能让你怀上双胞胎呢。去你的，大白天的又说这些不正经的话，你坐着休息一下吧，我去给你打碗水喝。林若雪给 B13倒了一碗水后，B13大口大口的喝下，便决定再次出发。这来来回回的跑，真是辛苦你了。可惜我们家现在资金有限，我也不好意思回去娘家借钱，不然你也不需要每次都是收购了一部分，又得去换钱才能继续收购。也就是林若雪的这一句话，彻底的点醒了 B13。对啊，我可以去借点钱来增加资金啊，不然靠着自己手里头这点资金赚钱太慢了不说，每次都是来来回回，确实麻烦。于是 B13便坐了下来，想着该去哪里借2万块钱过来作为启动资金。落雪，我想过了，你说的对，既然收购野生石斛和养殖母鸡是能赚钱的，那我就去借2万块钱来进行投资，如此的话，我们的收入才会更加的多。借2万块钱，可是谁会愿意借这么多钱给我们呢？这个时期的2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加上之前 B13之前的名声，确实很难借到钱。此时 B13能想到的就只有毕翠花的爸爸毕乔川了。落雪，你放心，我去大伯毕乔川家问问。随后 B13便起身前往了毕翠花家。毕大伯在家吗？是13啊，我刚听华美说了你和潘振之间的事，现在没事了吧？谢谢大伯关心，已经没事了，他不敢再用东西阻碍那条道路了。没事就好，我看他就是嫉妒你最近慢慢变好了，所以才想着放肆阻止你，你可要小心点了，他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多谢大伯关心，我会注意的。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是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开口。B13这是心里话，自从重生后，他对这些有恩于自己的人更加愧疚，现在还没有报恩，又要向他们借钱，他想想都觉得不是滋味。但是不借钱，他的启动资金又有限，也只会拖延了自己赚钱报恩的时间。你这孩子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你就直说吧。是这样的，大伯，我想向你借2万块钱来做生意。什么？你要借2万块钱来做生意？什么生意？可靠吗？你可别被人骗了呀！毕乔川听到 B13说要借钱，第一时间说的并不是拒绝的话，而是关心的问 B13是做什么生意，以及提醒他不要被骗了。B13心里面顿时就是一阵感动。
自从父母因为生病早早去世后，整个南流村就属毕桥川这个大伯对自己最好。可惜之前的自己太过混蛋了，总是让他失望。大伯，我要收购野生石斛，我已经试过了，是有搞头的，稳赚不赔。只是我资金太少了，所以就赚得比较慢。你放心，这2万块钱我保证3天内就还给你，然后还给你付300块钱的利息。什么？3天就还我？你确定这3天就能赚到那么多钱？毕桥川听到毕十三这么说，不得不感到震惊。要知道这个时期赚钱可不容易，这2万块钱也是自己几10年来才积累到。毕十三竟然说3天就能还给自己。大伯，我可没有骗你，就今天我都足足赚了几百块钱呢。毕十三对于自己的事情也不隐瞒，直接就把今天上午的情况跟毕桥川说了一遍。爸，这是真的，现在的13哥可会赚钱了，我都有点佩服他呢。此时的毕桥川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复，而是反反复复的思考着，大概几分钟才说话道：好，13，我豁出去了。如果你真的能够赚一笔，我这个大伯也算是跟着沾光了。谢谢大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只要你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喝玩乐就行，其他的大伯都会尽量支持你。毕桥川说了一句，便起身带着毕十三走进了他的房间。13，给，这是2万块钱。谢谢大伯，以后你有需要我的地方也随时开口。毕十三知道这是毕桥川一辈子的积蓄，现在都借给了自己，所以他绝对不能辜负了对方的信誉。毕十三没有休息，他又第一时间去找了周二狗借了摩托车，然后便出发了。因为他上午只收购了2条村庄，毕十三之前可是好几个村庄都贴了告示呢。现在有了2万块钱作为资金，他可以不需要考虑不够钱支付给村民的问题，而且有了摩托车，在时间上也可以减少了很多。最终，经过了一个下午的忙碌，毕十三在几个村庄一共收到了800株野生石斛，而且全部都是铁皮石斛。毕十三直接去了药材店铺换钱。王阿贵看到毕十三这次直接弄来了这么多野生石斛，也是一脸的震惊。要知道平时他这个药材店铺1个月的总量也没有这么多株，不过想到这玩意收的越多，也不担心销量问题，所以他依然是来者不拒。王老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明天可能还会弄来很多野生石斛，不知道你还敢不敢收呢？为了确保明天收购的野生石斛能卖出去，临走之前，毕十三也是特意的问了一句王阿贵：嗨嗨，13老弟，我收，你就算有1万株，我也照收不误。好嘞，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们明天见。毕十三高兴的说了一句，然后便转身离开了。800株，11块钱一株，那就是8800块钱，去掉成本的6400，还净赚了2400块钱。重生之后，毕十三靠着借大伯毕桥川的2万块钱来收野生石斛，一天就赚了4500块。要知道这可是98年，哪怕是在2022年都是一件非常可观的收入。落雪，我回来了。回来啦，13，今天收获如何？嘿嘿，今天收获满满呢，看我还买了烤鸭，今晚我们吃烤鸭。13，你买了这么多烤鸭，我们吃不完啊。落雪，有2只是要送给大伯和周二狗的，这次要不是大伯借了钱给我，二狗借了摩托车给我，我也不可能赚那么多钱。确实应该要感谢一下他们，不过今天你到底赚了多少？嘿嘿，今天赚了足足4500呢。说完，毕十三便把钱给拿了出来，交到了林落雪的手上。林落雪数了数，除了原本的资金外，真的多了4500块钱，顿时就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天啊，这次赚了这么多啊！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林落雪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这么快就赚到了4500块钱。要知道这个时期4500块钱可以买太多东西了。傻瓜，这不是梦，这是现实，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还会赚得更多。好了，落雪你先吃着，我把这2只烤鸭给他们送去，不然送得太晚，他们都吃完晚饭了。毕十三说了一句后，便提着2只烤鸭分别送去给了毕桥川和周二狗，而这事情也很快就在南流村传了开来。这个毕13自从改变了之后，不仅仅十分疼爱老婆，还懂得做人情了。可不是嘛，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这要是以前的毕13，自己有肉吃都不错了，哪里还可能送别人1只烤鸭呢？是啊，我听说了，毕13这2天靠着收购野生石斛赚了不少钱呢，说不定以后我们南流村最有钱的都是他了。站在一旁的潘振夫妻俩听到之后，自然是更加的不爽。而潘振的媳妇黄万兰早已经是深度眼红病了，回到家后便开始有理没理的埋怨潘振。好你个毕13，你小子别以为变好了就可以嚣张了，我明天就偷偷的跟着你，我看你怎么赚钱，老子直接抢你的生意。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他最近不是靠着收购野生石斛赚了一笔钱，我们也可以学他去收购野生石斛。不急，我明天得偷偷的跟在他身后，看他是怎么收购的，又是拿到哪里去卖的才行，不然我们不知道门路可不行。潘振一时也想不出该怎么阻止毕13继续在果园养母鸡，所以只能采取这么一招来阻止毕13变好。黄翠花对这个计划也是颇为满意，然后整个人就脸色突变，不再爆炸。一大早，毕13便早早出发去收石斛。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这次潘振偷偷的跟在了他的后头，在跟了毕131、2个村庄后，他就没有再跟下去，而是直接去了镇上毕13必经的路口那。一会毕13想要卖掉这些野生石斛，必然就会经过这个路口，他在暗中跟在后面配合。而毕13这边今天的收获可谓是堪比昨天还要多，毕竟大部分村民都见到了野生石斛是真的能赚钱，所以都纷纷加大力度的去寻找。一天下来，他就足足收了2000株野生石斛，去掉成本16000。从王阿贵的药材店铺出来后，他足足赚了6000块钱。
原来这小子就是靠赚差价的，老子明白了。躲在一旁的潘震看到毕十三手里拿着的一大沓田后，简直是极度羡慕的眼睛发红。在弄清楚了整个流程后，他打算明天一大早就去跟毕十三抢生意。不能这么便宜了这小子，他不是手里正有钱吗？我联系一下刘老三找他麻烦。刘老三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毕十三现在手里有2、3万块钱呢，他正在镇上往家里回。知道你最近没钱，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潘震说了一句，便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什么？毕十三那小子现在这么有钱了？刘老三听了之后，两眼发亮，他便二话不说，打算去找毕十三弄点钱。反正在村里，他都横行霸道惯了，对任何人都是不需要讲道理和逻辑。奇怪了，我来的时候，这附近可没有大树啊，怎么会突然就出现了一块这么大的木头在这里呢？毕十三看着眼前横在路上的大树，他顿时就感到有些疑惑，不过想着赶紧回家，他也没有想太多，把车停在一旁，便打算走过去把大木头扔到了一旁。毕十三，你小子终于出现了，我可是等了你好久了呀！就在这个时候，刘老三带着他的几个狐朋狗友拦在了毕十三的前后。毕十三也终于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刘老三搞的鬼。刘老三，你想干嘛？我老婆借你的钱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毕十三，我这次可不是来向你要钱的，而是来向你借钱的。向我借钱？我可没有钱借给你。毕十三知道这刘老三的品行，那可是比之前的自己都不知道混蛋了多少倍。历来他借别人的钱都不存在还这个字的说法，谁借钱给他，就等于是直接给他一样的。你小子少他妈的糊弄我！我可听说了，你手里头有2、3万块钱呢，我要的也不多，借我2万就行了。刘老三的话让毕十三颇感震惊，自己手里头有2、3万块钱，他是怎么知道的？要知道这是我刚刚靠着今天的野生石斛换的钱，落雪都还不知道呢，他刘老三就提前知道了。你小子到底借不借？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告诉你，你要是不借，那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刘老三，你是怎么知道我手里有钱的？我是怎么知道你就不要管了，你小子只管把钱借给我就行了。一句话，到底借不借？我为什么要借钱给你？为什么？就因为老子是刘老三，你要是不借，我弄废你一条腿，看你以后还怎么嚣张。上次被毕十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耳光，刘老三可一直都记着这个仇。现在周海山他们不在，他更是想把这个仇给报了。所以如果毕十三真的不借给他的话，他也就不管3、7、21了。刘老三，现在已经是法律时代了，你这样做是犯法的，是要去坐牢吃公家饭的。吃你狗屁的公家饭！你就一句话，到底借不借？刘老三是个粗人，他可没有耐心跟毕十三说太多。不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有权不借给任何人。好你个臭小子，那可就不要怪我了。说完，刘老三便直接就冲了上去。当他一脚飞过来，试图踹到毕十三的时候，毕十三一个快速的闪躲，他就彻底扑了过去。然后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后，毕十三直接就在他背后踢了一脚过去，他连滚带爬的就倒在了地上。刘老三，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把我怎么样，我就把你偷偷拿王重阳钱的事情说出来。你小子怎么知道我拿了王重阳的钱？这个王重阳在南流村可不是普通人，他儿子在蜀那是领导。刘老三前几天因为没钱输糊涂，又喝了点酒，便偷偷的半夜爬进去了王重阳的卧室，拿了2000块钱。事后王重阳的儿子高度重视，说一定要查到是谁干的，然后送去吃牢饭。奈何这个年代的技术还没那个发达，一直没有找到刘老三头上。真不巧了，我刚好看到。相信王重阳的儿子是干什么的，你心里面最清楚吧？毕十三这么一说，刘老三便开始慌了起来。毕十三，你特么敢威胁我？你信不信我把你弄消失？来，刘老三，你试试看咱俩谁先走。毕十三料定了刘老三不敢这么做。这个时期法律已经非常健全了，他可以胡作非为，但是却没有那个赶人的胆量。行，毕十三，你小子给我走着瞧，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刘老三放下一句狠话后，便转身离去。毕十三也松了口气，毕竟他们那么多人，不拿点真东西出来，刘老三是不会放过他的。万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毕十三那小子这次不嘎也得住院好一段时间了。他想继续发财，做梦去吧。真的吗？那意思是他以后也会和我们一样穷了？那是当然，他这次被刘老三半路带到了。上一次他可是打了刘老三耳光，以刘老三的性格，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还有是他继续穷，我们可不会再穷了，因为我已经摸清了那小子的赚钱套路了。我明天也去效仿，我们也跟着赚钱。真的吗？那我们以后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就让毕十三他们自个继续穷下去吧。不过嘛，就是收购野生石斛需要一些资金，你知道我手头紧，所以还得你去娘家借点钱才行。行，只要是真的能赚到钱，我明天就回娘家去借钱。殊不知，就在他们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的时候，毕十三已经骑着摩托车回到了家。看到毕十三回来后，林若雪便第一时间就走出去。十三，你总算回来了，我还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情呢。毕十三笑着说道：“看你说的，我还能出什么事情？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下午又眼皮跳跳的，总觉得你会出什么事情，可能是我想多了吧。看来我们还真是夫妻连心啊！不瞒你说，刚刚确实出了点意外，不过好在都解决了。”毕十三对于刚刚遇到刘老三的事情，并没有跟林若雪说，毕竟他肚子那么大，再影响到胎气。没事就好，我都担心死了。嘿嘿，没事，
看我今天赚了多少。B13当即便把今天赚的钱给拿了出来。林落雪接过后数了数，一脸不可思想的表情。6000块钱啊！今天赚了6000块钱啊！不错，今天足足赚了6000，加上昨天的4000多，我们2天就已经有1万来块钱进账了。天啊，这简直像是做梦一样！你也太厉害了吧！林落雪不禁越来越佩服自己的这个男人，毕竟这可是一天赚6000块钱啊！之前他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这个男人用1天就赚到了。而此时的 B13，他已经有一种预感，收购野生石斛不长久了。特别是今天刘老三那么蹊跷的知道自己有2-3万块钱，就说明了自己靠着野生石斛赚到大钱的秘密很快就会被人知道。落雪，收野生石斛不长久了，钱也赚得差不多的，我打算再收1天，就要把重心放回到绿壳鸡蛋母鸡的养殖了。目前只有50只母鸡，虽然它们暂时每天都产蛋，但是数量还是少了一点。我打算把数量增加到500只，也就是再去购买450只回来。B13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给了林落雪听，林落雪则是一脸崇拜的看着他说道：13，只要是你确定的事，我都支持你，你大胆的去做吧。看到眼前的林落雪这么支持自己， B13的心里面小鹿乱撞，一脸幸福的表情。第二天 B13便再次来到了王寡妇村来收石斛。王大姐在家吗？哟，是13弟弟啊，吃饭了没呢？要不要我下点面给你吃？谢谢王大姐，改日吧，我今天是来收购野生石斛的哦。13弟弟，不好意思，今天的野生石斛我可不卖给你了。不卖给我了？这是怎么了，王大姐？没什么，我只是想留着自己来卖而已。其实今天在你之前就有一个小伙子来收购野生石斛了，不过我们村民都没有卖给他，所以我劝你也不必浪费时间了。什么？刚刚有一个人也来收购野生石斛？ B13听到这里不禁感到惊讶，难不成自己的预感是对的？今天的情况真的是不妙。可是这个来收购野生石斛的人到底是谁呢？是啊，那小伙子年纪看着和你差不多，好像也是你们南流村的人，不过他也是一株都没有收到。B13能想到的除了周二狗之外就是潘震了。周二狗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他现在摩托车都借给 B13了，他真要收购的话也会和 B13一起过来。难不成这个人是潘震？如果真的是潘震的话，昨天刘老三知道自己有2-3万块钱的事情，肯定是他告诉的，也只有他有这个坏心眼。行吧，既然你们不愿意卖给我，那我也尊重你们的想法。B13虽然有些意外，但是也不至于很失望，毕竟他也是最后1天收石斛。在和王寡妇聊了几句后，便掉头离开，赶往了其他村庄收购野生石斛。可其他村庄也都是相同的情况， B13也就不打算再去折腾这个事情。这些村民肯定都是知道了自己拿去药材店铺可以得出高价格，所以都统一的不再卖给自己，再继续去收购也是浪费时间。得老子的，真是邪门了！昨天看着 B13那小子收了那么多野生石斛，老子今天怎么一株都收不到？潘震眼看赚钱计划要失败后，本想直接回去，可是看到兜里的5000块钱撑得的鼓鼓，他的牌瘾又犯了。这样回去肯定又会被那臭婆娘骂一顿，还不如去玩一把，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白捡5000块钱。潘震自我安慰了一句，便直接把自行车调转一个方向，朝着他熟悉的牌馆去了。而此时的 B13正在镇上吃扣肉粉，吃饱之后，他便打算出发去购买绿壳鸡蛋的母鸡。就在此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后生仔，你别走，可是找了你好久了，你千万别走。”这道熟悉的声音正是幸福饭店的老板肖海洋。他看到 B13后，也是立马就激动了起来。这一时让 B13有点懵逼。啥情况？该不会是上次卖给他的绿壳鸡蛋出了问题了，来找我算账了？上集说到，王寡妇等人不再卖野生石斛给 B13 转身遇贵人。13老弟，你莫走。肖老板是你啊，我不走，真是巧了，在这里遇到你。是啊，真是太巧了，要不是在这里遇到你，我一会还得去你家找你呢。去我家找我？该不会真的是绿壳鸡蛋出了什么问题吧？肖海洋才这么着急的要找到自己。是啊，你的那些绿壳鸡蛋品质太好了，我师傅吃了之后简直是赞不绝口，他还让我一定要找到你，然后看看你有没有货呢。B13一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对方不是因为绿壳鸡蛋出了问题才着急找他，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这些绿壳鸡蛋太好吃了，他没有货了，所以才着急的找 B13进货。肖老板，我那有货，只是最近忙着其他事情，所以才没有去找你而已。那就太好了，我师傅还在我饭店那里，你要是方便的话，去我那里做客，然后我们再聊一下进一步合作的事情，你看如何？没问题，那肖老板你带路。叶师傅，我们不用去南流村找绿壳鸡蛋的供应人了，我刚刚在外面遇到他了，我已经带他过来了。13老弟，这位是我师傅叶吉平。叶大厨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你好啊，小伙子，你的绿壳鸡蛋非常不错。我做厨师那么多年，很少遇到这么好的食材的。谢谢你的肯定，这些绿壳鸡蛋全部都是果园母鸡产的，所以在质量上确实非常不错。你要是喜欢的话，我明天再送一些过来给你品尝。B13知道像叶吉平这种大厨师，在饮食行业那可是人脉非常广。就比如他的徒弟，指不定就是哪个5星级酒店的总厨，又或者是像肖海洋这样的开一个饭店的老板，这些都是自己潜在的客户。所以送一些绿壳鸡蛋给叶吉平，相当于给进一步合作铺个路。哈哈哈，你这孩子真会说话。绿壳鸡蛋那么贵，我可不好意思要你的，要的话
我就是直接采购你的了。嘿嘿，是这样的，13老弟，我叶师傅他是想和你合作，当然我这边也想和你进一步合作，以后你的绿壳鸡蛋就定时给我送货就行了。如果能进一步合作，我当然是非常愿意。不过我手里头目前只有50只母鸡，我已经准备去再次采购几百只母鸡回来，到时候一天几百个绿壳鸡蛋的量应该问题不大。在没有遇到萧海洋之前，B13就已经打算去扩大养殖了，现在又遇到了萧海洋，而且还主动表示要和自己进一步合作，B13自然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吧，13老弟，你家里目前的这50只母鸡产的蛋，以后都送我这里，价格还是老样子。好嘞，多谢萧老板的信任。那叶师傅，你看看你那边要怎么搞？叶大厨，这样吧，鉴于我现在绿壳鸡蛋的产量有限，我们可以先签订一个合作协议，等我增加母鸡数量、绿壳鸡蛋数量上去了，然后我们再进行正式的合作交易，你看如何？B13可不愿意错过叶继平这样的大鱼，所以还没有等对方说话，他就先说出了自己的方案。行吧，目前也只能这样了。我现在在县城一家5星级酒店做行政总厨，到时候你就直接送到我们花园酒店就行。好嘞，只要叶大厨有需要，我随时为你服务。别看叶继平虽然白发苍苍，但他在酒店以及饮食界有着足够的权威和说话权。B13和他有了绿壳鸡蛋的合作，其他方面的合作后续也可以慢慢的展开。客气了，小兄弟，我就是看中你这些绿壳鸡蛋纯天然，味道比较独特。于是两人就绿壳鸡蛋上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商谈。叶继平的计划是要 B13每次不定时的提供500个绿壳鸡蛋，B13对此表示没有问题，只是由于他家里目前还没有做鸡，所以联系的话也还得委托萧海洋这边处理。看来得快些赚到更多的钱，拉一个座机才行，不然太多东西要弄了，而这些都是要资金才能进行。有了前世的经验，B13在合作方面比任何人都要成熟，他很清楚口说无凭这种事情，于是他要求和叶继平以及萧海洋都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书。毕竟有了合作协议书，这生意就算是稳住了一大半了。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今晚我请两位吃个晚饭吧，好好的感谢你们。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不过今天我还要到朋友那里吃石耙子，所以改天吧。石耙子？你们说的是那种无法人工养殖，只能野生的石耙子？石耙子学名石耙照，是非常的难得和昂贵的一种鱼种，主要原因是至今都无法人工养殖。就说前世的2022年，他所知道的野生石耙子已经卖到了大几百块钱一斤，甚至有些地方1000多块钱一斤。是啊，这玩意现在越来越少了，想要买到可不容易，我们花园酒店都经常没有货呢。这个时期的石耙子虽然在各地已经开始减少了，但是南流江还有很多，那要是自己去弄个几十斤的，岂不是又可以狠狠的赚一笔？叶大厨，你计划在骆家镇逗留多少天呢？大概也就2、3天吧。怎么了？那好，我这2天去找一下石耙子，然后有的话都卖给你，带回去如何？13老弟，你那里有石耙子？当然有，只是我也不知道能捉到多少。那好，只要你能真的捉来石耙子，我立即收购带回去。至于价格嘛，那就得等看到石耙子的情况再说了。没问题，那我这就回去准备一下，到时候有货了，我就来幸福饭店这边。B13简单的和他们聊了几句后，便离开了幸福饭店。本来按照计划，他是要去买几百只绿壳鸡蛋的母鸡的，但是现在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于是从幸福饭店出来后，他就直接去到了杂货铺，买了一些捕捉石耙子的工具。13，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落雪，今天收不到野生石斛了，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什么？收不到了？昨天不是好好的吗？正如我所料，这些村民都学聪明了，知道我拿到药材店铺能赚到钱后，他们都选择自己拿去卖了。这么快他们就知道了？嗨，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要不是他们不卖给我野生石斛了，我也不会有其他收获呢。B13当即就把在镇上遇到了萧海洋以及叶继平的事情跟林落雪说了一遍，意思是只要我们养殖了，就不用担心绿壳鸡蛋的销路问题了。是的，这才是长久且稳定的赚钱生意。明天我就去采购几百只母鸡回来，不过我现在得先去挖点蚯蚓。挖蚯蚓？你要挖蚯蚓干嘛？放到笼子里面捉石耙子，那些石耙子最喜欢蚯蚓的腥味了。捉石耙子？是啊，刚刚忘记告诉你了，这玩意可贵得很，最少都得几百块钱一斤呢。你这家伙又跟我开玩笑，哪里有那么贵的鱼？而且那石耙子小小的，也没有多少肉，怎么可能那么贵呢？落雪，我没骗你，这事情是真的。我今天遇到的那个叶大厨表示了，如果我真有石耙子的话，他愿意高价收购。天啊，那玩意真的有那么贵啊？那你何不像收购野生石斛一样，也去其他村庄收购呢？落雪，石耙子可不像野生石斛，不是每个村庄都有的，不然它也不会卖得那么贵。所以我们还不如安安静静的去捕捉，去赚钱。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来帮你。不一会儿，B13跟林落雪便挖到了好多蚯蚓，然后 B13拿着买回来的竹笼向南流河出发。这种石耙子一般都是喜欢在水流清澈又湍急的地方，B13对此颇有经验了，直接就快速的找到好的河流地点，然后把竹笼放了下去。他一共买了20只竹笼回来，至于能收获多少，他也没有把握，那得等到捡起来的时候才能知道。不过他想过了，今晚睡觉前来捡一次，然后有货的话就放到桶里面，再继续放蚯蚓下去，诱惑另外一批石耙子进来。20个竹笼都操作放到南流河完毕后，B13便直接去了大伯壁桥川的井。
13啊，你这么快就赚到钱了？看到 B13真的是3天后就来将2万块还给自己，毕乔川也是颇感惊讶。是啊，大伯，这还得多亏了您对我的信任，要不是您借钱给我，我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赚到那么多呢。13，大伯这不着急，你再拿去多赚点，过几天还我就行。谢谢大伯，不过现在可没有那么好赚了。那些人知道野生石斛能赚钱后，今天都不肯卖给我了呢，所以这钱你还是先拿着吧。另外，这300块钱是给你的利息。你这孩子都是一家人，要什么利息？你要是给我利息，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大伯。这300块钱你就自己留着。B13再次递过去几次，毕乔川也没有要，他只好无奈的收了回来。谢谢大伯，等我赚到大钱了，一定不会辜负你。傻侄子，都是一家人，说这种话干嘛？只要你和落雪能够好好过日子，我这个做大伯的就很高兴了。经历过前世， B13更加懂得了能有人希望他过得好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所以他心里面也默默的发誓，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报答毕乔川一家。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也不知道石耙子的收获如何了。要是全部竹笼都能有余的话，简直可以说是又能小赚一笔。B13便提着桶来到了南流将它放置竹笼的地方，然后开始提起了第一个竹笼。嚯，好家伙，这么沉，看来有货了。果然，当把竹笼提上来打开的时候，里面有好几条石耙子。嘿嘿，这几条石耙子虽然都不是很大，估摸着也就3两左右一条，但几条合起来也有个1斤多了。B13把这些石耙子放到桶里面后，他重新放了蚯蚓进去，然后又把竹笼放回了原来的位置上。接着，他走到第二个放置竹笼的地方，用手快速的提了起来。打开竹笼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我操，这么大一条石耙子，这得有1斤多重，这下真是赚大了呀！B13又接着去打开了第3个、第4个，一直到所有竹笼子都打开，最终确认只有8个竹笼装到石耙子。这8个竹笼的收获可不小啊！这桶里的石耙子少说有个10斤以上，按照我所知石耙子的价格，这可是一笔不错的财富。B13便高高兴兴地提着这些财富回了，真是秦始皇吃麻椒，瘾起飞了。就在 B13将昨晚捉的石耙子带到叶继平面前时，他一脸震惊地说道：“天啊，这么多石耙子啊！我看有2条还蛮大的呢，那得有1斤多吧？”是啊，有2条单个估计在1斤往上。太好了，现在能遇到这么大的野生石耙子可不容易呀！嘿嘿，所以叶大厨，你看看这2条这么大的石耙子，你给多少钱1斤呢？B13可不傻，从对方说话之间，他已经判断出来了，不同体重的石耙子价格肯定不同，所以他直接单独问了这2条大的石耙子的价格。这样吧，这2条大的石耙子，我就给你500块钱1斤，至于其他小点的，统一给300块钱1斤，你看如何？好，没问题，那就按照你说的这个价格来吧。双方价格确定后，肖海洋就用他饭店的秤砣过了一下秤，最终2条大的石耙子一共是2斤7两，然后其他小点的一共是11斤3两。2斤7两的500块钱1斤，那就是换得1350块钱；11斤3两的300块钱1斤，那就是3390块钱。B13这一波就一共赚了4740块钱。叶大厨，这些石耙子就交给你了。不过我得提醒一下你，这些石耙子可不易活，所以你得想个办法，怎么把它运回县城的花园酒店才行。没事，这我自然懂，一会我就让大巴司机给我运回去。大巴司机运回去？叶大厨，你今天就回县城了吗？不，我暂时还不回去，我是让回县城的大巴司机带货的方式带回去，给他一定的票价就可以了。然后到了汽车站那里，我再让酒店的人去拿就行。叶大厨，你叫的这个司机可靠吗？石耙子那么珍贵，万一……这一点你就放心吧。这个大巴司机是我远房亲戚，他女儿现在就在我酒店做会计呢。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一招来把绿壳鸡蛋送货到花园酒店？不然这个时期的自己暂时没有车上县城的话，确实很麻烦。而有了大巴司机的帮忙就不一样了，一切就容易多了。叶大厨，一会我和你一起去找这个大巴司机如何？哦，13小友，你有什么想法吗？嘿嘿，叶大厨真聪明，被你猜对了。我是有个想法，那就是以后我给你们花园酒店供应绿壳鸡蛋的话，也打算托这个司机帮忙运到县城总站那边。没问题，只要对方愿意和你合作，我没意见。大不了到时候我安排人去车站接一下就行了。好嘞，多谢林大厨了，那我们走吧。表舅，你来了。小福，这位是 B13，我的这些野生石耙子就是他卖给我的。13小友，这位就是我侄子张福。张大哥好，很高兴认识你，叫我13就行。你好13，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嘿嘿，张老哥，是这样的，我和你表舅的花园酒店就要长期合作了，所以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就是以后我的鸡蛋让你帮忙运到县城那里，你看如何？你放心，我不会白让你帮忙，每个月除了基本的运费外，还给你200块钱。行，没问题，给子木200块钱，都是朋友，到时候你随时来找我就行。嘿嘿，13弟弟，200块记得给零钱哈，我怕被我老婆发现一锅端了。嘿，好嘞，张大哥，没问题。毕竟一个月200块钱压根不算什么，好过他来来回回的跑县城，麻烦不说，还浪费时间。特别是现在林落雪又在临近生产期，更不能随便出远门。从车站出来后，B13简单的和叶继平聊了一句，然后便告辞了。
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进货绿壳鸡蛋的母鸡。于是乎，B13再次踩着3轮车来到了王富贵的养殖场。哟，小伙子，是你啊？怎么了？又需要母鸡了？这次还需要多少啊？不错，这次我又是来进货母鸡的，不过这次要的数量比较多，不知道你那里是否有足够的货呢？那是当然，我那里好几百只母鸡呢，你要是能一次性要完，我求之不得。那行，你带我去看看，我再决定要多少只。没问题，你跟我来。来此购。小伙子，这就是我这的全部母鸡，你看看，要是要的多的话，我一会安排一辆小奔马给你送回去。B13最初的计划是进购450只左右的母鸡，但是现在的他决定多增加一些，这样的话，绿壳鸡蛋的数量才会有保障。而且现在已经证实了绿壳鸡蛋是有赚头，干脆一次性搞大一点，到时候也可以继续找其他酒店合作。王老板，那我要700只成年母鸡。神马700只，小伙子你胆子够大了，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胆子大的。王富贵听到这个数量，可高兴坏了。为了能尽快捉完，他直接就动员了全家兄弟姐妹一起过来帮忙。最终，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忙碌后，终于把这700只母鸡给全部都装到了笼子里面，放到了他请过来的小奔马上面。王老板，我记得上次你说过，超过100只的话，就给我少1块钱一只，这话还算数吧？当然算数，你就给9块钱一只就行了。好嘞，那就是79663，爹，这是6300。小伙子，你这是一次性就直接把我的母鸡都清空了。下次需要的话，估计得等一段时间了。没事，我暂时也不需要母鸡了，把这些带回去，好好的养殖好再说。B13的这句话已经算是委婉的给对方提了一个醒。这一批进货后，他就打算自己进行孵化鸡苗，不再在外面进货。王老板，那咱下次有空再合作，我就先走了。B13告辞后，便踩着他的3轮车走在前头，后面拉母鸡的小奔马则是紧跟在后面。由于小奔马的动静比较大，而这个时期的乡村都相对安静。当 B13带着小奔马回到南流村的时候，整个南流村也都知道他买了几百只母鸡回来养殖的事情。这个 B13胆子真是够大啊！一次性就买了几百只母鸡回来啊！养殖几十只还行，一下子养殖几百只，他都不怕的鸡瘟吗？可不是嘛 ，B13该不会是飘了吧？觉得自己最近运气好，然后打算搏一把。投资这个事情可不兴搏呀，而且他一次性买几百只回来，光养着这些母鸡都需要不少成本。你们怕不是忘记了 B13以前是做什么的吧？以前他就是一个赌徒，所以即使他现在改变了，骨子里面的赌性还是没有变。对于 B13购买几百只母鸡回来养殖的事情，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在不少村民看来， B13这是一次冒险的行为，更有一些心里面妒忌和眼红 B13变好的人，直接表示 B13骨子里面的赌性还并没有改。而 B13这边为了方便卸货，他直接就带着司机把小奔马开到了果园门口，不一会就把700只母鸡都卸下来后， B13便感谢了一句对方。师傅，真是谢谢你了，需要我带你出去吗？不用，我认得回去的路，你打理好你的事情就行，不用管我。司机说了一句后，便开着他的小奔马回去了。13哥，你真的购买了几百只母鸡回来呀？此时，碧翠花走了过来，原来他是听到村民都在议论13买母鸡的事情，他过来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不是嘛，足足700只呢，加上原来的50只，一共就是750只了。天啊，13哥，你这养殖是直接上规模了呀！华妹，这只是一个开始呢，等到后面7000只都有可能，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13哥，我将会是方圆几百公里的养坤大户。此时的潘震，他也听说了 B13买了几百只母鸡的事，这让他觉得 B13一定是除了野生石斛之外，又找到了什么赚钱的方式。于是他又计划着去暗中弄清楚 B13是怎么赚钱的，他也要效仿，要把 B13的生意都给抢。B13，我特么就不信邪了，你能赚到钱，我就不能赚到。果园这边 ，B13和碧翠花两人忙活了好久，才把700只母鸡都放到了果园里。13哥，没有想到就光是放700只母鸡到果园都够累的，我得回去冲个凉，一身汗味，难闻死了。说完，碧翠花便转身回去，而 B13这边则是准备了几个盆子，用来放一些水给母昆们喝，还给他们放置一些干的稻草，是为了防止母鸡随便把绿壳鸡蛋产在地上，规避下会出现破裂的情况。13，这阵子辛苦你了，等到这2个小家伙出事了，我就能帮你的忙了。落雪，放心吧，等过阵子我就请人干活了。请人？不错，想要赚更多的钱，就要把产业扩大、规模化，所以请人是必不可少的。赚不赚钱的不要紧，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虽然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变好，但是我也不想看到你累死累活的。只要我们一家人日子能够过得安稳就行了。类似的话语，林落雪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B13知道她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这个女人就是太好、太善良、太体贴人了。正因为如此 ，B13更应该努力的赚钱，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落雪，你放心，我心里有数。走，我们去吃饭。在吃完了晚饭后 ，B13也没有歇着，因为今天忙了一天母鸡的事，他还没有把竹笼放到南流江那边装饰。
耙子，他得趁着时间还早，尽快的把烛龙放到南流江去。来到南流江后嘛，B13还是选择了把烛龙放在了昨天的那个位置。这些玩意都是群体出现，昨晚在这里装了那么多，想必这里还会有很多石耙子。把烛龙都放到南流江后，他便回去。次日的早上 ，B13醒来的第一件事情依然还是跑到南流江那边看自己的收获。这次明显没有昨天那么多的收获了，只有5个烛龙是有货的。不过好在这5个烛龙里面的石耙子个头都比较大，整体的重量还行。回到家后 ，B13将石耙子放到了厨房，在给林落雪做了早餐后，他便去果园喂那700多只母鸡了。奥利给，干起来！虽然喂这750只母鸡不是小数量，但为了落雪以后能有个好生活，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此时，在家不放心 B13的林落雪叫上了碧翠花，来到了果园。13哥，今天有多少个母鸡产蛋呀？落雪，花妹，我还没有开始捡呢。那我来帮你捡吧，嫂子你就站着拿篮子就行了。碧翠花对捡绿壳鸡蛋可是充满了兴趣，B13也就成全了她。正好她现在还没有时间去忙捡鸡蛋的事情，这些母鸡太多了，她得弄很多食物给它们吃，然后还得分好多个地点给它们进食。13哥，好像今天的鸡蛋特别多耶，看样子不止50个哦。不止50个，那意思是昨天买回来的母鸡有部分已经产蛋了。这些母鸡都是成年母鸡，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真是如此，那可就太好了。是啊，一会我让嫂子数一下，现在还有不少鸡蛋没有捡呢。等到10几分钟后，碧翠花终于把所有绿壳鸡蛋都捡完了，而林落雪则是将碧翠花捡来的鸡蛋都给数了数。13，花妹，一共是93个绿壳鸡蛋。这么多呀，那意思是除了之前的50只母鸡外，另外还有43只母鸡也产蛋喽。是啊，不过这次的绿壳鸡蛋都比较脏，有些都滚到鸡粪上面了，回去得清洗一下。林落雪的一句话突然就提醒了 B13，她忘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现在几百只母鸡同时的养在一起，就会产生出很多鸡粪。之前由于数量不大，这个问题并没有察觉，但是现在可不同了。母鸡所产生的鸡粪，除了会发臭之外，还会导致果树的死亡。落雪，我等会就去镇上买一些蛇皮带回来，然后就去招个工人，专门来清理这些鸡粪。于是从果园到家后 ，B13就开始动笔写招聘启事。这个时期的工钱都相对便宜，基本有个10几块钱就能有人干活了。B13本也打算给个符合这个时期的价位，但是转念一想，想要工人做事情积极和负责，那就得把工钱给高一些。他决定把工钱比同时期提高2、3倍，直接给个30块钱一天。不会吧 ？B13还请人清理鸡粪，这是要当老板的节奏。如果只是简单的清理一下鸡粪就能有30块钱一天，那挺划算的。这不仅仅是划算，简直是天价工钱了。这个时期，你去哪里找到一天这么多钱的工作？是啊，B13可真大方。要不是我受不了那股鸡粪味，我都想去干这活呢。我能受得了，都是农村人，有什么没闻过？我这就去找 B13问问是不是真的。说话的这个人叫做陈阿六，也就是六婶的老公。他最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听到村民们的议论后，便立马去找了 B13，想问问是不是真的。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就在 B13张贴出要一天30块钱招聘工人时，之前看不起 B13的人纷纷找了过来。13，我看到你要招聘清理你果园鸡粪的公告，这事情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每天下午去清理一遍就行了，30块钱一天，怎么了？六叔，你有兴趣吗？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活我可以干。不过我们可说好了，30块钱一天，你不许耍赖啊！当然，我说了30块钱一天就30块钱一天，你要是不信任我，我也可以和你签订合同。那老板，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呢？六叔，我还没有准备好蛇皮袋，等明天下午你就正式的开始。那好，毕老板，我明天下午再来找你。说完，陈阿六便转身回去了。此时的村民们也都相信了 B13请工人干活是真的，这让他们感慨不已。潘震看到后，心里面又是一阵酸溜溜的，他也更加确定了 B13还有其他赚钱的门道，于是他偷偷的躲在了村口，等着 B13出现，然后在背后跟踪他。此时 B13和昨天一样，来到了幸福饭店这边，而他并没有发现背后有潘震的跟踪。看到 B13抓的石耙子，叶吉平对于此也是十分的满意，再一次全部都要下。B13这一批的石耙子则是卖出了3000块钱。好你个 B13，石耙子竟然那么赚钱，你却偷偷的藏着不告诉我们，我这就回去捉石耙子，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赚钱。什么？这石耙子那么赚钱啊？那还等什么呢？我也去抓。不错，如果真是这么好赚的话，我还种个屁地啊！我这也去捉石耙子。难怪 B13最近又买这个又买那个，原来是靠石耙子赚到的钱啊！我这就回去拿网去捉石耙子。一时间，整个南流村的人都知道了石耙子能卖大价，然后他们便纷纷的拿了自己的工具去南流江捕捉石耙子。此时回到家的 B13听说村民们都去抓石耙子时，颇有震惊。不过他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只是不知道是潘震在背后搞的鬼。但是他的心里面却并不慌张，也没有过多的失落。有着重生者的记忆，他有的是赚钱的门道。晚上 ，B13吃完晚饭后，他并没有像昨天一样再去放烛龙装石耙子，而是坐下来和林落雪商议着接下来的计划。目前 B13手里头还有1万块钱左右的资金，而他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比如买摩托车、安装座机、彩电以及盖房子等等。落雪，
我想明天去买一辆摩托车。买摩托呀，也是。现在你经常要上镇上，有辆摩托车就不会那么累了。总是接二狗的也不是办法。这个时期的摩托车价格有所不一，B13并不打算买特别贵的，他决定买台5000多的就行。毕竟现在700多只母鸡要养殖，他也得需要一定的资金在手。至于安装座机，那需要去电信局申请，然后费用也得在1、2千块钱左右。所以 B13的想法还是等到绿壳鸡蛋能够正式的和花园酒店交易了，才去操作这个事情。经过林落雪的同意，买摩托车的决快的确定了下来。第二天的早上 ，B13醒来后就来到了周二狗家，打算让他开摩托车送 B13到镇上。二狗，你今天有事吗？怎么了，13？我没事，是不是又要借摩托车了？不是，二狗，我是想让你送我到镇上，我要去买辆摩托车，你给我送过去，到时候我自己开回来就行了。什么？你要买摩托车了？不错，我现在在创业初期，需要经常往外面跑，老是借你的也不得劲。行，没问题，我一会就搭你去镇上。此时，另外一边，潘震这个时候才刚醒，他才想起来去卖自己昨天捉的石耙子，然后便立马就提着石耙子出门。而那些昨天捕捉到石耙子的村民也是如此，在村口等着潘震一起赶往了镇上，打算靠着卖石耙子赚笔钱。潘震，你小子没有糊弄我们吧？这些石耙子真的能赚钱吗？一些村民显然还是不太相信潘震所说的，毕竟他们世世代代都在农村生活，也都见过太多石耙子这种玩意。我骗你们干嘛？我亲眼见到 B13拿着石耙子去卖了换钱的。那好，我们这就跟你一起去。要是你骗我们，我们可饶不了你。看到潘震说的如此信誓旦旦，村民们也就跟着潘震来到了镇上。此时的 B13已经和肖海洋交易了今天的绿壳鸡蛋，然后听到 B13要买摩托车后，肖海洋表示他堂弟就在镇上卖摩托车，可以帮忙介绍一下，弄个优惠一点的价格。B13便立即就请肖海洋带他去往那里。就在肖海洋走后，幸福饭店也就剩下了他的老婆在看守。也就在他们刚走了10几分钟，潘震就带着村民来到了这里。你好，请问是你这里收购石耙子吗？我们都是来买石耙子的。什么石耙子？我这里不收购。让潘震想不到的是，肖海洋的老婆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关于 B13和叶继平的交易，只有肖海洋自己知道。可是你这里不是收购石耙子吗？我昨天还看到有人拿过来卖了。我说了不要就不要，我是这里的老板娘，难道我还不知道吗？此时的潘震则是一脸尴尬，因为他身后还有好多个村民呢，这些人都是听了他的话，所以才去捉石耙子的。现在幸福饭店却不收，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你个潘震，我就说了，石耙子不可能有人要，你小子就是在玩我们。不错，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南流村生活，石耙子真有人要的话，我们早就发达了，还会这么穷？可不是吗？这个潘震把我们都给骗了，我可是要回去了，丢不起这个人。还没有等被潘震解释，身后的村民这个时候都感觉自己被他忽悠了，非常生气的就转身走。此时 B13那边靠着肖海洋的熟人，最终花了5780块钱买了一台崭新的摩托车。肖老哥，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不然我也不会这么便宜就买了辆摩托车。客气啥？三儿都是哥们，以后我们还需要长期合作呢。就这样 ，B13便开着自己崭新的摩托车回到南流村了。刚刚那个开着新摩托车路过的人，好像是 B13爷。不错，我也看到了，是那小子。对对对，就是他，真是活见鬼了！1个月前连吃肉的钱都没有的人，现在不仅仅搞起了养殖，还能有钱买新的摩托车。B13买了摩托车的事情，瞬间就在南流村传开了。而 B13则是来到了大伯毕乔川家，给他送些在镇上买的落水包。毕乔川看到 B13过来后，一脸欣慰的说道：“13啊，我刚听说你买了新摩托车，看到你现在有出息了，我这个大伯真为你高兴。”是啊，大伯，刚刚买回来，我顺便还买了一些落水包，特意给您送过来点，让您尝尝。13，你真的是靠石耙子赚到钱的？是的，大伯，我最近2天是靠着石耙子赚了大几千块钱。大伯怎么会突然问这个事情呢？也没什么，我刚刚听村里人说，今天潘震带着他们去镇上卖石耙子了，可是都没有卖出去，所以我才好奇的问一下。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他们的石耙子都还在吗？此时的 B13突然想到了，就是他可以收购村民们手里头捉到的石耙子，然后转卖给叶继平。毕竟这些石耙子在他们手上也是卖不出去，卖给 B13还能赚一笔钱。应该都还在吧？我也不太清楚。那行，大伯，我就问问他们的石耙子还在吗？在的话，我就全部都要了。B13说了一句，便立马转身向村中 CBD 走去。就在 B13刚出来毕乔川家门时，迎面就碰到了六婶。呀，是13啊！你小子有出息了呀，突然就买了新摩托车了。六婶啊，对了，六婶，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什么事？能帮忙的我都帮你。是这样的，六婶，我听说村民们捉了一些石耙子都没有卖出去，然后我想买下来，麻烦你去跟他们说一声，就说如果有石耙子的都可以拿到我这里卖，大的话就100块钱一斤，小的就50块钱一斤。六婶在南流村可是个出了名的传话头，只要他知道的事情，基本全村也很快就会知道，所以 B13才灵机一动，打算让他帮忙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行，我这就去给你宣传宣传。很快 ，B13收拾耙子的事情就被六婶在南流村传来，一帮人便找到了 B13家门口。B13，你真的愿意收购我们的石耙子吗？此时的村民们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毕竟他们今天跟着潘震去了镇上，也都没有卖出去。当然，只要超过1斤重的石耙子，我统一100块钱1斤；低于1斤重的石耙子就是50块钱1斤了。不过这里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活的，半死不活的我可不要。可是潘震说，那些大的石耙子400一斤呢，小的也要200一斤。要知道叶吉平回收 B13石耙子的价格可是大的500一斤，小的300一斤。但是 B13清楚的记得，重生前眼前的这些村民对他可谓是冷嘲热讽，不仅霸占 B13的田地，还将他赶出了村子，没一个对他好，所以 B13便故意把价格压低。那你们就去找潘震卖吧，我这就是这个价。听到 B13这么一说，他们也不好再争辩下去，毕竟跟着潘震过去，人家一个都不收，卖给 B13还能多少赚点。那好，我们都卖给你，我们也懒得去折腾，还不如卖给你方便一些。对，我也卖给你。村民们听到砸在自己手里的石耙子终于能卖出去后，都十分的激动，纷纷都吵着要卖给 B13。你们别急，一个个来，只要有的我都收。B13说完，便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拿过来的石耙子称了一，最终大的石耙子一共收到了4斤，小的石耙子则是收到了10斤，除去成本后 ，B13则是赚了4100块。另外一边，潘震睡大觉醒来后，听说了村民们都把石耙子拿去卖给 B13后，顿时就是气得脸色发黑。好啊，没想到不仅没能抢到 B13生意，还反而让他赚得更轻松了。擦！潘震一番操作下来 ，B13不仅没有损失，还不费吹灰之力轻松赚了一笔大的，这让潘震比吃了粑粑还难受。而他自然还不会就此死心，心里面便又开始想着其他招数来阻止 B13赚钱。而 B13则是来到镇上，找到萧海洋联系了叶吉平，告知要给他送石耙子的事，然后便将石耙子送到了车站，交给了叶吉平的外甥张普。等到石耙子到了花园酒店后，叶吉平验货没有问题，就会按照之前和 B13说的价格把钱打到 B13的账户上。一切处理完毕后 ，B13便回到了家，想休息一会。就在他刚躺下不到5分钟，门外响起了一辆经典版的丰田皇冠的声音，然后3、4个人从车里走了下来，其中一个年轻人对着 B13的家喊了一句：“请问这是 B13的家吗？”B13和林落雪听到声音后，立马从房间里面走了出去。来到门口后 ，B13看到是一辆经典版的丰田皇冠下来的人，在喊自己，也是一脸懵。在这个时期，能买得起丰田皇冠的人都是非富即贵。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呢？怎么会认识自己？你好，我就是 B13，请问你们是？恩人，我可找到你了，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就在前几天 ，B13在镇上办事的时候，他看到路边有一个突发疾病的人，便好心将这个人送到了医院，还给交了1000块住院费。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找到了 B13的家里。我总算找到你了，你还记得我吗？B13看到眼前说话的男人，他仔细的打量了一番对方，只觉得似乎有点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半个月前在镇上晕倒的人。恩人，你想起来了，我现在已经没事了。今天早上刚出院，医护人员告诉我是你将我送到医院的，还给付了1000块钱的医药费，我是专程来感谢你的。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在知道了对方的身份后，林若雪也热情的邀请他们进房间坐。大恩人，我姓苏，叫做苏长，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做 B13，你别大恩人，大恩人的叫了，叫我13就行了。苏长环顾四周看了看 B13的居住环境，然后一脸感叹道：“B13这个名字我铭记于心了，真是不简单啊！你这样的家庭条件，却舍得在那天给我这个毫无相关的陌生人垫付1000块钱的医药费，我真是感动不已。”苏大叔不必客气，看到你现在身体没事了，我也就放心了。不瞒你说，我晕倒的那一刻，都以为自己要无了，好在遇到了你。说着，苏长便拿出了5000块钱，然后递到了 B13的手上。苏大叔，你这是？那天你帮我垫付了1000块钱的医药费，我非常的感动。这里是5000块钱，多出的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苏大叔，我只拿属于我的1000块钱，我救人可不是为了要什么报酬。说完 ，B13就数下1000块钱，便把剩下的4000块钱交还到了对方的手上。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报酬，这些钱就是我真心的想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早就不在了。所以这些钱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你就拿着吧。苏长便又一次的把钱递了过去 ，B13则是再次拒绝了对方的好意。苏大叔，你的心意我领了，如果你真想感谢我的话，那我们就做个朋友吧。至于钱，我真的不会收。看到 B13再次拒绝后，苏长也只好作罢。行，没问题。13，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只见名片上面写着“骆家镇邮政储蓄银行行长苏长”的字样。感情自己那天救的还是一个银行的行长啊。就这样，苏长一行人在 B13家做客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了下午的4点半左右才打算回去。B13本想邀请他们吃了晚饭再走，不过苏长表示还有重要事情要处理，B13也就不勉强他们。就在这个时候，陈阿六走了过来，说了一句：“13，我已经把母鸡的鸡粪清理好了，你去看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你得付我今天的工钱了。”好，那我去看看。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到了喂母鸡的时间了。B13便带着鸡饲料跟陈阿六来到果园这边，看到用蛇皮袋装好的鸡粪堆放在一旁
，B13对此也是很满意。怎么样，没有问题吧？没问题，六叔，以后就是这样清理，然后放到一旁。那你昨天可说好的30块钱一天，你可不许反悔。陈阿六还是担心 B13不给他钱，毕竟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村民，赚个30块钱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放心吧，我说过的话就不会反悔，我这就点钱给你。B13立马就拿了30块钱出来，然后交给陈阿六。陈阿六拿到了钱后，立马就放心了。13，以后这活就得我来干了。六叔嘎嘎猛。陈阿六说了一句，拿着钱便高高兴兴的回去。B13则一个人在果园这边忙碌了1个多小时，完了以后才向家回去。回到家的 B13正在想叶吉平把10耙子的钱打进银行账户了没有。这个时候，毕乔川来到了他家。13，一回村里开会，周主任让每家每户都派1个人去参加。我来给你说一声，开会？开什么会？好像是关于村里的那一片荒山的会议。村里面打算租出去，想让我们能一块商量商量。荒山？好，大伯，那我知道了，我一会就过去。大家都安静一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把村里的集体地荒山租出去，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周主任，那地方那么荒凉，土地又没有什么营养，种什么都不适合，有谁会租呢？是啊，关于出租荒山的想法似乎都很多年了吧，一直不都是没有能租出去吗？村民们这个时候都相互小声地议论着此事。B13正准备站出来表示不如租给他算了，可是潘震却提前抢了个先。周主任，我看荒山就得租给村里的一些有思想有胆量的年轻人才行，租给外村人或者是外乡人肯定是不现实的。潘震，你说的简单，村里有很多年轻人连农作物都不会种，他们租那片荒山干嘛？不，周主任，我们村不是有一位敢想敢做的年轻人吗？他最近还养殖了700多只母鸡呢。我觉得把那一片荒山租给他肯定没有问题。他作为村里的养鸡大户，总得为村里的烦恼分担一下压力吧。虽然潘震没有指名道姓的说是租给 B13，但是大家都能清楚的判断出来，他指的就是 B13。潘震，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吧？人家13养只母鸡是他的事情，强行让他租那一片荒山，那算怎么一回事？李乔川，你这话就不对吧？我有说过强行要把荒山租给他吗？我是建议而已。我看你就是想把荒山租给他，不然别人都不这么说，你干嘛这样说？好了，你们不要吵了，我愿意租我们村的那一片荒山。此话一出，让在场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惊，就连潘震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B13这么快就会上了他的圈。13，你别听潘震胡说八道，租不租都是你的自由。是啊，B13，租不租是每个人的自由，我们只是开会商议一下怎么把荒山租出去而已，没有规定哪个村民一定要租的。大伯，周主任，我觉得潘震说的很对，我作为村里的一份子，我有义务和责任为村里做一些贡献，所以我恳请周主任以及各位叔叔伯伯们能把那一片荒山租给我。B13知道那片荒山种不了东西，但是它连着青山，生态保持得十分良好，树木覆盖率也很高，最主要一点是那里红锥树特别的多。红锥树多也就意味着红菇非常的多，因为红菇通常都是生长在红锥树下的土壤腐殖层。B13要租下这片荒山的真正目的，正是因为这红菇。凭着重生者的记忆，B13清楚的知道红菇可是十分珍贵的食材，而且价格昂贵。正是因为现在是98年，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红菇的价值和珍贵，所以只要他能承包下来，那可就是一笔不错的财富。13，你听大伯的，千万不能租那一片荒山，那就是一片没用的土地。多谢大伯的好意，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哎，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傻呢？毕乔川一脸无奈的摇摇头，其他村民也基本如此，认为 B13选择租那一片荒山是傻子的行为。潘震则是为自己的计划成功而又一次的得意的笑了起来。周主任，事不宜迟，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和 B13商量好签约合同的事情。行，合同在村委，我过去拿一下，然后填一下租金以及年限就可以了。最终考虑到那一片荒山的价值不大，村里面也是给予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以1年100块的租金租给了 B13。30亩的面积，在98年的时期，1年100块钱，实属便宜，所以 B13一口气直接就表示要租10年。红菇可是一笔不错的财富，就那里的红菇数量，只要自己承包下来了，1年就足够赚不少钱，更何况是10年，有了这10年的功夫，足够可以在这30亩荒山地创造出不少财富。就这样 ，B13一次性付清1000块钱，拿到了荒山10年的使用权，便和毕乔川一起回了家。13，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不该租那一片荒山，那里的土壤有点奇怪，种植什么农作物都活不了。大伯，13，你们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刚刚开会出了什么事情了？落雪，你是不知道，就在刚刚，13被潘震的小子给忽悠了，他一口气就租了荒山10年，而且钱都给完了。什么？你租了村里面的那一片荒山，还一口气租了10年？不错，我确实租了10年，不过我这么做我是有目的的，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我这次要靠着那一片荒山发达了。B13的话无疑是让毕乔川和林落雪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他们都很清楚，那块荒山虽然面积大，但却是贫瘠之地，要是能发财，早就有人租了，哪里还轮到他
13，你该不会是糊涂了吧？就那破地方还能发财？大伯，你别急，我就问你，那山上是不是很多红锥树？然后红锥树下是不是很多红菇？不错，是有很多红菇。怎么了？你打算天天吃那玩意呀？不是吃，而是用来卖。我跟你们说吧，这红菇的价格非常的贵，新鲜的卖就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晒干了能卖到几百甚至1000块钱一斤。所以你说我是不是发财了？什么红菇还能卖钱？13，你该不是跟大伯开玩笑的吧？大伯，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你想想，之前是不是只有我知道石耙子能赚钱？是不是也只有我知道野生石斛能赚钱？所以这次你听我的，准错不了。如果真按你所说的话，那30多亩的荒山确实能赚不少钱，因为那里有很多红菇。可是显然毕乔川还是对毕13刚刚说的话有点怀疑，毕竟他几十岁了，在南流村也生活了几十年，第一次听说红菇能卖到那么贵的。大伯，你就放心吧，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潘震是故意想坑我吗？可是我还得感谢他呢，要不是他极力促成这个事情，我也不会以这么低的价格就把那荒山的使用权拿下。行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也只能这样了。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真的能赚钱吧。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想到毕13最近的变化，毕乔川也只能选择相信毕13。说完，他便转身回了家。而林落雪刚开始也是怀疑毕13，不过看到毕13说的那么自信，他也选择相信他。13，你说荒山那些红菇能赚钱，你有路子销售吗？这也是毕13正在思考的问题。红菇的价格昂贵，在镇上销售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毕竟消费群体不同，他得把目标放到县城。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落雪，你别担心，我自有办法。第二天，毕13先是来到镇上银行，查看自己的账户上卖给叶吉平石耙子的钱到账了没。看到钱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到账后，想到现在他手上的资金不多，今天还要继续收购村民们的石耙子，他便将钱取了出来，然后带着今天的绿壳鸡蛋来到了幸福饭店。在毕13和肖海洋交易完了今天的绿壳鸡蛋后，他借了肖海洋的电话，给叶吉平打去电话。什么？红闪闪，白干干，吃完一起糖拌拌。糖拌拌，麦闪闪，亲朋都来吃饭饭。什么？你那里有大量的红菇，是那种野生红菇吗？你没骗我吧？叶大厨，你这话说的，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啊，肯定是野生的，而且这玩意好像也不能人工种植吧？也对，那你那大概有多少呢？能每天提供100斤吗？那一片荒山足足30亩，一天弄个100来斤红菇还是容易的事情，当然没问题，别说100斤，就是200斤都可以。只是红菇到什么时候没，我心里面就没底了。这个我自然明白，这玩意是大自然的产物，谁也不可能估测。但是只要你那里有货，每天给我酒店送100斤过来就行。好嘞，没有问题。那我明天就叫人采摘，然后还是老规则送到你酒店，只是价格嘛。价格好说，我给你20块钱一斤怎么样？在1998年这个时期，20块钱一斤红菇已经属于高价，而且这是生红菇，不是晒干的红菇干。如果是晒干的，那肯定得200以上的价格。所以毕13对于这个价格欣然接受。和叶继平挂了电话后，为了后续的方便沟通，他便去了一趟电信局，申请了一台座机，费用为2000块钱。这个时期座机的价格大抵如此，不像是后面的10几20年便宜。毕13对此没有异议，给了钱，然后便带着安装座机的人员回到了南流村。落雪，这就是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你可得记住了哦。毕13把工作人员给的电话号码递过去给了林落雪。591888。对的，我就要发。以后谁要联系我们，就可以让他们打这个电话喽。我记住了。座机的事情搞定后，毕13正准备去处理荒山的事情，却被过来的村民给拦下了。原来他们昨天又捉了一些石耙子，这个时候都是拿过来卖给毕13的。最终他收购到了25斤石耙子，其中6斤是大的石耙子，19斤是小的石耙子。毕13又一次的把家里的全部现金都花了出去。不过等到这一批石耙子运到县城后，他又可以赚7150块钱。将这些石耙子放到家后，毕13便来到了毕翠花家，叫上了他一起到去采摘红菇，并承诺给他30块的工钱。就这样，毕13和毕翠花来到了他租下的那30亩荒山上。13哥，今年的红菇特别多耶，看样子这30亩的荒山能采摘到不少红菇呢。是啊，这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得采摘100斤左右呢。天啊，100斤，牛！难怪你会说租下这一片荒山你就能发达了，现在看来是真的啊。不错，那是当然，所以属于你的工钱，你尽管放心的拿就是了。13哥，快看，那有一颗好大好大的红菇，就像是一把红伞一样的大。花妹，千万不要采这种的，这是有问题的红伞伞。有问题？是啊，这是红伞伞跟红菇长得像而已，但是这种红伞伞是有问题的，吃了就会糖板板。不会吧，看着它和红菇差不多啊。花妹，来，我教你怎么分辨真假红菇。
说着，B13拿出了一颗真的红菇，然后放到了红伞伞的旁边进行了对比。看到了吗？真红菇的菌伞比较肥厚，而且通体都是深红色的，不会有慢慢变淡的存在。而假红菇，也就是所谓的红伞伞，它的菌伞相对较薄，颜色从里到外就会渐渐的淡化，也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了那么红。13哥，这你都知道，你懂得可真多啊！嘿嘿，那是当然，以后你跟着我，有你学习的地方呢。好嘞，那以后我就经常跟着13哥学习哥。两人继续在荒山上采摘着红菇。感觉差不多到100斤了，两人才提着采的红菇下山。回到家后，采摘回来的红菇经过称后，一共是120斤。B13打算留20斤下来，除了自己吃外，剩下的就给碧翠花拿回去。花妹，这是10斤红菇，你带回去跟大伯吃吧。还有，这是你今天的工钱。13哥，你真的要给我工钱啊？要不还是算了吧。别，我们说好的，可不能就这样算了，不然13哥以后可不好意思再叫你帮忙了。行吧，那我以后就是13哥的员工喽。碧翠花笑着说了一句，然后才愿意收下了这30块钱，便带着 B13给他的10斤红菇回了家。13，这100斤红菇要不留到明天再运到县城吧？现在都已经这个时间点了，估计都没有大巴车去县城了。落雪应该还能赶上末班车，这些红菇越是新鲜越好，还有今天收的石耙子也没有送过去呢，所以得现在就托大巴司机运到县城去。于是 B13打包好了这100斤的红菇后，并带上收村民的石耙子，他立马又开着自己的摩托车赶往了汽车组织。13老弟，幸好你来得及时，我这可是最后一班车上县城了，要是错过了，你就得等明天了。嘿嘿，那就要麻烦张老哥将这些红菇和石耙子带到县城了，这水是我专门给你买的，你拿着路上喝。说完 ，B13便递过去一瓶水给了对方。好嘞，13老弟，就冲你这么会做事，我保证给你的东西安全带到县城。大巴司机张福也是一脸豪爽的表示道。B13对此并不担心，毕竟张福和叶吉平还是亲戚关系，相信他也不会因为这点红菇的利益而胡作非为。在镇上回来后 ，B13立马给叶吉平打了一个电话，表示现在红菇和石耙子已经托了张福运到了县城，让他安排人员到车站接一接。13，这几天辛苦你了。没事，雪儿，虽然这几天是有点忙碌，但是想到能给你和2个未出世的孩子一个好的家，我就充满了动力，一点都不累。第二天的早上 ，B13 喂完母鸡后就前往了镇上，除了和幸福饭店交易绿壳鸡蛋外，还要去看看昨天石耙子和红菇的钱到账了没，然后得全部都取出，因为目前 B13 的资金有限，只能这样操作，才能有钱去收购村民们捉到的石耙子。13啊，怎么是你？苏大叔，是你啊，真是巧了，在这里遇到你。是啊，你怎么这么早就来银行了？是要取钱吗？是啊，我打算取点钱。那个苏大叔，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么快就上班了，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呢？已经不碍事了，处理简单的工作事务还是没有问题的。苏长回了一句 B13，然后便立马安排工作人员给 B13 走 VIP 的通道。很快 ，B13 就查看到了自己的账单，石耙子的去掉成本，一共赚了7150，红菇的赚了2000。就这样 ，B13 昨天就稳稳的进账了9150，他便将全部钱都取了出来。13，业务都办完了吧？走上我办公室，我们再好好的聊聊。此时的苏长并没有走，而是等 B13 取完钱出来后，他便热情的邀请了 B13 上去他的办公室。刚才真是谢谢苏大叔了，要不是你，我得排好长时间队呢。客气啥？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这里。嘿嘿，那个苏大叔，要说有事情的话，倒是有个事情想咨询你一下。如果在你们银行贷款的话，会很麻烦吗？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贷款程序就会比较麻烦，但是有熟人做担保就相对容易一些。怎么了？你需要贷款吗？不瞒苏大叔，我是有这个想法。最近我又承包了一个30亩的荒山，然后想贷款做一些投资。B13 贷款的目的主要还是想买了一个烘烤机，然后把这些红菇烘干来出手，因为烘干的红菇价格最少在200块钱以上，赚的比卖新鲜的更多。除了自己那30亩的荒山的红菇外，他还可以到处去收购红菇回来，只要有一台烘干机，就可以快速的把红菇烘干，然后包装出售。那你需要贷多少呢？5万就够我用了。5万块钱在这个时期也不算小数目，要知道98年还是有万元户这个概念。这样吧，我直接帮你做担保人，然后这5万块钱你分2年还清，可行？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苏大叔，我保证2年后一定会还清5万块钱。有了这5万块钱 ，B13 足够在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别说2年了，哪怕是半年，他都有信心能还清。不必客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点忙我还是愿意帮的，只是我只能帮你做担保人，关于借钱的利息一类的，还是得按照银行的标准程序去做，希望你能够理解。苏大叔不必解释，我能理解的。你能帮我做担保人，我已经很感谢了。于是，在苏长亲自出面做担保人的情况下 ，B13 很快就贷款到了5万块钱。有了这5万块钱，我就可以进一步的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了。今天的事真是多谢苏大叔了，等明天我给你带些红菇来吃，可新鲜了。13啊，你是我的恩人，这点小忙我还是愿意帮的，也是我的举手之劳，所以就别再说谢谢了。不过你的红菇我还是很有兴趣的。没问题，我明天一定送过来给你。
跟你开玩笑的，那么贵重的东西，你还是留着自己赚钱吧。你有空常来看我就行了。可B13却把他记在了心里面，毕竟苏长今天帮了自己一个大忙，这些恩惠他还是记得的。简单的和对方聊了几句后，B13便开着自己的摩托车回去了。落雪，我回来了。回来了，13，昨天石耙子和红菇的钱都到账了吗？都到账了，昨天足足赚了9150块呢。天啊，这么多啊！看来这片荒山真的能让我们赚一大笔钱啊！那是当然，不过接下来我们除了要卖新鲜红菇外，还得要卖干红菇，那才是真正赚大钱的事情。于是 B13顺势的把他贷款了5万块钱的事情告诉了林落雪。什么？你贷款了5万块钱？你要干什么用呢？会不会有点多啊？落雪，我打算买台烘干机回来，将在山上采摘的红菇给红菇卖。你放心吧，雪儿，我有信心，不出2个月就能赚回来。可是你就算想买烘干机，你也得知道哪里有卖才行呀。你有门路吗？如果没有重生者的身份 ，B13自然不知道去哪里买烘干机。可是有着重生的记忆，他清楚的记得县城有一家制造厂有烘干机出售。他打算过2天自己亲自去县城一趟。除了烘干机外，他也还考虑顺便买一台孵化机来进行绿壳鸡蛋的鸡苗的孵化。如此的话 ，B13以后就不需要去购买母鸡了。他想要养殖多少就孵化出来多少。落雪，你放心，我知道哪里有烘干机卖了，到时候我直接去买回来就行。真是一群人玩维恩，眼红的不得了。没想到 B13在山上采摘的红菇卖了20块钱1斤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南流村。天啊，红菇这玩意那么值钱啊！那 B13这小子租了整个荒山，真是赚大了啊！可不是吗？我们之前还嘲笑他是傻子，现在看来他才是最聪明的。哎，要知道那荒山可是有30亩呢，那里红菇是整个骆家镇最多的。这 B13也太贼精了吧，不服不行啊！什么 ？B13那小子把红菇卖到了20块钱1斤？潘震听到这个消息，无疑是一脸的震惊。震惊完了，又是一脸的尴尬和难堪，因为促成 B13租荒山的最大功臣就是他自己。他本以为这次能够成功的坑到 B13，谁想到现在反而是成全了他，让 B13赚到了更多的财富。我上早八，他 B13就运气那么好吗？我就不信了。显然潘震还是不服气，于是他找到了周好运、陈来财以及吴长乐3人，打算一起去采摘 B13的那些红菇。周好运、陈来财以及吴长乐3人都是和潘震一样妒忌 B13赚到钱变好的人，只是他们平时没有像潘震表现的那么积极罢了。在潘震的怂恿下，他们立马就拿着袋子出发了。可是刚来到荒山，就被从镇上回来的 B13发现了。潘震，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当然是采摘红菇了。这些红菇那么贵，我们也要采摘一些去换点钱花花。赶紧走，这些红菇是我的，我可没有同意让你们采摘，你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不能采。哟呵 ，B13，你小子还跟我们嚣张啊！我们4个人，难道还怕你一个人不成？要是平时潘震一个人，倒是真有可能会害怕 B13，可是现在他有3个帮手，自然也就有了嚣张的资本。不错，我们还怕你不成 ？B13，你别以为赚了点小钱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告诉你，我们今天定要采摘红菇去卖了换钱，你能拿我们怎么着？看到有3人的支持，潘震就更加来劲了。直接就当着 B13的面采摘起了一颗红菇，然后还故意走到 B13的面前摇摆着说道：“怎么着？我就是采摘你的红菇又如何？来打我啊，笨蛋！”B13见状也没有跟他废话，上去就是一记雷欧飞踢，将潘震踢飞了8米远。好你个 B13，你真敢动脚，老子跟你拼了！潘震，刚可是你说让我打你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要求。潘震顿时就是火冒三丈，向身后的3人说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点一起对付这小子！”3人一听，这才反应过来，作为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他们在这个时候自然得齐心协力。于是他们立马就来到了 B13的前后。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都给我住手！这个时候，周海山走了过来，大声的呵斥道：“原来是 B13发现潘震在采摘他的红菇时，便就让毕翠花去找周海山过来。”周主任，你来了正好。B13这小子替我要告他。潘震，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报勾告我，不过我也会告你一个偷窃罪。B13，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拿你的东西了？潘震，你的脑袋怕是进水了吧？这么快就忘记了刚刚的事情？这一片荒山的使用权都是我的，这些红菇也是我的，租赁合同的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采摘了我的红菇，你不是偷是什么？潘震回想到那天晚上的合同上确实写着从 B13租下荒山开始，荒山上一切植物都属于 B13。当时他也没有想太多，毕竟觉得荒山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也就没有在意。谁想到现在竟会便宜了 B13，潘震则耍起了无赖。B13，是我建议你租的，可是谁想到这些红菇那么值钱，我现在不同意了。不错，我们也不同意把荒山租给你了。我也不同意。没错，我们都不同意了。好了，你们就不要再吵了，都听我说2句。潘震，按照合同上的内容，荒山上的红菇确实属于人家 B13的财产了，我们任何人都不得去采摘他的红菇，不然就是偷。所以你们4个人就不要再打红菇的主意了。可是这些红菇那么值钱，让他一个人独吞了，岂不是便宜了他？潘震，你有什么不服气的？那天晚上极力建议 B13租荒山的人是你，然后吵着要 B13当晚签约合同的人也是你，现在闹事的也是你，反悔的也是你，你到底
你想怎么样？我们只能说这是 B13的福气，我们没有这个命。行，B13，算你小子走运，你今天踢了我，你走着瞧，没完。见周海山已经说出了这样的话，潘震也只能放下一句狠话找回点面子，然后乖乖的离去了。周好运、陈来才以及吴长乐三人见潘震离去后，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待着，也立马转身就走了。谢谢周主任，刚刚能为我主持公道。没事 ，B13，我听到他们说你的红菇卖了20块钱一斤，谁心里面不眼红你的这些红菇呢？只能说你小子真是走狗屎运了。不管如何，你能秉着公平公正的态度去处理事情，我心里面就很感激。等下我给你采些红菇，你拿回去吃，味道非常的不错。说完，B13便顺手摘了一些红菇送给了周海山。周海山见他这么会做事，也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13，我刚刚听他们说潘震去荒山闹事了。是啊，他们这些人就是眼红病，看到我们的红菇能赚钱了，又想着过来采摘。好在我及时发现，不然就被他们摘去了不少。这个潘震简直是太可恶了，总是跟你过不去。雪儿，你别担心，有我在，他们的计划就不会得逞的。但愿他们能够不要再打红菇的主意了，不然我们守得住初一，也守不过15。林落雪的话算是给 B13提了一个醒。目前荒山那边还没有围栏，确实很容易就引起别人的心思。就算潘震他们因为今天的这么一闹而变得安分了，其他村庄的人知道红菇能卖钱后，也会试图来采红菇。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红菇有所损失，他得想个办法怎么保护好自己的红菇。B13想到了请，于是 B13去找了周二狗，打算请他来帮自己看守山头。13，你怎么过来了？是要借摩托车吗？不对呀，我记得你刚买了摩托车啊。二狗，我找你是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情？你说吧，能帮到你的，我一定不会推辞。就是我刚租了村里面的那一片荒山，由于红菇价格比较贵，被人盯上了，所以想请你帮我看守一下荒山。什么？帮你看守荒山，也都是传说中的守山人。是啊，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钱，你看如何？1000块钱？你不是刺猬吧？当然不是刺猬，真的是哦。那好，我愿意去给你干活，不过你可说好了，1000块钱一个月啊，哪怕咱俩是铁哥们也不能缺哦。放心吧，干好了我还会给你加工资。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什么时候上班来？明天吧，一会我还要找人在荒山附近搭一个库房，到时候也就有了地方落脚。B13的计划是在荒山脚下建一个库房，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烘干机放在里，不然就算烘干机买回来了，也是没地方放。行，那就这么说定了。从周二狗家出来后，B13便去了隔壁村联系了负责搭建铁棚房的工头，然后带着他来到了荒山脚下，确定了位置和面积后，他直接便决定建一个300多平方的库房，然后再另外建一间25平方左右的房间，给周二狗来居住守山用。第二天，从山上采摘完红菇的 B13打算把购买烘干机器的计划提前，因为红菇的生长发育速度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再等下去，到时候这些红菇全部开撒，价格就不会那么高了。一切都准备妥当后，B13便开着摩托车搭着石耙子和红菇出发了。经过了1个小时的开车后，B13终于来到了县城花园酒店门口。B13刚把车停下来，保安立马就走过来，一副不友好的表情。喂，干什么呢，小子？你这是要干嘛？停车5块啊！保安大哥，你误会了，我是来找你们酒店大厨叶继平先生的，麻烦你去告知一声，就说骆家镇的 B13来找。骆家镇的 B13，难道你就是最近总是给我们花园酒店送石耙子和红菇的那个人？原来平常 B13托大巴司机张福带过来的石耙子跟红菇，叶继平都是让这个保安去拿，所以他对于 B13这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不错，正是我，这次我有事情上县城，所以就直接给送过来了。你小子太客气了，来，我直接带你去找林大厨。看到 B13这么会做事，保安也立马就变得热情了起来，直接带着他去到了叶继平的办公室。13啊，你怎么过来了？快请坐。叶大厨，我这次来县城办点事，所以就顺便把红菇和石耙子带过来给你。原来如此啊，那石耙子和红菇呢？在哪里？我们先去过下秤，然后再慢慢聊。叶继平知道石耙子和红菇都是需要保护的，特别是这红菇，为了保持它的鲜美，每次来到花园酒店后，它都是让人放到冰柜里面保鲜，所以两人这次也是先交易，然后再回到办公室喝茶聊天。13，你这次怎么会有这么多红菇？简直是出乎我的预料啊！嘿嘿，是这样的，叶大厨，我最近租了30亩的荒山，荒山上刚好都是红锥树，然后也就很多红菇了，算起来我是捡了个大漏。天啊，30亩，那你可有好多红菇呢？是啊，不过红菇这玩意要在开伞之前采摘，所以我打算过几天全部都采摘下来，能给你们提供新鲜的红菇就提供，要是不能提供，也就只能烘干来销售了。理解，毕竟红菇这种东西都是纯野生的，可遇不可求，也无法控制它们的生长发育。不过你要是决定烘干来销售的话，到时候也给我们酒店预留100斤，你看如何？这个当然没问题，叶大厨是我的贵人，只要你们酒店有需要的，我那里刚好有的，都可以进行合作。好，我就喜欢听到你这么说。来，我们喝茶。B13在叶继平这边待了半个小时后，考虑到还要去寻找烘干机的厂商，便提出了告辞，而叶继平也亲自送他下楼，看着他开着摩托车离开了，才转身回了办公室。凭着重生者的记忆，B13直接骑车来到了县城的工业区，那里有一家叫做嘉华机械制造厂的工厂，烘干机和孵化机都有销售。小子，你想干什么？我们这里可不招工啊！
生90年代，就在毕13来到嘉华机械制造厂，打算到里面买2台设备时，却被门口的保安大叔给误会。小子，你想干什么？我们这里可不招工。保安大叔，你好，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是打算买2台机械设备。原来是要买机械设备啊！你先等一会，我这就去给你通报一声。大概5分钟后，刚刚进去的保安就带着一个中年男子出来了。小伙子，是你要买机械吗？你打算要买什么机械呢？这位是我们嘉华机械制造厂的销售部主管昂军，你要买什么，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原来是王主管，你好，我叫做毕13，是打算买1台烘干机和1台孵化机。没问题，你跟我来吧，我带你进去看看，合适了你再买。来到仓库后，王军给毕13介绍起来了他公司的一些机械设备的配置，而毕13并不需要多高科技的机械，他选择了最便宜的烘干机和孵化机。不过哪怕是最便宜的，这2台东西也要2万块钱。这个时期的2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好在烘干机和孵化机买回去后，能赚的利润也是可以预见的。毕13先交了3000块钱预定金，而王军表示他们明天上午才能安排司机送到南流村给毕13。第2天早上，毕13便开着摩托车来到了嘉华机械制造厂这边，然后亲自带着他们安排的司机和王军回了南流村。13，你买这2台是什么机械呀？六婶，这台是孵化机，就是专门来用孵化小鸡的。啊，这么先进的玩意呀！那另外1台呢？这台是烘干机，是用来烘干红菇的。不错，看来都是高科技呀！你这是打算扩大养殖母鸡和大搞红菇的节奏啊？嘿嘿，是有这个打算。另外也跟你们说一下，一会大家都可以去帮我采摘红菇，工钱是30块钱1天。趁着现在大部分村民都在，毕13便把这个消息透露了出去。如果不趁着红菇在开伞之前采摘的话，再耽误下去，情况都完全不同。真的呀？那就太好了，一会我们都去帮13采摘红菇哈。是啊，30块钱1天，挺不错的。采摘红菇又不是多累的活，这事情我也去干。听到采摘红菇可以得30块钱1天，村民们都纷纷吵着要去采摘，而毕13巴不得更多的人能够帮自己采摘红菇，这样的话就能加快速度把红菇采摘完。没问题，大家下午有空的都可以去帮我采摘，然后我会用笔把名字记下来，完事后统一给你们发工钱。太好了，那我们先回去，一会等13的通知吧。村民们都离开后，毕13则是将烘干机和孵化机放在了他家的屋檐下，因为现在荒山脚下的库房还没有建好，只能暂时先放在家里。一切完毕后，毕13和王军来到了镇上，把购买设备的尾款给结算了过去，然后毕13便去往了幸福饭店。13，你怎么过来了？你不是在县城吗？我刚回来没多久，听落雪说你给我家里面打电话说有大事要跟我商量，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嘿嘿，13老弟，你我的关系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最近我饭店的生意比以前好多了，所以在绿科鸡蛋上，我想和你定一个长期合作，然后数量上增加到每天100个。肖老哥，合作数量的增加自然不是问题，只是长期合作这个具体是指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想让你就绿科鸡蛋这个食材上只供应我们幸福饭店，不供应给镇上的其他饭店，你看如何？毕13一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肖海洋的想法是想垄断了在骆家镇关于他的绿壳鸡蛋的交易。当然，我也不会白白让你做出牺牲，如果你答应的话，从此以后你不需要给我们送货，我安排人每天去你家取货便可。肖海洋知道自己这样做确实有点强人所难，所以为了让毕13能够答应下来，他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行，看在肖老哥当初那么支持我的份上，我也支持你一回，这事情就这么定了。够仗义，我就喜欢和你这样仗义的人合作。肖海洋听到毕13答应了他的要求，非常的高兴。为了不出意外，他还特意的和毕13商议着重新签订一个合作协议。就这样，两人的重新合作便算是正式的生效了。毕13从幸福饭店出来后，打算再去购买一些篮子回去采摘红菇，可是才刚到市场路口，就突然遇到了一个熟人。小兄弟，总算遇到你了，我最近可是找你找的好辛苦啊。哟，这不是龙老板吗？你真是见笑了，你这样的大老板找我一个小卡拉米干嘛？听到毕13这么说，龙老板顿时就是一脸尴尬。毕竟上次他对毕13的态度可是十分蛮横，不过现在的他没了像上次那样高傲，相反却依然还是保持着他笑嘻嘻样子，然后继续说道：小兄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要不去我的幸福饭店那里坐坐，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聊，你看如何？不好意思，我可没有那么多闲杂的时间，龙老板有什么事情就现在说吧。那行，是这样的，小兄弟，上次的事情是我本人不对，没有能识得你的绿壳鸡蛋的好，现在我对此事是深深的懊悔不已啊，所以我想和绿壳鸡蛋上和你进行合作，你看如何？原来是最近城南饭店的生意没有以前那么火了，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跑去了幸福饭店。龙老板已经派人暗中调查过了，这是因为幸福饭店最近采购了毕13的绿壳鸡蛋导致的现象，于是他才想到了要和毕13在绿壳鸡蛋上进行合作。如果你在1个小时之前找到我，或许还能有合作的余地，可是现在太迟了，我已经和幸福饭店签约了协议，在骆家镇
除了幸福饭店，我谁都不可以提供绿壳鸡蛋合作项目。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这龙老板万万没有想到幸福饭店会想到这一招，这等于是直接就断了他绿壳鸡蛋的后路。所以还是感谢龙老板对我绿壳鸡蛋的欣赏。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撒由那拉。说完，B13头也不回的转身走掉。站在原地的龙老板此时一脸的后悔表情，他后悔当初不该看都没有看 B13的绿壳鸡蛋就直接赶 B13走，他更加后悔没有能早点来找到 B13，然后在绿壳鸡蛋上加以合作。现在好了 ，B13的这些果园绿壳鸡蛋都被幸福饭店垄断了，他只能眼睁睁的羡慕嫉妒。13哥，你这次又买了这么多篮子回来呀？是啊，一会村里的村民要去采摘红菇，我担心有些人家里没有篮子，所以买多了些回来备用。要是红菇采摘完了，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装绿壳鸡蛋。你可真厉害呀，一下子就变成了大老板了。好了，花妹，你就别夸我了，你去帮我通知一下六婶，让她去跟村民们说一下，一会就集中上山采摘红菇。没问题，我这就去找六婶。六婶接到通知后，她这个传话筒的效应一下子就传开了。不到5分钟，大部分村民都已经来到了 B13家门口集合。B13用笔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后，便带着他们一起上山采摘红菇了。看到村里大部分的村民都跑去帮 B13采摘红菇后，潘震可谓是气得差点吐血。我上早吧，你们真是见钱眼开的玩意，老子就是饿死也不会去帮 B13干活。而潘震的心里面则是又开始盘算着该怎么阻止 B13继续发财。他想到了村里面那一口鱼塘，已经有2年没有人租过了，原因是之前的租客租来养的鱼不是少的少，就是死的死，大家都觉得这鱼塘风水不好，养不活鱼，所以就没有人敢租。他想着的是，如果能忽悠 B13把这片鱼塘租下来的话，肯定就能成功坑到 B13，让他在这一片鱼塘的投资血本。B13，你不是很想投资吗？老子就让你去租这片鱼塘，我看你这次还能有那么好运。此时的潘震立马就去找了周海山，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对方。什么？你要建议让 B13去租那片鱼塘？我说潘震，你还不死心啊？要知道，你之前建议 B13租荒山，已经让 B13意外的赚了大钱了。周主任，租荒山这个事情纯属意外，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些红菇那么值钱，也算是 B13那小子走了狗屎运。但是鱼塘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鱼塘里面除了有水之外，可没有其他任何资产，他不可能还会有这样的运气。可是潘震，眼红 B13的人是你，可不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建议去叫他租那一片鱼塘？周主任，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身为南流村的治保主任，眼看着那么大的一片鱼塘荒废在那里，你自己也有责任吧？而且我可没有说让你直接去找 B13，而是建议你开会商量出租鱼塘的事情。作为南流村的村民，我有权反映我的心声吧。那好吧，今晚我就聚集大家开会商议一下这个鱼塘的出租情况。至于 B13要不要租，那是他的事情，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此时 B13那边正带着村民们风风火火地采摘着红菇，一直到下午的4点左右才收工回家。回到家后，便按照名字给他们每个人发了30块钱的工钱。一切结束后 ，B13单独称出了100斤新鲜红菇出来，立马开车送到了车站，让张福给叶继平给带了回去。13哥，剩下的这么多红菇该怎么办？不急，一会我把它们放到烘干机那里烘干就行。现在荒山脚下的库房还没有建好，目前烘干机只能暂时放在家里的屋檐下。不过它可以拉一条线出来，好在这个年代的烘干机功率不是很大，不需要变压装置，在家里面暂时工作不成问题。那好，一会我来帮你。谢谢华妹，要不从此以后你就来帮我干活吧，暂时给你1000块钱1个月，等到我的事业发展起来了，再给你加工资。行啊，那我以后就是13哥的员工了哦。就在 B13打算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大伯毕乔川突然走了过来，说道：13，今晚周主任又要开会了。什么？又要开会？大伯，这次是什么事情呢？真是大白天做美梦，想啥来啥。就在 B13从县城买设备回到家后，毕乔川便找了过来。13，今晚周主任又要开会了。又要开会？大伯，这次是什么事情呢？听说是关于村里那一片鱼塘的事情，好像是商量着怎么出租出去吧。出租鱼塘？B13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就在昨天晚上，他在县城留宿的时候，跟叶继平一块去吃饭的饭店，那家饭店的招牌菜正是大盘鱼，价格为30块1斤。要知道，哪怕是现在的2024年，也很少有草鱼卖这么贵的。经过 B13一番了解后，得知他们饭店所用的草鱼都是奈鳞鱼。那鳞鱼的肉质比较结实，而且鲜嫩、味香、清甜。最主要一点是奈鳞鱼的鱼肉还可以一片片一层层剥开，片片层层都是质白和肉嫩，久煮不碎，口感一流。于是养殖奈鳞鱼的想法便在 B13的脑海涌现了。没想到刚回到家的 B13便收到了毕乔川带来的大惊喜。老爸，那一片鱼塘不是经常出现鱼少或者死鱼的情况吗？谁会租啊？是啊，自从上一个租客租期结束后，已经有些时间了，村委一直就没有再对这个鱼塘提起过。不知道今天周主任是怎么回事？大伯，这是好事情，我就等着他开会呢。13，你又打算干啥？不会是打算把这一片鱼塘租下来吧？大伯，你说对了，我就是打算租下这一片鱼塘。13，这鱼塘的有问题，之前租客养的鱼不是死了就是少了，你可千万别犯傻呀！
关于为什么南流村的鱼塘每次有人养鱼不是鱼少就是死的死，伤的伤，B13也从重生者的记忆中了解到了情况。就在前世的时候，一次特殊情况要把鱼塘给抽干了，计划硬化鱼塘周边时，才发现这其中的原因，那就是鱼塘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10几20只巴西龟。这些巴西龟非常的凶猛，在食物缺乏的时候就会把其他鱼种当作食物，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养着养着就会出现鱼死了或者少了鱼的原因。知道缘由后，处理起来这自然难不到 B13。多谢大伯的提醒，我会仔细考虑考虑的。晚上吃完了晚饭后，B13便来到了村里开会的地方。周主任，现在大家都已经到场了，还是宣布一下今晚的会议主题吧。那好，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今晚的会议主题就是关于我们南流村的那一片鱼塘的出租问题。自从上一个租客到期后，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出租了。现在大家想想，该怎么把它出租出去，以增加我们南流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周主任，鱼塘的出租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直接租给 B13就行了。毕竟前几天荒山也是租给了他，然后他还靠着荒山捡了一笔财富，他也该回馈一下南流村的集体了。听到潘震这么说，B13这个时候也基本确定了，建议今晚开会的肯定就是他，他的目标也肯定是想让 B13租下这一片鱼塘，然后好坑 B13。可惜潘震又打错了算盘，这片鱼塘正是 B13现在最想租的宝物。既然潘震这么说了，那这一片鱼塘我就租了，只是我有一个条件。13，你说吧，是什么条件？就是我租下这一片鱼塘后，村民们不可以去我的鱼塘偷我的鱼，也更加不可以去破坏我的鱼塘。这个是自然，你租下鱼塘后，鱼塘的使用权就是你了，鱼塘里面的东西也是你的财产，我们谁也不可以去破坏，更加不可以去偷你的鱼。那行，这一片鱼塘我愿意租，而且愿意租20年。20年。听到 B13要租20年鱼塘的时候，现场的村民纷纷一脸震惊，以往的租客还没有租这么长时间的，毕竟大家都怕亏本。好好好，20年就20年，周主任你就快点答应 B13吧。潘震则是高兴的第一时间提醒着周海山 ：“B13，你确定要租20年？这时间可不短啊！”确定，肯定。不过这次我可不是一次性付清了，我先付10年，后面的10年每一年的年尾付一次租金。你们要是答应了，我可以立马就签约租赁合同。行吧，我本人没有意见，你们呢？周海山向在场的村民询问道：“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而且觉得这是好事情一件，因为 B13租20年的话，也就可以让这一片鱼塘有一个稳定的租客。”想到鱼塘不会再像荒山一样有红菇这种价格昂贵的东西，其他村民也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毕竟鱼塘的情况是怎么样，大家心里面都清楚。那好，既然大家没有意见，那就按照 B13刚刚所说的，我这就回去把合同书拿过来。一切都搞定后，这一片鱼塘就正式的属于 B13了。潘震看着 B13签订了租赁合同后，心里面十分得意，因为他十分确定 B13这次不会有那么好运了。这20年的租金他亏定了，还有这20年的他在鱼塘的投资也亏定了。而让潘震不知道的是 ，B13成功租下了鱼塘后，比他更加的高兴，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鱼塘，他可以养殖很多耐鳞鱼，到时候更是可以狠狠的赚赢。第二天早上 ，B13便去找了周海山借来了村委的大抽水机，打算把鱼塘的水全部都抽干。13哥，这池塘里面还会不会有其他鱼呢？应该会有一些罗非鱼或者是鲫鱼一类的吧，毕竟鱼塘这么大，不可能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鱼。可是你不是说有什么巴西龟在作怪吗？花妹，他们也不可能把全部鱼都给消灭，所以应该会有一些鱼留的。等把水抽干了，就会知道了。好嘞，那到时候我要下去捉鱼。花妹，你现在可是大姑娘了，可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调皮了，小心你嫁不出去。经过抽水机大几个小时的工作，鱼塘的水基本被抽干完了。虽然这鱼塘的大部分鱼都被那些巴西龟给吃了，但是由于鱼塘面积较大，还是有不少鱼存活着，整整装满了好几桶。B13便让周二狗跟毕翠花都给带回家去了，他自己则继续在池塘里面开始挖巴西龟。这个时候，六婶刚好路过，看到 B13在挖东西，便好奇地问了一句：“13，你在干什么呢？”六婶，我在挖巴西龟呢。巴西龟？你可真幽默，这是在华夏，又不是在巴西，哪里来的巴西龟？六婶，巴西龟可不一定要生活在巴西哦。那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巴西龟是80年代的时候从巴西引进我国的一种乌龟，由于是从巴西引进的，所以就叫做巴西龟。原来是这样啊，那这鱼塘会有巴西龟？当然有，这些巴西龟非常的凶猛，是鱼类的克星，见到鱼就吃。之前鱼塘出现死鱼的情况，就是这些家伙搞的鬼。不会吧，你说的这么邪乎？那你捉个巴西龟上来给六婶瞧瞧。好嘞，你先看着，一会就知道了。说完 ，B13便继续动用铲子挖了起来。大约20分钟后，他就看到了一只大乌龟的身影。他毫不犹豫地直接用手去把这只大乌龟给提了出来，然后底朝天地放在了路中间。六婶则是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后，说道：“13，这就是你说的巴西龟呀，果然是巴西来的呀，和我们这的一些乌龟就是不太一样。不错，这就是巴西龟，还有10几20只呢。天啊，要不是你说，我都不知道鱼塘竟然还有这些家伙。嘿嘿，六婶，要吗？要就带一只回去给六叔玩。巴西的乌龟，我才不要呢。”说完，六婶便离开了。
而 B13则是一番努力下，一共22只巴西龟，终于被他成功的给捕捉了出来。大的巴西龟一共有8只，小的有14只。回到家后，不少村民闻讯跑了过来，想看看什么是巴西龟。13，这些巴西龟真的那么凶猛吗？之前的死鱼现象都是他们搞的。不错，这些巴西龟非常的喜欢把其他鱼类当作食物。那六婶说这些巴西龟都是从巴西爬过来的，是真的吗？巴西这么远，他们爬过来不会饿死啊？各位父老乡亲，巴西龟并不是指他们从巴西爬到了我们南流村鱼塘，而是因为它们是巴西的品种乌龟，所以才叫做巴西龟。这种巴西龟分2类，一类商品乌龟，一类是宠物乌龟。我猜测应该是其他地方有人养殖巴西龟，然后发洪水的时候跑出来的。原来如此，13，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巴西龟呀？拿到镇上去卖了吧，这玩意应该还是能卖点钱的。13就是厉害，之前租荒山也是如此，还没有开始投资就能靠着红菇赚钱，现在租鱼塘也是如此，还没有养鱼就能有钱进账了。嘿嘿，低调低调。落雪，你在家好好休息，我把这些巴西龟拿到镇上卖。B13转身跟林落雪说了一句后，便开着摩托车载着这些巴西龟去了镇上。他的目标还是放在了幸福饭店，他和肖海洋的关系好，这点忙相信肖海洋还是会帮的。哟，13老弟，你今天怎么过来了？肖老哥，我这有好货，你要不？好货？什么好货？我看看。肖海洋好奇地走过去看了一下，发现巴西龟后也是颇为惊讶。13老弟，你什么时候养了巴西龟了啊？肖老哥，这巴西龟可不是我养的，是我抽鱼塘的时候捉的。原来如此，不过你这些巴西龟大小不一样，感情像是一家子。肖老哥真聪明，我也怀疑他们是一家子。怎么样，你这边要吗？要的话就便宜卖给你。行，那我就全部都要了。虽然这玩意不能吃，但是放到店里面当个吉祥物也是可以的。B13把这些巴西龟卖了之后，并没有着急去进鱼苗，因为鱼塘才刚刚抽干，按照基本的养鱼常识，得让鱼塘暴晒几天，把那些细菌病毒什么的都给晒死。回到家后，他把重点放在了红菇的身上，这才是能快速赚钱又能保证自己有着巨大利润的事情。像鱼塘这种，就算正式养殖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收获。13哥，现在全村人除了潘震一家，基本都在帮你采摘红菇了，不出几天，估计山上的红菇都被采摘完了。是啊，所以我打算明天开始去其他村庄收购红菇。那行啊，这边交给我就是了。花妹，这几天辛苦你了，一会我就和花园酒店那边联系一下，然后明天给他们开始供货100斤的干红菇。经过了这几天的烘烤， B13手里头已经有了200多斤的干红菇，他觉得是时候和叶继平交易一下，然后换点资金回来运转一下。于是，在和毕翠花聊完后，他便回了房间，然后给叶继平打了一个电话。什么？你这么快就有100斤的干红菇了？是啊，叶大厨，如果需要的话，我明天就可以送过去给你。只是这个价格怎么说？价格好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我直接给你200块钱1斤。行，没问题，那就这么说定了。13，怎么样？那边说给多少钱1斤？200块钱。我的天啊，那我们这次卖出100斤，岂不是可以进账2万块钱？没错，这红菇可是一笔财富，有了它，以后你和孩子的生活就不用愁了。听到 B13这么说，林落雪心里面一阵感动。她知道这个男人之所以那么努力的赚钱，都是为了自己和2个未出世的孩子。老公，你真好。于是，在忙完了今天的活后， B13便找了几张纸，打算模仿上次收购野生石斛的套路，写一些收购红菇的告示到处张贴。重生之后，就在 B13从外村张贴收购红菇的告示回到南流村后，突然就听到村里面有放鞭炮的声音。什么情况？这不逢年过节的，怎么突然就有人放起鞭炮了？这个时候，六婶刚好路过这里， B13便好奇地问了一句：“六婶，我们村怎么突然有人放鞭炮了？13，你还不知道啊？梁民的儿子回来了。梁民的儿子回来了，为啥要放鞭炮呢？你这孩子，这都不知道？人家梁民的儿子梁佑可是他们梁家唯一的大学生，现在好不容易回来，自然得去祠堂祭拜一波。”B13一听，这才想起来，这个梁民一共有2个儿子，大儿子叫做梁，二儿子叫做梁佑。梁佑自小读书就非常的聪明，后来考上了一所211大学，让整个南流村的人都羡慕不已。听说这次梁佑是回家1个星期，然后就得出去实习单位上班了。明天他们梁家还要办席呢，所以我明天就不能去给你采摘红菇了，我可要去免费吃一顿。办席？干嘛还办席呢？梁家的大学生回来了，他梁民自然想要炫耀一波，所以就免费的请村里人去他家吃饭呗。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过去看看这大学生经过了大学4年后到底是怎么样了。B13则是回了家，这个时候毕翠花正在把村民们采摘到的红菇给进行分干。13哥，你回来了，明天村里人要去梁民家吃饭，所以明天我们的红菇得停工1天哦。这事情刚刚六婶告诉我了，那就停工1天吧，反正现在山上的红菇也没多少了。好嘞，我们也刚好可以去看看大学生是怎么样的。花妹，你对大学生这么好奇？那是当然，要知道梁佑可是名牌大学毕业呢，那喝过墨水的，自然是跟我们不一样。B13也能理解毕翠花这种心理，事实上，这也是这个时期很多人的心理。毕竟这个时期的乡下，大部分人还在为温饱而奔波着，能考上大学的孩子非常的少，考上名牌大学的就更加少。
13，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让我听听两个小家伙在你肚子里面说什么调皮的话呢？显然，B13是通过前世的记忆回想到了什么，很有可能就是跟那个良佑有关，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你这个爸爸，别再听了，再听孩子们都怕你，不敢出来了。怎么会呢？他们刚刚还说了想早点出来见到我这个爸爸呢。噗，你可真会编！他们要是能听到你说话，那可真是神奇了。嘿嘿，怎么听不到？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父子连心吗？就你这张嘴会说，现在花妹跟你干活久了后，也跟你一样能说会道了。落雪，我想过了，等收购了这2天的红菇后，我就去找施工队，然后建新房子，给你和2个小家伙一个崭新的家。现在有了绿壳鸡蛋和红菇作为稳定收入来源，B13也可以考虑着建新房子的事情。林落雪赞同了他的这个想法，毕竟他也希望2个小家伙出来后可以住在新的环境里。也行，不过按照南流村的风俗，好像建房子还要看日子耶。对哦，我倒是把这茬给忘记了。不过我们不熟悉这些风俗，要不让大伯帮我们搞定这个事情吧。B13虽然不迷信，但是他也尊重南流村的一些基本风俗。于是第2天的早上，B13就去找了毕乔川，跟他说了自己要建房子的事情。13，你要建房子是好事情啊，打算建多少间房子呀？大伯，我打算建2层半。哟，这可就是乡村别墅了呀！你现在越混越好了，大伯真是替你感到高兴啊！看日子的事情，你就交给大伯去处理吧，保证帮你搞定。谢谢大伯，这是1000块钱，你拿着。你这孩子，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大伯，这钱你无论如何都要拿着，你请人来看日子也需要钱，而且后续建房子，我可能没有时间顾及，也还得你帮忙呢。好吧，那建房子的事情你就交给大伯来负责就行了，你就安安心心的去搞你的事业吧。就在 B13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毕翠花走了过来，一脸高兴的说了一句：13哥，我们走吧，一起去看大学生了哦。是啊，13，一会我们还要去良民家吃饭呢，现在好像也差不多到时间了。走吧，先过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然去迟了，免得被人说闲话。行，那我们就一起过去吧。于是 B13便跟着毕乔川一家来到了梁家这边。此时梁家的门口已经摆了好几十张桌子，这些都是用来招待南流村的村民。真是羡慕梁大叔啊，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不像是我们只能靠着种地干活来维持生活。是呀，梁大叔，你让梁佑出来和我们大家见见面，说说话呗。好，大家都不要着急，我这就让我儿梁佑出来和大家聊几句。于是梁明立马就进屋把梁佑叫了出来。梁佑一出现后，现场也立马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果然是上过大学的，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可不是嘛？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看到这些村民们对他的夸奖，刚走出来的梁佑似乎并没有像他老爸梁明一样得意的笑容，相反，他的脸色隐隐约约中带有一丝丝尴尬。谢谢各位叔叔伯伯对我的夸奖，今天大家记得一定要吃好喝好，千万不要跟我们客气。这才是青年才俊，我们南流村年轻人的模范啊，可不是吗？毕竟人家是211名牌大学生，可不像是B13大学都没有读过。虽然最近赚了点小钱，但是这气质就是和梁佑无法比的。是啊，潘正说的对，B13虽然最近是赚钱了，也请了3、4个人员工帮他干活，但是要说潜力压根就和梁佑无法比，梁佑才是我们南流村所有年轻人都应该学习的榜样。不错，我也觉得暴发户始终是无法和文化人相比的，最主要是人家梁佑还年轻，又是名牌大学毕业。错了，人家梁佑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年轻和名牌大学毕业，还有他品德和修为都是非常的正，不像是某些人以前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果然，潘震的话一出后，跟他一样眼红和妒忌 B13的村民立马就跟风的说了起来，这让一旁听到的毕翠花十分生气，站起来打算过去跟他们理论。花妹，你坐下，不许过去。13哥，这些人太过分了，好好的吃饭就行了，干嘛还要把你跟梁佑比较？而且就算捧一个人，也没有必要踩一个人吧？花妹，别搭理他们这些跳梁小丑，他们挣不到钱，也就只能过过嘴瘾，不要把他们当人类就是了。吃完我们还要回去干活，现在挣钱才是王道。在梁家吃完了饭后，B13并没有多待，简单的去跟主人家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就回去了。回到家后，B13拿了几个蛇皮袋放在车尾绑好，准备着去收购红菇。13，路上小心点，可千万别骑太快了，一定得注意安全。雪儿，放心吧，我骑车的技术好着呢。说完 ，B13便立马启动摩托车，出发去正式的开始了收购红菇的行动。经过1个下午，他就足足收购到了300斤的红菇。这次在这几个村庄的收获不错呀，如果现在转手卖出去的话，就能赚1500块钱。不过 B13要的并不是这点小利润，而是更大的目标，所以这些收购到的红菇，他决定全部都是用来烘干，然后再出售。落雪，我回来了。回来啦，今天收获如何呀？足足300斤呢，花妹，你有的忙活了。13哥，这没啥，烘干红菇又不是什么累活，只是按机器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对了，花妹，从明天开始，这些机器就得搬到荒山脚下的库房那里了，那边已经弄好了。没问题，那里地方还宽敞一些，就是路不怎么好走而已。关于路的问题，也是 B13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毕竟要想富，先修路。可是目前他的资金有限，还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进行修路。等到后续赚了更多的钱了，他就得把自己产业链下的所有道路都硬化了。
让车和人都能更好的进进出出。次日的早上，B13在吃了早餐后，便让周二狗一起来帮自己把烘干机和孵化机都抬到了3轮车上，一起运到了荒山脚下的库房那。现在库房已经盖好了，昨天下午他已经让周二狗拉好了电线，现在只要把机器放进去，就可以直接的使用。是三，把这两台万一放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荒凉？暂时的，等到后面我把这道路硬化起来了，又把路灯一类的装上，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中吧，你这货有自己的想法，以后我都跟你干了。二狗，你能这样想就对了，以后别去玩牌了，那玩意只会害你。跟着我，保证你明年的7夕前就能找到媳妇。中，我答应你，为了娶媳妇，我豁出去了。就在 B13刚从山脚库房回到家后，毕翠花便跑过来说道：“13哥，周主任让我通知你，今晚8点记得去开会。”什么？今晚又开会，连着开3集了，还开？这是又要搞什么形式主义？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只是听周主任说的，好像是有什么考察队要过来对青山进行考察，然后让我们这几天配合一下。行，那我知道了。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听我说一件事情。今天去镇上开会，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就在明天会有一支科学考察队来我们青山进行科学考察。现在我们南流村有2个任务，一个就是我们到时候见了这些科学考察队，要尽量的礼貌热情，可不许捣乱，不然就是给我们南流村形象抹黑。第二就是这次科学考察队有外国人参与，所以需要我们南流村能出一个会说1点外语的人一起陪同。周主任，这青山有什么好考察的？怎么还有外国人参与呀？据说是有人发现了我们青山有珍稀动物，所以他们要过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大家配合一下，尽量的把我们南流村热情好客的一面体现出来就行了。周主任，翻译加带路的任务，我觉得想都不用想了，非梁佑莫属，他刚好在家，而且又是名牌大学毕业，这外语水平肯定是杠杠的。是啊，我觉得潘震说的有道理，梁佑是读过名牌大学的，这个任务非他莫属。其他村民也都纷纷表示赞同了潘震的观点，这让潘震十分的得意，灵机一动，又继续说道：“周主任，这个事情，我想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难不成你还想派 B13去做翻译？他最近虽然是赚了点小钱，但他可是没有什么文化功底的，他真要是去做了翻译，只会给我们南流村丢人。”潘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别什么事情都往13这里扯，我家13可一句话都没有说。李乔川，我又没有说你，你急什么？而且我只是发表我的观点，难道就不允许我发表个人观点吗？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这是开会，不是吵架大会，都给我安静一点。潘震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想在众人面前故意踩 B13，可是 B13却压根不生气。经过了前世，他的内心已经无比的强大，而且他还知道一个事情，那就是梁佑虽然是就读了名牌大学，但是外语却并不好。从梁佑不安的表情中，他也可以基本断定这一点记忆是没有记错的。各位，谢谢你们对我的认可，不过我确实不太适合做翻译的工作，所以还是另请高明吧。梁佑，既然村民们都推荐你了，我看你就不要再推辞了。你是咱南流村出去的大学生，现在也该回报一下南流村了。这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你和我一起去接待科学考察团队。周主任，这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就在周海山得知科考队今天就要来南流村考察后，一大早他便带着一帮人在村口等待着。很快，2辆汽车就驶到了村民的眼前。从车上下来了6个人，其中有骆家镇的副镇长、南流村的村支书和4名科考队员。4名科考队中有2名是洋鬼。周主任，这些就是来我们青山考察的科考队，让你找的熟悉青山地形的人，找到了吗？说话的这个人是南流村的支书王雪，由于他是从其他地方派过来驻村的，不太熟悉南流村的情况，所以便将此事全权交给了周海山。王支书放心，人我已经安排好了，就是这位，他叫做梁佑，是我们南流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好，周主任，事不宜迟，你前面带路，领着大家到青山脚下熟悉一下地形吧。好，大家请跟我来。于是周海山便带着一行人前往了青山脚下。来到青山脚下后，站在一旁的老外勒布朗用英语问了一句 ：Have your villagers ever discovered some strange birds while climbing such a lush green mountain? Have you ever encountered some incredible creatures? 梁佑，他说了什么？你赶快翻译一下，我可是一句也听不懂。此时的梁佑却显得有点为难，因为他去了大学后就没有再像初中、高中那样认真的学习了。他的外语水平事实上就是高中水平。梁佑，你倒是说话呀，你怎么变成哑巴了？梁佑则还是一脸懵逼的样子，他只能听懂一些词语，但是却有一部分听不懂。而勒布朗具体要问的是什么，他无法通过自己熟悉的单词在脑海中整理出来。梁佑，这位外国科学家到底说了什么？你回答人家呀！周主任，我……此时旁边科考队的人员实在看不下去，便直接翻译了勒布朗的问题。周主任，勒布朗问的是你们南流村的村民平时上山的过程中是否发现有一些奇怪的生物，比如从未见过的鸟类等等。听到科考队人员的翻译后，梁佑瞬间就尴尬了起来。这下大家也都明白了一个事情，那就是梁佑这个大学生有点吹嘘过头了。是这样的，这些年来倒是没有听说村民们遇到过什么奇怪的生物，倒是山上有很多美杜莎以及野猪什么的。周海山为了不再出错，他没有让梁佑翻译，而是请旁边的那个科考队的人员向勒布朗进行了翻译。好了，
来让我们继续去探索一下青山的秘密吧。于是，一行人继续的往青山走去，很快就来到了荒山这边，也自然而然的看到了 B13正在库房门口逛。看到有人在这里工作，想到可能会对青山有着更多的了解，考察队队长刘志文便好奇的朝着 B13走去。13哥，考察队他们好像要过来这边了。你好啊，年轻人，你怎么在这里建了一个房子呢？ B13，这位是科学考察队的刘队长，你给他说说，你这个库房是干啥用的？刘队长，你好，欢迎你来青山考察。我这个库房在这里，主要是用来进行红菇的加工制作。红菇就是那种非常难得，至今都无法人工养殖的红菇。不错，就是它。周主任，原来他就是租了我们南流村荒山和鱼塘的那个年轻人啊。王雪作为南流村的一把手，只是知道了是 B13租了荒山和鱼塘，倒是还没有见过这个人。没错，就是他。他现在还请了4个工人给他干活呢，也算是一个小老板了。就在周海山和王雪聊起 B13的同时，勒布朗和他的同事把注意力放在了 B13 以及红菇身上。 Oh my god, this mushroom is so bright red. Can it really be eaten? Is it non-toxic? 就在大部分人都听不明白珍妮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B13 突然就用外语回答了一句珍妮。This is a precious mushroom in our country, called red mushroom. Its color is naturally so bright red, but it is not toxic. Not only is it non-toxic, but it is also very nutritious. 瞬间，所有人都一脸震惊，如同是见到七舅老爷一般的表情。我勒个乖乖 ，B13，你会外语呀？周主任，略懂略懂。那一年我父母生病去世后，我就外出打工了，没读大学，所以这些外语知识我还记得。B13不能把重生的事情说出来，所以只能找了这么一个借口。周海山，既然这个小伙子会外语，那就让他当翻译和向导吧。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副镇长苏超表态道：“是啊，我也觉得让 B13来做翻译加向导比较合适。刚刚看到他说话条理清晰，而且不急不躁，像是个比较稳重的人。” B13，你听到了吧？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表现，不要辜负了镇长和村支书对你的厚望啊 My god, Mega, can these so-called red mushrooms really be eaten? I really want to taste it if I have the chance. Of course you can eat red mushrooms. If you don't mind, you'll bring some for you to taste later. 虽然红菇的价格不便宜，但是来者就是客 ，B13也不会吝啬送一些红菇出去。说不定珍妮等人在品尝到了红菇的鲜美后，还会在国外帮他推销一下红菇。Thank you, you are so enthusiastic. I have to give you a thumbs up. 虽然周海山等人听不懂外语，但是这个手势他是能看得出来的，显然这是在夸 B13。华妹，这边就交给你和二狗了，我陪他们上青山一趟。好，13哥你去吧，这边交给我俩，保证没问题。一路上，刘志文等人都向 B13咨询了很多关于青山的情况 ，B13一一的给他们解答着。Mr. Bai, is this the red mushroom you were baking just now? No. This is not a red mushroom. This is a red umbrella, which is the poisonous red mushroom you mentioned before. This type of mushroom has extremely strong toxicity. In our Nalu village, there is a humor. B13幽默风趣的回答，引得那2个洋鬼子大笑。至于跟在一旁的王雪、周海山等人，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不过看到大家都笑了，他们也跟着笑了起来。B13除了给科考队的人讲解红菇和红伞伞的区分外，也跟他们讲了很多青山上的一些见到的不可思议的植物、动物。科考队的人在听了 B13的讲解后，对于这一片神秘的青山也更加的好奇。褐马鸡，你们快看，前面灌草丛中有好几只褐马鸡！天啊，真的是褐马鸡，简直太幸运了！我们才刚进山没多久，就遇到了褐马鸡。这种褐马鸡，全世界也没有多少了，可谓是太珍惜了。没有想到会在青山遇到这么多。这不就是经常能看到的角鸡吗？怎么在他们的眼里就变得这么珍贵？刘队长，你们见到这种鸡怎么这么激动？在青山我可是经常见到它们呢。神马，这种如此珍惜的褐马鸡，你竟然经常见？你不会是开玩笑的吧？刘队长 ，B13没有开玩笑，这种野鸡在我们南流村叫做角鸡，确实是经常见。这种鸡学名叫做褐马鸡，是我国濒危物种之一。由于栖息的破坏的原因，它们的数量一直都在减少。这次来青山真是来对了。众人一听，这才明白过来。B13也庆幸自己没有对着珍稀的褐马鸡进行过捕捉，不然可就不妙了。私自捕捉濒危物种，那可是触犯法律。就在众人都把注意力放在褐马鸡的时候，突然有人发出了痛苦的叫声。B13转身一看，发现是副镇长苏超，小脚处被蛇咬出了一个伤口，虽然不大，但是已经有血液流了出来。不好，是小青。B13看到跑掉的小青后，立马就感到事情不妙。小青可是有法力的，被他咬到一口，如果处理不及时的话，随时都可能残废或者挂掉。王支书，最近的医院在哪里？我们先把苏镇长送到医院治疗，不然迟了就会有生命危险。这种情况得送到县城医院，少说要1个小时。此时，大伙都开始着急起来。你们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就在这个时候 ，B13立马就在附近找了几种草药，放在了大石头上面，再用一些小石块使劲的砸碎，然后直接敷在了苏超被小青咬的伤口上。B13，你这招到底行不行啊？我怎么感觉苏镇长流的血更加多了？放心吧，
这是坏东西，只有流出来才能保住它。这种草药就是专门治疗小青咬伤的。小时候我调皮出来玩，也被小青咬伤过，我爷爷就是用这些草药给我治疗的。大概1分钟后，苏超的脸色开始渐渐的恢复，也清醒了过来。B13，真是谢谢你了，刚刚可是把我吓得够呛，我以为自己真的要我了呢。苏镇长不必客气，你没事就好。看到苏超没事后，众人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来，同时他们对于 B13的本事也更加的佩服。苏镇长，虽然你现在没事了，但是被小青咬了可不是小事情。这样吧，我们先送你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至于考察的事情，等明天再说。刘队长，你们的科学考察任务中，让周海山扶着我下去治疗就行了，你们继续进行你们的科学考察工作。对呀，各位科学家，就让我扶着苏镇长去治疗吧，我保证一路陪着苏镇长，不会让他出现任何事情。那行吧，感谢你们今天的陪同，真是辛苦你们了。于是事情就这么确定了下来。周海山扶着苏超回去医院治疗，而 B13和王雪则是继续带着刘志文他们在青山上进行考察。有了苏超的前车之鉴，这次他们走路也都小心翼翼了起来。好在一直到今天的考察结束，也都没有再出现过什么意外。他们拍到了不少珍稀动物。回到南流村后，在简单的交流了几句后，这些人便上车离去了。13，你今天可真是为我们南流村长脸啊！身为南流村的支书，我为你感到骄傲。王支书言重了，我只是做了身为一个南流村的村民该做的事情而已，以后在南流村还得你多多关照呢。你这孩子真是太难得了，有实力又如此谦虚，我最欣赏这样的人。以后在南流村遇到什么麻烦，随时来找王姐，王姐都帮你解决。有了王雪这句话，B13心里面可谓是十分高兴，毕竟以后自己想要在南流村租地开厂什么的，都得经过村委会的同意，事实上也就是需要经过王雪的签字。现在有了这一层关系，以后走起程序来，哪怕是周海山这边不同，他也可以直接找王雪。多谢王姐，这话我可是记着了。不必客气，像你这样的有思想的年轻人，我们村委会就应该大力支持。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家了，我们下次再聊。说完，王雪便转身回去了，而 B13则是站在原地思考着什么。13，你过来了，我刚喂完这些母鸡。拔金哥，最近这些母鸡没有什么问题吧？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今天一共有600个母鸡产蛋了呢。这么快就600只母鸡产蛋了？B13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高兴，这意味着短时间内可以稳定有600个绿壳鸡蛋了。除了供应给幸福饭店后，供应给花园酒店那边也不成问题。此时 B13觉得也该是孵化机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是啊，每天看到这么多母鸡产蛋，我心里面也很高兴的。这阵子就辛苦你了，等到后续扩大了规模养殖，我会给你加工资的，你就放心吧。什么？你还打算扩大规模养殖？现在都好几百只了呢，再养殖可就放不下喽。不怕，你忘记了我还有30多亩的荒山，到时候我可以在荒山那里规划出一些土地，然后围起来，把母鸡放进去养殖。B13早就计划好了，当初租下荒山可不仅仅是因为红菇，还为了自己能够更好的进行投资。荒山那些没有红锥树的地方，他都打算利用起来。你小子可是打算玩大手笔啊？嘿嘿，那是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呢。我买了个孵化机，你去弄些公鸡过来给母鸡受精，只要有了受精的绿壳鸡蛋，以后想要养殖多少就孵化多少。所以你好好的跟着我干活，准错不了。好，放心，这边你就交给我吧。13，要不把孵化母鸡的事情交给花妹吧，她已经熟悉了红菇的烘烤操作，把红菇放进机器后，有好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再顺便操作一下孵化机，问题应该不大。我刚刚也是这么想的，只是鱼塘的活也不能耽误太长时间，我在想着要不要再招聘一个人专门来养鱼。那就再招聘一个人吧，反正现在红菇和绿壳鸡蛋的收入也能让我们付得起工钱。林落雪不愿意看到 B13每天都这么累，这样一来就能为 B13减轻不少。那好，明天我就贴出告示，然后招聘一个人专门养鱼。第二天的早上，B13把招聘养鱼员工的告示贴在了村头的公示栏上。很快，这个事情就在南流村传开了。13，你真的要招人养鱼？大学叔，不错，我是要招人养鱼。我记得你之前也养殖过鱼。没错，养鱼我是很有经验的。不过你确定真的给我1000块钱一个月吗？要知道，这可是98年这个时期的工资，普遍才几百块钱。所以看到 B13写的1000块钱一个月，他才半信半疑。当然是真的。目前来我这里干活的员工，每个人都是1000块一个月。等后面发展起来了，我再给你们增加工资。那好，13，你看我来给你养鱼怎么样？早几年的时候，陈大学在其他地方养过好几年的鱼，后来别人眼红他就不租给他了，所以他才回了南流村种田。毕竟当时的南流村的这一片鱼塘，大家都认为风水不好，他也没敢。行啊，当然可以。你先回去跟你老婆他们说一声，一会再来找我，我带你去鱼塘，告诉你干些什么。好，那我先回去，一会儿就来找你。就这样，养鱼的员工已经招到 ，B13可以养鱼、绿壳鸡蛋以及红菇3项产业同时进行。13，这鱼塘也就你敢租，当初我就不敢租，要是敢租，估计这片鱼塘现在都还是我养的鱼呢。大学叔，现在巴西龟已经被我处理掉了，不会再有鱼莫名其妙的死掉和不见的情况了。13，我看鱼塘水已经被你抽干了，不过淤泥你还没有清理掉。这些淤泥单纯的靠太阳暴晒是不可能把所有细菌都消灭的，
一般情况下是把这些淤泥给清理出去，再暴晒个3天，就可以重新放水进来投放鱼苗了。那好，就按照你说的步骤去做。辛苦你请一些人来帮忙清理一下淤泥，工钱我来出。没问题，这事情包在我身上。叔，我打算养殖的是一种叫做那林草鱼的品种，这种草鱼你听说过吗？听说过，不就是我们隔壁那林镇的招牌鱼种吗？这种鱼价格比较贵，就是养殖起来比较麻烦，需要山泉水。不错，我就是打算把山泉水引到鱼塘来，然后养殖这种那林鱼。不错，有想法，果然不愧是年轻人。那好，鱼塘这边就完全交给你了，需要到什么费用了，你来告诉我，我给钱你去买。B13对于陈大学倒是比较放心，从和他的交谈中，他也感受出来了陈大学在养鱼这一块有丰富的经验。在继续聊了几句后，陈大学便去找人来清理淤泥，B13则是回了家。潘震在知道 B13招了陈大学来养鱼后，他的心情更加的不爽。你这个窝囊废，还有心情在这里睡觉？你去看看人家 B13，现在都已经招了5个员工了，早知道你这么窝囊废，我就在娘家不回来了。最悲催的是，这个时候他媳妇又在他的耳边唠叨个不停。我爱他的，我就不信了，找不到办法阻止他发财，我这就去找梁家的人。哼。他知道梁明的家里有一块地是通往鱼塘的必经之路，他这次过来就是打算怂恿梁明阻止 B13从那一块地运东西过去。这次因为科学考察队的事情 ，B13抢了梁佑的风头，他相信梁家人也一定对 B13有想法。潘震，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梁大叔，在鱼塘那附近，你家是不是有一块坡地？去鱼塘都得经过那里。没错，只是那块地土质不好，没有种植任何东西，这些年大家都当作道路来走了。那就太好了。什么太好了？你小子今天来找我，到底所谓何事？你听说了吗？ B13那小子招了陈大学来给他养鱼了，现在已经在鱼塘那里清理淤泥了。我也听说了，可是这和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梁叔，科考队考察的那天 ，B13故意出秀他的外语，把你家梁佑的风头都抢走了，你就甘心这样被他欺负？潘震看得出来，梁明对那天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B13那小子，如果不是他，我家梁佑确实也不会那么尴尬。可是现在他已经混得风生水起，我又能拿他怎么样呢？果然，经潘震这么一挑唆后，梁明也是开始对 B13咬牙切齿。梁大叔，我给你出个主意，只要在属于你家的那一块挖个坑，或者是切个砖什么的，就彻底断送了他去鱼塘的必经之路。他 B13想要从那输运什么的东西，那还不是你说的算？潘震则是立马就把他的鬼心思告诉了梁明。梁明听到后也是表示鼓乐。好主意，那块坡地是我的，我这就拉几车水泥砖过去，然后直接就给他围起来，我看他还怎么从这里经过。说完，梁明便起身去找了一辆拖斗车，然后把自家院子废弃的水泥砖都拉到了鱼塘那一块坡地那里，打算砌一道围墙。梁明，你这是要干啥？你把路都给砌围墙了，我们还怎么把淤泥运走？那是你们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怎么和我没有关系？我运淤泥需要从这里经过，这也是进入鱼塘唯一的一条大路。你现在用水泥砖砌起来了，我怎么过？陈大学，这一块坡地是我家的，我在自家坡地里面想干嘛就干嘛，你管得着？说完，梁明又继续在路上砌着围墙。他认准了陈大学不敢把自己怎么样。陈大学虽然很气愤，但是却无可奈何。他也知道梁明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但是地确实是对方家的，他也没办法阻止。落雪，你们家 B13呢？他去收购红菇了，是清理淤泥的工人，需要工钱了吗？那我回去拿给你。不是，是梁明那家伙故意找茬，在他们家的那一块坡地那里砌起了围墙，我们的工人无法把淤泥送出去了。这也太过分了吧？是啊，这次他很明显就是故意针对13的，只是没办法，地确实是他们家的，所以只能等13回来看看怎么处理了。这个时候 ，B13刚好骑着摩托车回到了家中。13，你回来了正好，鱼塘那边出事情了。出事情了？发生什么事了？梁明把他们家那一块坡地用水泥砖给砌起了一道围墙，我们清理的淤泥无法运出去，而且那是唯一通往鱼塘的路。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可不是嘛，他现在还在鱼塘那里砌着围墙呢，我只能让工人们暂时停工了。我上早八，肯定是故意的，我这就找他去。说完 ，B13立马就赶往鱼塘。梁明还在用水泥砖砌着围墙，而且已经把围墙砌起了1米多高。梁大叔，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吧？明知道我这几天要运淤泥出去，你却偏偏在这砌围墙。B13，这是我家的地，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不着。不错，这是梁家的地，人梁大叔有权在这里做任何事，就允许你养鸡，还不允许人家砌个围墙也来养鸡啊？看到潘震这家伙在，不用猜都知道一定是他在背后挑唆梁明这么干的。潘震，你特喵的就是一个小人，你对我有意见，不必把梁大叔拉下水。你才是小人，老子想干什么关你屁事，信不信我揍你？说完，潘震便要冲上去和 B13干起来，可是被一旁的梁明给拉起来了。梁明的本意就是阻止 B13不从这里通过，他可不想再发生其他的事情。都给我住手！周主任，你来了正好， B13这小子要干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潘震，我就不明白了，
最近南流村的冲突怎么都和你有关？你说这次的事情和你有没有关系？周海山早已经有点看不惯潘震的这种小人行为了，所以他也没给潘震好脸。不错，如果不是潘震在背后挑唆梁大叔，他也绝对不会这么做。你放弃，这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是人家梁大叔想要砌围墙养鸡，难道就许你养几百只母鸡，人家就不可以养？潘震自然不敢承认，要是承认了，这事情传出去，他就会变成村民口中的小人。好了，你们就不要吵了。潘震，这里的事情既然和你没有关系，那你就不要在这待着了。自知理亏的潘震，这个时候也没有敢再继续待下去，他也担心再吵下去，梁明真的会供出实情，说是他背后指点所致，他便灰溜溜的回去了。梁敏，你这又是为何？这一块地虽然是你名义下的，但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自从分到你手上，你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工作吧？我以前是觉得他麻烦，没有进行工作而已。可是现在我想通了，我想砌个围墙，然后养鸡，不行啊！梁明丝毫不慌，因为他看准了周海山无权干涉他这么做。站在一旁的王雪虽然也很想帮B13，但是梁明在自家土地砌个围墙，他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王支书、周主任，这附近的坡地是不是除了那一块地方是梁家的，其他都还是村集体所有？不错，其他的都是属于村集体。怎么了？13，你听到了吗？这大半夜的，怎么有人在大喊大叫？不好，好像是机场那边传来的，可能是出事了。雪儿，你在家休息，我去看看。痛死我了！我求求你了，狗爷爷，你就快点松口吧。阿金哥，你刚刚听到声音了吗？好像是果园机场传来的。听到了，我怀疑是不是有人来偷我们的母鸡，然后被我家大辉给逮到了。大辉，你什么时候放了一只狗在那里？今天下午才放到那里的。白天我在机场喂鸡的时候，眼皮老跳，我就留了个心眼，把我家的大辉留到那里看门了。那肯定是出事了，巴金哥，我们快点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B13和刘巴金一起加快速度来到了果园这边，与此同时，听到声音的村民们也过来了些。13，这是怎么回事？我睡着睡着，听到你果园好像有人发出哀叫，该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六婶，我也刚来到，我先过去看看。大辉，你在哪里？刘巴金叫了一声，然后咬着潘震屁股的大辉才松了口，立马就朝着刘巴金跑。大辉，刚刚是不是有人来偷鸡，然后你把他给咬了？原来是有人来偷 B13的母鸡，然后被狗咬了呀，难怪会发出这么痛苦的哀叫声。B13的这些母鸡可不便宜，到底是哪个缺德的人要偷他的母鸡啊？偷鸡的人应该还没有走，一会就能知道了。村民们这个时候也都十分好奇，到底是谁来偷 B13的这些母鸡。此时趴在地上的潘震再也忍不住了，他本想着爬起来趁着夜色跑回家，可是发现大腿已经疼得站不起来，便发出了一句痛苦的哀叫。痛死我了，痛死我了。B13听到声音后，立马就用手电筒照了过去。潘震，这不是潘震吗？天啊，竟然是他来偷 B13家的母鸡呀！真是没有想到啊，偷鸡的人竟然是潘震，这下被狗咬了吧？好在我们听到声音赶过来了，不然估计他被刘巴金的大灰咬嘎都有可能呢。村民们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这个人就是潘震，然后纷纷说话谴责着他。就当众人打算将潘震送到帽子叔叔那里去的时候，由于他流血太多，直接就晕了过去。不好了，潘震晕过去了。13，这下该怎么办？你们送他去医院治疗吧，暂时嘎不了，他只是流血过多罢了。B13可不愿意看到他打在这里，这真要打了，对自己的养殖基地也不吉利。于是他让其他村民背着潘震送去医院进行治疗。13，你看潘震那小子可不是来偷鸡那么简单，而是打算来弄这些母鸡的。村民们背着潘震离开后，刘巴金在地上发现了一瓶昆你太美，这才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真没有想到他会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现在他被你家大辉咬成这样，也算是罪有应得。是啊，都是一条村的，他怎么这么可恶？放心吧，等潘震醒了，我就报勾，一定要教育教育这混蛋。巴金哥时间也不早了，回去休息吧。这瓶昆你太美你给带回家留着，这可是物证。B13吩咐了一句，便去看了看他的那些母鸡，发现都没有问题后，也放心的回去了。第二天，村民们吃过饭闲来无事，在村里 CBD 唠昨晚发生的事时，突然就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便出现好几辆警车从他们眼前开过。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有好几辆警车开进我们村了？该不会是来捉潘震的吧？不对呀，他不是还在医院没回来吗？等等，你们看，好像警车是朝着梁家的方向开去的。哟，该不会是梁佑实习的单位是在警局吧？他们提前开车来接他。果然，名牌大学生的待遇就是不一样。警车突然开进了南流村，这让村民们开始各种猜测。由于朝着梁家驶去，不少人还天真的以为这是来接梁佑去单位实习的。毕竟98的时期，很多人都不怎么懂这些，加上梁佑有着名牌大学的光环，他们就往这方面想。梁明看到警车来到家门口就停下来后，也是一脸懵逼。可站在一旁的梁佑却早已慌得一笔。他这次回老家躲避，想着的就是老家偏僻，不应该会被人查到，然后躲几天，他再去其他地方。没想到现在警车直接就找上门，他二话没说，试图从一侧
直接就被围在一侧的帽子叔叔给逮个正着。各位，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儿子他名牌大学毕业，你们捉他干啥？你是不是叫梁佑？我不错，我儿子是叫做梁佑。你们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我们要捉的就是你儿子，他在大学期间侵犯了女同学，我们找他很久了。什么？我儿子侵犯女同学？帽子叔叔，你该不会是开玩笑吧？我儿子学习一直都很好，还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梁明听到这个消息，差点就晕过去，立马就着急的跟对方解释着，学习好不好，以及是不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和犯罪违法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个人品行道德观的问题。好了，我们要带他回去做调查，后续的相关文件我们会委托你们这边的相关部门发通知的，你们就等着吧。说完，带队的帽子叔叔手一挥，梁佑就这样被押上警车带走。天啊，竟然是来捉梁佑的，真是没有想到啊！哎，梁佑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就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他那天不能和外国科学家们进行正常的交流了，一定是在学校压根就没有学习，所以外语水平就退步了。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前来围观的村民这个时候也开始见风使舵了起来。13哥，你听说了吗？上午梁佑被抓走了，好像是在学校犯了什么事情。听说了，我也是刚知道的。B13哪里是听说，而是一开始就知道。身为重生者的他，只是不能提前透露出来罢了。是啊，这个梁佑，亏我之前还挺羡慕他是名牌大学生呢，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看来人的品德和三观才是最重要的。此时，陈大学也从鱼塘来到了 B13家。13，现在鱼塘的淤泥已经清理完毕了，还有坡地的土壤也松过一遍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呢？2天前，梁明原本认为只要把他家坡地路给堵上，就能阻止 B13养鱼。梁明的这番操作让 B13愤怒不已，转身就把梁明坡地周边的地全给租了下来，还弄出一条更大的路来。所以鱼塘那边路的问题就这样被 B13彻底解决。大学叔，那鱼塘的山泉水的水管都安装好了吗？已经安装好了，随时都可以流水进鱼塘了。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安全出口，就算连续下1个月的雨，鱼塘的水都不会漫出来，里面的鱼更加不会轻易跑出去。那好，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养鱼了。你先安排把山泉水流进鱼塘，然后我明天去买鱼苗，等到鱼苗投放进去后，我们再在坡地上种植鱼草。没问题，我一会就把山泉水引到鱼塘去，明天醒来刚好也差不多了。不过你要种植鱼草的话，打算种植什么种类的鱼草呢？按照你的经验，养那林草鱼的话，种植什么草比较划算？象草，这玩意不仅种植方便，而且产量高，割了之后还会重新生长出来。行，那就听你的，种象草这个事情到时候也交给你来。行，没问题。陈大学不愧是个有经验的养鱼人，他的这一番操作让 B13能够大胆将鱼塘交给他了。13，鱼塘里面的水经过1夜已经放满了，你去看看。大学叔，不用看了，我对你还是信任的。一会我去购买鱼苗，你和我一起过去吧。B13虽然是重生者，但是在养鱼这一块可没有什么经验。为了购买到好的鱼苗，他便邀请富有经验的陈大学陪着他一起去。行，那我一会来找你，我先回家拿个东西。半个小时后，陈大学拿着一个破旧的电话本来找了 B13。大学叔，这些电话号码都是你之前养鱼的时候的记录下来的。不错，其中有2个号码就是那邻镇的草鱼供应商的，我们可以提前打电话问问他们还是否有鱼苗，有的话直接选择其中一个过去看看就行。太好了，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方便很多。 B13便立马拿着电话本用座机打了过去，最终2个人都表示有那临沂的鱼苗，而且如果量大的话还可以给 B13提供优惠价。重生90年代，就当 B13购买了8000尾那临沂鱼苗回到南流村，将其投放到鱼塘后，村支书王雪便来到了 B13的家。王支书，你怎么过来了？13，明天那些科学考察队就要回去了，所以他们中午打算请你一起吃个午饭，叫我来问问你是否方便。方便，正好我可以拿些红菇去送给他们，你看可行？行倒是行，只是你的这些红菇这么贵，你要是给他们送的话，可就损失不小哦。没事，都是朋友，不用在乎这些。行，那我们走吧，他们都在镇上等着呢。哟，毕老弟，你怎么过来了？就当B13和王雪刚进到幸福饭店坐下来没多久，肖海洋就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然后便过来打了一声招呼。13先生，你和这家饭店的老板相识？这位先生，你算是说对了，我和毕老弟可是合作关系，我饭店里面的绿壳鸡蛋都是他提供的。神马，这么好吃的绿壳鸡蛋竟然是你提供的？刘志文他们在刚过来骆家镇的时候，就在幸福饭店这里吃过一顿，也就是那一顿，他们才开始喜欢上了这种绿壳鸡蛋。虽然他们在大城市可以随意吃到绿壳鸡蛋，但是却没有吃过这么香味的绿壳鸡蛋，这也是他们临走之前决定在幸福饭店再吃一餐的原因。不错，肖老板饭店的绿壳鸡蛋都是我供货的，我每天都给他们饭店供100个绿壳鸡蛋。天啊，你竟然还是养鸡大户啊，看来你做的产业挺多的嘛。刘队长，你是不知道，就在今天，B13先生还开始了养鱼事业呢。我们南流村的那10亩鱼塘现在都是租给他来养鱼。难得，太难得了。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一心想着发展农业，简直太难得了。这样吧，你这些绿壳鸡蛋，我想跟你合作，你看如何？合作？刘队长真会开玩笑，你又不是开饭店的，我们怎么合作？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我们研究所的食堂可是每天都要有鸡蛋的。你这些绿壳鸡蛋这么香，而且又没有腥味，正是我们食堂所需要的。所以你要是愿意，我回去就跟食堂的人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电话再进行沟通。没问题，那就多谢刘队长推荐了。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联系我。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等我回去之后，电话联系你。不过我话放在这里，我们食堂对于食材的要求可是非常高的，你到时候可不要拿市场上的普通绿壳鸡蛋供货给我们。刘队长放心，如果到时候我给你提供的绿壳鸡蛋质量不行，随时可以退回来给我原价赔偿。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经过那天在青山的接触，刘志文对于B13十分的欣赏，对于此事也信任他。13，我也要和你合作。苏镇长，你也要和我合作？不错，我们单位的食堂也需要你的绿壳鸡蛋，所以你那里还有货的话，我过几天就派人去和你进行详谈。自从上次 B13用草药救治了他，苏超就一直在想着该怎么报恩。现在刘志文和 B13的合作聊天倒是提醒了他，既然 B13的绿壳鸡蛋这么好，何不顺手的把他介绍到食堂呢？相信以他绿壳鸡蛋的质量，也完全的符合食堂的食材供应的要求。而且这个时期的食堂一直都没有一个稳定食材供应商，刚好可以从 B13的绿壳鸡蛋开始做起。真的吗？那就太感谢苏镇长了。一旦和苏镇长单位的食堂合作成功，那可就是一个活招牌。对外宣传的时候，大家对于 B13的绿壳鸡蛋也就更加的信任。而且和苏镇长单位食堂的合作也并没有违反了当初和幸福饭店签署的长期合作协议，因为单位食堂不属于其他饭店的范畴。不必客气，上次要不是你，估计我早就没命了。要说感谢的话，我得感谢你。嘿嘿，小事一桩，苏镇长就不必记在心上了。就这样，B13高高兴兴的和他们吃了一餐午饭，完了之后又喝茶聊了半个小时，然后才相互离去。回到家后，B13第一件事情就去找了负责喂养母鸡的刘巴金。如果这两个大合作成功的话，后续需要的绿壳鸡蛋就会比较多，他得过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些母鸡的产蛋情况。巴金哥，今天母鸡的产蛋数量如何？13，今天足足有700只母鸡产蛋了。不错，看来还有50只母鸡没有产蛋而已了。不过这数量还是有点少了，得增加一些公鸡回来，然后花妹那边才能利用这些受精过的鸡蛋孵化出更多的鸡苗。不少了吧？目前只供应2个地方，问题应该不大。巴金哥，我这次来找你，就是因为很可能这几天我们有新的客户要合作了，所以这些母鸡的产蛋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花妹那边孵化鸡苗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短时间内让鸡苗长大，然后产蛋。刘巴金的话倒是一下子提醒了 B13，按照鸡苗的生长发育的速度的话，确实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做到产蛋。可是和刘志文的科学研究所以及相单位的食堂合作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他可不想等太久，更加不想错过。特别是相单位的食堂供应商这个身份，多少人想花钱买都未必能买到呢。如果错过了，那就太可惜了。于是他想到了一招，那就是再次找王富贵进购成年母鸡，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巴金哥，这样吧，我再去进购一批成年母鸡和公鸡回来，这样的话就能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花妹那边，孵化鸡苗的任务也不能停，因为后续还是需要更多的母鸡产蛋。这招倒是不错，只不过这果园估计放不下太多成年的鸡了，得放到二狗那边的荒山基地。我到时候会跟二狗沟通，你负责这边的母鸡养殖就行，那边我会另外安排人。B13便第一时间来到了荒山脚下，找到了周二狗，将此事安排给了他。经过周二狗他们一个下午的努力，现在养殖母鸡的基地已经基本形成，而且周二狗为了不让这些母鸡在下雨天的时候变成落汤鸡，还特意搭了一个长方形的棚，在棚顶放了一些稻草上去。二狗，你小子做的不错，有了这个棚，哪怕是下雨天都不怕这些母鸡被淋到了。这是我昨天下午才临时想到了，我一会就去购买母鸡回来，到时候这边可得辛苦你了。放心吧，这事情小意思，你买回来多少我就喂多少，保证不会让他们饿着。B13点点头，然后便骑着摩托车出发了。好在他来早10分钟，这个时候王刀子正准备出远门，而且是一去就得3-5天才回来那种，这要是来迟了，估计就得5天后才能购买到母鸡了。小伙子，你的养殖规模蛮大的吗？你之前在我这里已经买了700多只母鸡了，现在这么快又要买了，说吧，这次要多少只？王大叔，你看我已经在你这里购买了700多只母鸡了，这次给我能不能多优惠点？行，这次我再给你每只母鸡便宜1块钱吧。说吧，你打算再买多少只？王富贵也是十分豪爽，直接就给 B13再次降了1块钱的单价。我要1000只，给我来1000只就行。我操
神马1000只，你要这么多啊？草率了。王富贵从养殖绿壳鸡蛋的乌鸡苗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有谁一次性就购买这么多数量。不错，就是1000只，你这里该不会没有这么多吧？其实这也是毕13担心的，毕竟王富贵之前的生意不好，可能并未孵化有这么多成年的鸡苗。你如果要多一些，可能真的没有，不过1000只刚好就有。那好，我全部都要了，带我去看货，然后点数吧。行，你跟我来。来此购。说完，王富贵便带着毕13再次去了他的鸡苗养殖基地。然后双方看过这些成年母鸡后，觉得没有问题，便开始给钱、点数、装车。王富贵还是和上次一样，负责请人把这些母鸡运送到毕13那边。一切都搞定后，毕13便开着摩托车带着司机回到了南流村。经过几个人1下午的努力，终于把这1000只母鸡都放到了荒山下昨天弄好的养殖基地里面。晚上吃完晚饭后，林落雪就已经在准备着明天回娘家的东西，除了2000块钱的红包外，还有一些包装好的红菇。落雪，要不你先给妈打个电话吧，就说我们明天回去给她过生日。那我给她打个电话。爸妈、大哥、大嫂，好久不见，你们还好吗？是妹子回来了，坐吧。来到林落雪家后，屋子里坐了4个人，分别是林落雪父亲林强、林母黄玉珍以及说话的这个人是林落雪的大哥林伟。坐在林伟旁边是他媳妇陈爱莲。大哥，今天是老妈的生日，所以我和13回来给她过生日，这是我们送给老妈的礼物。说完，林落雪便把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包括其中的2000块钱的红包，都一并递过去交给了老妈黄玉珍的手上。落雪，你们回来我不反对，我也很高兴，但是这礼物和钱如果是不干净得来的，我可不要。黄玉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之前毕13的混蛋形象导致的，加上这些年村里人都说毕13经常偷盗别人的东西，所以他也担心这些礼物和钱都是毕13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得到的。妈，这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到的，不是做违法的事情，也更加不是打牌赢来的。我知道自己之前是不好，让落雪跟着我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保证那些都是过去了，以后我只会更加疼爱落雪和孝敬你们。是啊，妈，13已经改变了，他最近投资了很多事情，还招聘了好几个员工呢，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努力赚来的。妹夫，你真的改变了，没有再去偷别人的东西，也没有再去打牌了。大哥，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跟我回去一趟，我给你介绍我目前做的事情，还有我的员工都可以为我证明。老妈，这样吧，要不我就跟他回去看看，如果他真的改变了，我们就收下他的礼物，如果他说大话的话，我们就赶他出去，以后都不让他过来我们家。毕13，如果你真的改变了，从此对我家落雪好，我也不计较以前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还敢忽悠我们林家就跟你没完。他们也并不是反感和讨厌毕13，只是反感和讨厌那个混蛋以及无恶不作的毕13罢了。毕竟作为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呢？可是之前的毕13太混蛋了，以至于他们对毕13现在说的话都无法信任。请你们放心，我绝对没有忽悠你们，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回去看看我的产业。毕13能理解他们此时的感受，所以他并不怪林家人对他的怀疑。谁让他之前太过混蛋了？别说是林家人了，毕13有些时候都无法原谅之前做过的那些混蛋事情。那好，我现在就跟你回去。爸妈，你们先在家里陪着妹子聊天，她要是敢骗我的话，我再好好收拾她。于是毕13就带着林伟一起回了南流村，而林落雪则是留在林家陪着他父母。毕13带着林伟来到南流村后，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鱼塘这边。此时陈大学正在鱼塘看守，看到毕13他们过来后，也立马朝着这边走了。大哥，这就是我刚租下来没多久的鱼塘，养的都是隔壁镇的那林草鱼。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吗？怎么证明是你的？13，你不是去走亲戚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大学叔，你来的正好，为我证明一下，这鱼塘是不是我的？废话，这鱼塘不是你的，难道还是我的？不过我倒是希望是我的，这样我就可以赚大钱喽。大哥，这钱啊，你相信了吧？他是我招聘的员工，每个月都给他1000块钱。13，原来这是你外哥啊？是啊，他是落雪的大哥。那行，你们聊，我忙其他事情去了。陈大学知道这个时候自己不适合在这里，所以说了一句便离开了。毕13，就算这个鱼塘是你的，现在鱼塘才刚刚放入鱼苗，你也不可能赚到钱买了摩托车和礼物吧？大哥，这是我最新才投资的产业，我还有其他产业，我这就带你去看一遍。说完，毕13带着林伟来到了自己的果园养殖基地，还有荒山的养殖基地，包括烘烤红菇的铁棚加工坊。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产业后，林伟才开始有了相信毕13的意思。大哥，这下你相信我所说的吧？你要是还不相信，那我就再带你去客户那里也走一遍，让他们给我做证明。行了，不用看了，我相信你了。只要你真心的改变，真心的对我们家落雪好，我并不反对你们在一起。谢谢大哥，你放心吧，以前那个混蛋的毕13不会再出现了，我一定会让落雪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行，走吧，我们回去吧，我好给爸妈说一下。回到林家后，林强和黄玉珍第一时间就走了出来，然后向林伟问道：怎么样，毕13到底有没有骗我们？刚刚落雪和我们说，他现在还养鱼养鸡，而且还搞了一个什么红菇烘干加工的，是真的吗？爸妈，这是真的，我刚刚亲自去看了一遍了。他的鱼塘养的是那林草鱼，然后母鸡的话是那种乌鸡，就是市场上很难得买到的绿壳鸡蛋那种母鸡，大概有1700多只吧。
至于红菇烘干加工也是真的，另外还有5个员工，每个员工的月工资是1000块钱。林伟也怕自己的父母会不相信自己所说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把自己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详细的说了出来。林伟说的这些也和刚刚林若雪跟他们聊的一致，这下林家的人才愿意相信B13是真的和以前不同了。爸妈，这下你们相信我已经变好了吧？ B13，如果你真的从此对我们家落雪好的话，以前的事情我们也就不计较了。但是如果你还敢打我们家落雪，那我们林家绝不会放过你。放心吧，爸妈，以前的混蛋 B13不会再出现了。现在的 B13只会想着怎么疼爱落雪，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了。你能这么想就好，进来坐吧，一会刚好可以吃午饭。B13一听，心里面非常的高兴，这意味着林家的人已经彻底的相信了他，也开始接受了他。林落雪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来，不然他一直都担心父母会不接受 B13，会把 B13送的东西都扔出去。落雪，这些红菇真的能卖200块钱一斤？是啊，老妈，最近13就是靠着收购这些红菇，然后赚了不少钱呢。妹夫，这些红菇真的那么赚钱？要不我跟你去收购红菇算了。可以啊，我正需要一个人手帮忙收购红菇呢。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就过来帮我收购红菇呗。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你好不好意思来给我这个妹夫工作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给谁工作不是工作？你要是真心要招人的话，那这个活我就干了。林伟最近刚好没有工作，他正愁着去哪里找工作呢。而 B13真的需要招人的话，就刚好符合了他，因为他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在 B13这里的话，每天都可以回家。行，那你有空了就去我那里就行，我告诉你怎么去收购红菇。至于工钱嘛，B13倒是一时不知道该给林伟多少钱一个月，毕竟林伟和其他人不同，他是林落雪的哥哥，这些年他确实愧对林家太多。工钱的话和其他员工一样就行了，等到我自己的工作干好了，你再看着给加工资就行。是啊，13，你现在手里头有5个员工，虽然林伟是落雪的大哥，但是如果在工资上给他特殊待遇的话，其他员工会有意见的。他真要去你那里干活，你就给一样的工资就行了。那行吧，大哥，你就先和他们一样的待遇，等到后续了我再给你调整。好，没问题。落雪，这些红菇那么贵，妈就不要你的了，你们带回去可以拿去卖钱。在确定了红菇的价值后，林母黄玉珍便心疼的表示，要林落雪带回去留着自己卖了换钱。妈，你就放心的收下吧，现在家里有的是红菇，也不在乎这一点。你要是不收，我心里面可就不好意思了。是啊，妈，你就收下吧，这些红菇非常的有营养，留着煲汤的话，对身体非常有好处。行吧，你们既然都这么说了，那这些红菇我就收下了。至于这2000块钱嘛，我就不收了，你们拿回去，等孩子出生了，也可以给他们买些衣服。林母并不是需要 B13的钱，也并不是说因为看到 B13现在当了小老板就原谅了他，而是因为看到他改变了以前的那个混蛋的自己，变得懂得了珍惜家庭，懂得了对林落雪好，他们才愿意接受了 B13。妈，这些钱你更加要收下，这些年我们没有来看过一次你们，我们心里面都很愧疚很自责，你要是再不收下这2000块钱，我们心里面更加不好受了。是啊，妈，你就收下吧，这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虽然不多，但是只要你收下了，我们就很高兴。你这孩子，这2000块钱可不少了，你们留着能给2个宝宝买很多衣服呢。2个宝宝衣服的钱我们已经另外存有了，这就是给你们的钱，你就放心的拿着吧。好吧，既然你们那么有心，那我就收下了。等到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再过去看望你们，也顺便看看我2个小外孙。B13和林落雪两人高高兴兴的在林家待到了下午的3点。考虑到林落雪现在挺着一个大肚子，太晚回去不方便，他们才起身回去。回到家后，林落雪非常的高兴，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这次回家可谓把积压在心里面多年的心事给解决了。她正准备对 B13说些什么，突然感觉到肚子一阵阵的疼。13，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生了，感觉肚子突然一阵疼痛。同生90年代，林落雪诞下双胞胎，B13喜当爹。你们谁是林落雪的家属？我是林落雪的家属，护士小姐，请问我老婆和孩子怎么样了？你老婆怀的是双胞胎，现在难产，需要进行剖腹产。家属你在告知书上签字确认一下。好，我这就签字。B13看都没看，他也没有心思再去看那些文字，直接拿起笔就在上面进行了签字。然后医护人员又再次走进了产房，时间大概过去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见任何医护人员出来。B13心里面就更加慌了。大伯母，这么久怎么还没有医护人员出来告诉我们消息啊？落雪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吧？13，你别担心，剖腹产手术是需要挺长时间的，你再耐心等待一下。说话的这个人是毕翠花的母亲陈慧娟，她在听说林落雪要生了，怕 B13面对刚出生的孩子没有经验，便立马就赶了过来。终于在5分钟后，一个医护人员把产房的门打开，然后对着 B13说了一句：林落雪的家属可以进来了，恭喜你是龙凤胎。好的，多谢。B13立马就跑进了产房，来到了林落雪身边，然后握着林落雪的手，眼睛湿润的说道：雪儿，
辛苦你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两个小家伙呢，让我看看。对，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可爱的两个小家伙。B13立马就转身去看了看两个小家伙，可能是感受到父亲的关注吧，他们竟然都同时嘴角微微一动。雪儿，你看，乐乐和悠悠对我笑了耶。乐乐和悠悠是 B13和林若雪之前就商量好的名字。林若雪轻微的侧了一下脑袋，看到了乐乐和悠悠也对着自己嘴角动了一下，她脸上瞬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这一刻，她觉得刚刚承受的痛苦一切都值得。乐乐和悠悠真乖，竟然也对妈妈笑了。雪儿，看到了吗？乐乐像我，悠悠像你爱。看到了，他们好可爱呀。是啊，他们好可爱，这阵子真是辛苦你了，你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妈妈。B13的话让林若雪心里面一阵感动，这一瞬间，她感觉那些年承受的苦，那些年的痛，似乎一切都苦尽甘来。13，你在这里陪着落雪，我去弄点米汤过来，一会可以给落雪喝。大伯母陈慧娟颇有经验，知道林若雪剖腹产刚刚结束，是不能吃饭的，只能喝一些米汤。于是，在吩咐了一声后，她便转身出去了。B13本以为能和林若雪待在一起，却也被医护人员告知，需要带着两个小家伙到另外的房间，而且期间她是不可以离开两个小家伙的视线。至于林若雪，则还需要继续留在产房这边，因为她刚做了剖腹产的手术，一些术后的处理还得护士亲自操作。乐乐、悠悠，你们好啊，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哦。B13在病房那里看着自己的两个小可爱，十分的高兴。这一刻，他的人生彻底的进入了爸爸的角色。本以为这两个小可爱会买自己的账，会对他笑一笑，却没有想到突然两个都哭了起来。护士，这该怎么办？他们两个都哭起来了。B13处为人父，对照顾宝宝没有经验，看到他们两个哭了起来，这可把他急坏了，忙向旁边的护士小姐姐求助。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哭才正常，不哭那才不正常呢。那也不能让他们一直哭着呀，我现在该怎么办？简单，小婴儿能感受到父亲的爱的，你抱一下他们，哄一下就好了。B13一听，立马就把乐乐给抱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拍着包裹着他的外衣，轻声地说道：乐乐乖，乐乐不哭了哦，等过几天爸爸带你回家，给你买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果然，几十秒后，乐乐就停止了哭闹。B13轻轻地把他放了下来，把旁边的悠悠抱了起来，也是用了同样的招数，然后悠悠也乖乖地停止了哭闹。这下 B13也才放心了下来。不错嘛，小哥哥，你第一次哄孩子就这么成功，很少见哦。可能这就是父子连心吧，我也是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听我的话。不过你可别大意哦，刚出生的婴儿可是随时都会哭闹。这话语刚落，乐乐又一次的哭了起来。B13不得不再次把他给抱起，然后继续的耐心哄他。然后乐乐哄完了，没多久，悠悠又哭起来。B13只能来来回回的抱着他们来哄。这1个小时下来，他几乎都被这两兄妹折腾的够呛。不过即使累，他也充满了动力，因为这种累是伴随着充实、快乐、幸福。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B13都是在医院这边度过，因为林若雪是剖腹产，需要在医院住5天，然后才能出院。5天之后，医生通知林若雪术后恢复良好，可以回家了。B13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办理了出院，然后回了家。回到家后，林父林强和林母黄玉珍以及林伟和陈爱莲一行4个人全部都过来了。这对于 B13来说是历史性的突破，因为结婚到现在，岳父岳母一家终于踏入了他家的老爸老妈、大哥大嫂，来进屋坐。落雪刚还在念叨你们呢。乐乐悠悠好开心哦，可以见到外公外婆了。林若雪这个时候也抱着乐乐和悠悠过来陪着家里人。林强和黄玉珍看到乐乐和悠悠也是非常的高兴。似乎是能感受到外公和外婆就在旁边，乐乐和悠悠这个时候都同时发出了咯咯的笑声，这可把大家给乐坏了，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乐乐、悠悠乖，你们好好的在这里陪着外公外婆他们，爸爸去给做午饭喽。B13一脸笑容的对着乐乐和悠悠说了一句，然后便去了厨房。此时大伯毕条川和陈慧娟这个时候也已经在那里弄着午饭，见 B13进来后，便让他去陪着岳父岳母就行，做午饭的事情他们2个人来负责，这让 B13十分的感动。自从父母不在后，大伯毕条川他们就一直对自己十分的照顾，各种事情都过来帮忙，已经完全的把自己当做了一家人来对待。谢谢大伯和大伯母，那就辛苦你们了。B13感谢了一句，然后便又再次回到了房间，然后陪着岳父岳母他们聊天。B13把自己目前所做的事情都一一的跟岳父岳母讲，包括过几天就要建新房的事情。看到这个曾经的混蛋女婿现在改变的这么彻底，而且小日子也在逐渐的变好，林父和林母也是十分的欣慰。13啊，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看到现在的你，我们都很高兴。是啊，13，你现在好不容易变好，可千万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斗地主了。请老爸老妈放心，我绝对不会再去斗地主了，也绝对不会回到以前那个混蛋的自己了。那就好，那就好，我们也就放心了。至此，关于2家这么多年的心结也算是彻底的解开了。中午，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吃了个午饭，休息了10几分钟。B13又带着岳父岳母去自己的养殖基地走了。看到 B13最近发展了那么多事业，林强和黄玉珍对于自己的女儿下半辈子的幸福也就放心了不少。最后，林家人在 B13家待到了下午3点，见时间差不多后，这才有了回去的打算。爸妈、大哥大嫂，要不你们吃了晚饭再回去吧？不吃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也不麻烦你了，等下次有空了，我们再过来看你们。那行吧，这些钱你们带回去。说完，林若雪便将刚才林父留下的1000块钱给拿了出来，试图塞还给林父。不过林父并没有要。若雪，这些钱我可是给乐乐和悠悠的，所以你就别再递给我了。乐乐和悠悠乖，在家记得要听爸妈的话哦。外公回去了，等过阵子再过来看你们。林强说了一句，然后又逗了一下乐乐和悠悠。
乐乐和悠悠这个时候也被外公逗得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大伙也都跟着笑了起来，气氛好一个欢乐。B13用袋子装了一袋的绿壳鸡蛋，让林强他们一家带回去吃。林强本想不要的，可是 B13热情难却，他也只好收了下来。高高兴兴的送别了林家人后，B13也没有再去干活，而是留在家里帮着林落雪收拾东西。今天是 B 家最热闹的一天，也是林落雪心里面过得最幸福的一天。作为女人，嫁过来 B 家这么久，终于迎来了父母的做客，也终于迎来了父母的认可。最重要的是，自己当初的为爱坚持，一切都有了回报，一切都是值得的。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电话突然就响了起来。B13则是来到电话跟前，疑惑的接了起来。你好，请问是 B13先生吗？我们是乡政府的食堂工作人员。你好，我是 B13。B13先生，是这样的，我们乡政府的食堂想和你在绿壳鸡蛋上进行合作，不过在合作之前，我们想去你养殖母鸡的地方参观了解一下，不知道你是否方便呢？对方提出的要过来参观和了解，B13也表示理解。毕竟乡政府食堂和外面的饭店酒店都不同，他们是正规的单位食堂，对于食材的选用有着很严格的要求，即使是苏超在背后推荐，他们也必须要过来了解一番，在确定符合了他们食堂的食材供应的要求后，才会和 B13合作。当然方便，你们什么时候过来都可以。那好，下午3点左右，我和同事一起过去找你。好嘞，欢迎来到南流村。生回到90年代，吴长乐得知 B13跟乡镇食堂签订了每周提供500颗绿壳鸡蛋后，便来到 B13家门口骂骂咧咧了起来。B13，你要是今天不把那些鸡粪给清理掉，老子就去镇上告你，不让你在南流村养鸡。这个吴长乐和潘震一样，都是南流村里面属于眼红 B13最近赚到钱的那一批人。当初他还和潘震一起试图偷到过 B13的红菇，虽然潘震因为被狗咬的还住院治疗中，但是吴长乐却可没有因此而打消了对 B13的眼红和嫉妒。就在昨天 B13叫人把鸡粪全部都堆放到毕条川家的荔枝园后，让他找到了对付 B13的机会，所以这一大早就过来。吴长乐，我养个鸡怎么就得罪你了？再说了，我养鸡又不违法，你去告我也没用。你养鸡是不违法，但是你鸡粪没有处理，现在放在毕桥川的荔枝园那里，可把我给熏坏了。反正我放话在这里，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些鸡粪给处理好了，明天我就去镇上环保部门举报你，让你养不成坤坤。吴长乐放下一句狠话，然后就转身离开了。而吴长乐走后，又有几个村民过来找了 B13，他们也都是抱怨 B13昨天把鸡粪放到荔枝园那里，然后弄得他们闻到了鸡粪的臭味。B13这个时候才想起一个事情，那就是毕桥川的荔枝园刚好在村里面的吹风口，然后昨晚风大，所以这些风就会把鸡粪的臭味吹到附近的村民家中，这也是吴长乐等人为什么昨晚会闻到鸡粪臭味的原因。13，既然那么多人反对我们把鸡粪放到那里，要不我们把鸡粪都运到荒山那边去吧？就算把鸡粪运到荒山，也只能是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随着我们母鸡的数量的增加，这个问题也一直会存在，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好像也是，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么多母鸡，每天都要产生不少鸡粪呢。落雪，你别担心，让我好好想想怎么处理。B13坐了下来，然后开始想着处理鸡粪的事情。昨天刘巴金跟他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今看来，这个事情还得提前解决比较好，不然要是明天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吴长乐对自己的眼红和嫉妒，他肯定会去环保部门举报我以鸡污染了整个南流村的环境。可是这么多鸡粪又该怎么处理呢？有了，我可以把鸡粪当宝，然后出售去赚钱啊！就在这个时候 ，B13想到了前世无意间看到一个农民致富的新闻，说的是一个养鸡大户叫做谭先生，他当初养殖鸡售卖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由于鸡粪太多，然后村里人都在辱骂他，最后他却靠着鸡粪1年赚了100万，甚至后来他直接养鸡不卖鸡，只卖鸡粪了，因为这些鸡粪实在是太赚钱了。B13靠着重生者的记忆，也还记得这个谭先生是怎么靠着鸡粪来赚钱的。在我国的海南地区，那里盛产菠萝蜜等热带水果，而这些热带水果需要鸡粪来作为肥料，可是当地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很少有人养鸡，至于鸡粪内更是少得可怜，所以这些农场只能通过其他地方进行高价采购。他就是直接卖给海南地区的水果农场主，1年赚了100万。B13的想法是也效仿一下这个谭先生，把鸡粪直接当宝卖掉。这样的话，不仅仅能解决了鸡粪堆积太多影响环境的问题，也能让他狠狠的赚一笔。或许后面鸡粪赚的钱还可能和绿壳鸡蛋赚的钱一较高低呢。13，你刚刚说什么呢？把鸡粪当宝？是啊，落雪，我想到了，我们可以把鸡粪卖出去，然后赚钱。你真会开玩笑，这鸡粪臭得要死，别人看到都嫌弃，还赚钱，你精想美事呢？显然，林落雪不太相信鸡粪会变成一种赚钱的东西。落雪，我可没有开玩笑，这些鸡粪虽然是很臭，但是却是许多的农场主需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种植有类似于菠萝等热带水果，我也需要鸡粪来进行施肥。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些鸡粪卖到农场那里？不错，就是这个道理。我知道海南那边很缺这玩意，只要和那边的农场主合作，肯定就能赚到大钱。海南这么远，那运输也不方便呀。林落雪的这一句话倒是一下子就提醒了 B13，虽然他知道可以把鸡粪卖到海南那边去赚钱，但是怎么找客户却变成了一个问题。特别是短时间内想要找到客户，就得去海南一趟。现在乐乐和悠悠刚出生没多久，真要出远门，他挺舍不得2个可爱的小家伙。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座机突然就响了起来，是苏超打过来的。13，今天中午有空没？想请你吃个饭，顺便感谢你那天的救命之恩。苏镇长，那天的事情小事一件，过去那么久了，你还记得呀？
那是当然，对于我来说可不是小事情。我要是忘记了，那就太不是人了。果然，苏超和王雪说的那样，是一个十分重视恩情的人。自从毕13上次在青山救治了他后，他可就一直没有忘记毕13的这个大恩。那行，既然苏镇长这么热情，那就多谢你了。毕13也不好意思拒绝太多次，加上昨天和乡镇食堂的合作，如果没有苏超背后的帮忙推荐，也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合作，所以毕13便答应了下来。那好，中午12点，老地方，幸福饭店。好嘞，那一会见。毕13回了一句，便把电话给挂了。现在离中午12点还早，毕13打算先安排人解决了鸡粪的问题，然后再去镇上。他的计划是先暂时把这些鸡粪都放到荒山的一片比较隐秘的地，那里就算吹再大的风，臭味暂时也不会影响到南流村的村民。至于后续怎么联系到海南那边的客户，他这几天再好好的想想。苏镇长，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没事，坐吧，想吃什么随便点。多谢苏镇长，我吃的很随便的，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就行了。哈哈哈，这里可没有随便可以吃，不过你要是不知道吃什么，那我就不客气的帮你点了。苏超便拿起菜单点了几个小菜，考虑到毕13不喝酒，他也没有叫酒水一类的上来。苏镇长，感谢你的帮忙，我现在已经和乡镇食堂合作了。这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必感谢我，这是你的实力所致，和我可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推荐一下而已。至于你们是否能合作，一切都是你的实力所致。不管如何，还是得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有这个机会。毕13的谦卑态度让苏超非常的喜欢和欣赏，他准备继续说些什么，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老同学走进了饭店，而且对方好像也发现了自己。苏超，是你吗？我的天啊，可是好久不见了。赵启，天哪，你怎么过来这了？也不提前跟我打一声招呼，我好去接你啊。赵启是苏超的大学同学，关系十分要好，毕业多年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也是刚到，然后肚子饿了，就打算找个地方吃午饭，我计划着晚上再联系你的，却没有想到在这里就碰到你了，看来我今天真是走运了。可以，晚上我们再好好聚聚。那你这次来骆家镇有什么事情？我记得你不是在老家海南那边开农场种植菠萝树了吗？就是因为我回了老家种植水果，所以才要过来这边。听说这边很多人养鸡，所以我想过来收购一些鸡粪，回去给果树施肥。毕13听到赵启说的话后，立马就一脸惊喜的表情。收购鸡粪，这不是自己正在苦苦寻找的客户吗？赵老哥，你刚刚说收购鸡粪是真的吗？那是当然，我几百亩果园呢，需要的鸡粪可多了，不然我也不会亲自跑一趟。太好了！怎么就太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赵启，是这样的，他叫毕13，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自己也养有1000多只母鸡，估计是想着把他的鸡粪卖给你了。是吗？那可以啊，完全没有问题。一开始毕13也是这么想，可是现在他却临时想到了一招赚大钱的计划，那就是自己负责在这边收购其他养殖户的鸡粪，加上他的，然后再一起卖给赵启。这样的话，赵启也就不需要跑来这么远收购了，而也能从中赚一笔。赵老哥，不知道鸡粪的话，你打算怎么收购呢？在其他地方我都是按照袋来算的，我们有统一的蛇皮袋，装满一袋大概是40斤，然后收购的价格的话是10块钱一袋。这样吧，除了我自己的鸡粪卖给你之外，我还在这边帮你收购鸡粪，然后有了一定的数量了，你就负责开车过来运回去，你看如何？那当然没问题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为了鸡粪全国跑了。不过价格的话，在你这里我也只能给10块钱一袋哦，你要是能接受的话，我们就合作。可以，这个价格没问题。对于这个价格，在1998年的17已经不算低了，所以毕13并不打算和对方讨价还价。他相信很多地方的养殖场，鸡粪都是一件头疼的事情，别说是可以卖钱了，只要你愿意给他们清理干净，他们免费给你拿走都没问题。到时候自己只要以5块钱一袋的价格收购，他们肯定是非常乐意卖给自己，然后自己转手再卖给赵启，也能赚一半的价格。于是，在鸡粪的合作上，两人就这么确定了下来。在一起吃完了午饭后，毕13还要求对方和自己签订一个合作协议，毕竟他可是经历过前世的人，所以他懂得合作协议的重要性。有了这一份合作协议书，后面自己的计划才有了保证。一切都搞定后，这个事情就算是正式的确定了下来。毕13告别了两人后，便回了家。落雪，我回来了，真是天大的好事落我头上了。靓仔，是你啊？你是来找我儿王富贵的吧？他出远门了，要一段时间才回来呢。王叔叔好，他不在家也没关系，我可以和你进行交易的。倒是也行，只是上次你把他的母鸡基本都买完了，现在都是一些还没有成年的鸡苗，你要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不，王叔你误会了，我要买的不是母鸡，是想和你买一些鸡粪啊。鸡粪这玩意有的是，你要多少随便去拿。果然如毕13猜想的那样，这个时期很多养鸡场对于鸡粪的处理都是简单粗暴的，看来这次他真的可以靠着收购鸡粪再好好的赚上一笔。王叔，我要的可不是1-2包鸡粪，你们有多少鸡粪我都要了，我给你钱，我不白拿的。看，像我带来的这种袋子，装满一袋就是5块钱。鸡粪你也收购啊？那是当然，我不仅仅要收购，还要和你们签订合作协议呢。以后你们的鸡粪我全都包圆了。不过你儿子不在家，所以签订合作协议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那好，你给我100个袋子，我今天就帮你装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好嘞，这是我家的电话，你留着，装好了就电话联系我。行，就这么说定了。毕13搞定王顺利这家后，又开着摩托车去往了牛尾村的一家养鸡大户那里。这家养家大户的主人叫做向小东，养有1-2万只鸡。毕13之所以知道他的大名，是因为前世的时候，这个向小东靠着养鸡上过当地的新闻。
新闻，而且还成为了当地的养鸡模范人。这位大妈你好，请问一下向小东家怎么走呀？你找向小东，找他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的，我想和他合作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是这样啊，那行，我带你去。玉老弟，你真的要收购鸡粪，没有跟我开玩笑？那当然是真的，我跟你开这个玩笑干嘛？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和你签订一个合作协议，以后你有鸡粪都直接卖给我，5块钱一袋。太好了，我正愁着这些鸡粪该怎么处理呢。你是不知道，我这些鸡每天都产非常多的鸡粪，这些鸡粪可是越堆越多，现在我山上那个铁棚房都几乎放满了。嘿嘿，你以后都把这些鸡粪卖给我，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了。B13搞定了向小东后，又去往了其他村庄，一整个上午他都是在谈鸡粪的合作中度过。他足足找了5家养鸡大户，也全部都顺利的拿下了鸡粪的合作。有了这5家养鸡大户，B13就压根不用愁鸡粪的事情。此时赵启给他的40斤标准重的蛇皮袋也已经用完了，于是 B13就直接去乡镇单位那里找苏超，打算通过苏超这边找到赵启再要些蛇皮袋。毕老弟，你怎么过来了？苏镇长，我这次来找你是想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你的同学赵启。这事情简单，我刚和他吃完了午饭，他回宾馆休息了，我这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喂，赵启 ，B13现在在我办公室这里，说是有事情找你，那你和他聊一下吧。赵老哥，你好啊，我是 B13。是这样的，你那天给我的1000个40斤的蛇皮袋，我已经全部都分发下去了，后续可能还会需要更多，所以我想着让你能否安排人再送一车这种蛇皮袋过来，最好是越多越好。没问题，那这1000个蛇皮袋的鸡粪，你这边大概什么时候能确定有？我是开着货车过来的，快的话可以顺便一起运回去。很快，我保证后天就能帮你弄到，到时候我电话联系你，你过来运回去就行。那好，我就等你的好消息。13，你最近项目可是越来越多了呀！我听王雪说，你给员工的工资都很高呢，比我们都高出了不少。哪里，你们这是为人民服务，而我们都是干脏活累活的，比不得。B13当然也知道自己给的工资待遇超出了这个时期很多，只是他这样做有着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搞农业、做农业没有什么前途，也赚不到什么钱，他就是想要改变这个时期人们对于农业工作的看法，所以他愿意给自己的员工高待遇。在简单的聊了几分钟后，借着苏超一会要去开会的时机，便也告辞回去。回到家后，他又立马给今天去谈的几个养鸡场的老板打了电话，意思是希望他们明天晚上之前能够把鸡粪全部都装好，然后运到南流村给自己。13，你让他们把鸡粪运到南流村，你得找个地方暂时放一下呢，不然那个吴长乐又该来找茬了。落雪，我记得在通往南流村的路上有2间比较大的屋子，之前是村委用来放置农作物工具的，随着分田到户之后，这2间大房子就一直空着。我现在就去找一下王雪，跟她沟通一下，直接租下来为我所用。13，你怎么过来了？是有什么事情吗？王支书，我是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情？你说。是这样的，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想和你商量一下租我们南流村路边的那2间杂物房的事情。你说的是之前用来放置农作物的杂物房？没错，我看那2间杂物房空着挺长时间了，不如直接租给我，还可以为南流村的集体经济增加点收入。这事情容易，那屋子本来就一直空着，也没什么用途，既然你要租的话，就直接租给你好了。那多谢了。不过我很好奇，你租那2间杂物房干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家也没有什么农田在附近吧？不瞒王支书，我租来是打算放置鸡粪的。啊，鸡粪？是的，我近期要收购大量的鸡粪，没有地方放，所以就想着放在那2间杂物房那里。你放心，我已经观察过了，把鸡粪放在那2间杂物房那里，一定不会影响到周边村民的居住环境，因为那里离最近居住的村民家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且也不是风口巷。什么？你要收购大量鸡粪？这东西臭不拉几的，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这可是赚钱的宝贝。好吧，你可真有商业头脑。看来以后我们南流村的首富就是你了。王雪虽然很好奇这鸡粪是怎么赚钱的，但是考虑到这是 B13的商业秘密，也没有多问。于是这个事情就这么快速的敲定了下来。等到后天这1000袋的鸡粪交易成功了，按照5块钱一袋的利润，他直接就可以赚5000块钱。13，你现在养殖业搞得风风火火，也算是小有成功的养殖户了。要不我这边把你的事迹上报到县电视台，然后让他们过来采访你，你看如何？王雪突然想到了 B13的事迹也算是一个农民创业的励志故事，所以才有了让电视台采访报道的想法。谢谢王支书的好意，不过电视台报道的事情就算了，我可不想太出风头，毕竟人怕出名猪怕壮。行吧，我尊重你的意思，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随时来找王姐，王姐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尽力而为。好的，多谢王姐，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我先回去了。搞定了鸡粪存放的问题后 ，B13心里面放心了不少，现在就等着明天他们把这些鸡粪运过来，然后后天自己再和赵启进行交易，赚取鸡粪的第一笔金。13，刚刚有电话找你。谁找我呀？对方说他叫做刘志文。B13一听，肯定是刘志文的科学研究所那边需要绿壳鸡蛋了，所以才给自己打了电话。于是他立马就回拨了一个电话过去。刘队长吗？真是不好意思啊，刚刚不在家。没关系，我也是刚忙完。
然后想起了之前和你说的绿壳鸡蛋合作的事情。说起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愧疚呢。回去这么多天了，还没有和你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刘队长真客气，这事情我也是一时忘记了。13，这样吧，你安排20个绿壳鸡蛋运到我这边，给食堂那边的人品尝一下，他们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就把合作文件快递到你那里，你看如何？当然没问题，你把地址给我说下，我来安排。B13立马就拿出了笔和纸，在记录下了刘志文的地址后，简单的聊了几句，两人也就相互挂了电话。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了， B13打算明天再拿绿壳鸡蛋上到镇里面进行快递，不然等准备好拿到镇上，快递也下班关门了。13啊！这个时候，大伯毕乔川在门外叫了一声 ，B13听到后立马就走了出来。大伯，你找我有事？13，明天房子就要动土了，今天我们得把建房的地方清理一下。对，你瞧我这脑子，差点就忘记了明天的好日子。大伯，你等我一下，我这就去拿铁铲。B13，你想要在这里建房子，经过我同意了吗？重生90年代，就在 B13准备动工建新房子的时候，却被村里面的小混混给拦着不让干。B13，你想要在这里建房子，经过我同意了吗？陈来财，我在自己家的地盖房子，我干嘛需要你的同意？谁说这是你家的地？你这条线就越界了，这是我家祖上的宅基地。听到陈来财这么说后，B13跟毕乔川便走过去看了看，这个方向确实是和陈来财家的地界挨着的，但是并没有越界。陈来财，你家的地明明在你身后好几米远呢，怎么会到这里呢？这里一直都是我毕家的地块。你少来忽悠我，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就是我家的地，只是这些几年我懒得搭理，所以这里长草而已。实质上我们家的地一直到这个位置。不知道宝子们，你们发现了吗？在老家建新房子，似乎永远都会有人出来闹事的。陈来财，你别太过分了。你说这位置是你家地，你有什么证据？ B13，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你家的地呢？反正都证明不了，你就别想在这里建房子。13，我记得当初这里分地的时候，打入过一块石碑，只要能找出这一块石碑，那就能找到分界线了。陈来才听到毕乔川说起了石碑，不禁慌了一下，可是想到这个石碑早就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了，他很快就淡定了下来。B13，你别以为最近赚了点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这里没有分清楚地界之前，你休想在这里建房子，否则你建了，我也会推倒。很快，两人吵架的动静也让不少村民听到了，然后他们纷纷好奇的过来看情况。此时治保主任周海山刚好也在附近，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周主任，你来了正好。这个 B13仗着自己最近赚了点钱，想霸占我家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土地建房子，你可能为我做主啊！陈来财，我上早八，你还恶人先告状。周主任，你看看这 B13说话多难听，什么叫做恶人先告状？难道我被欺负了还不能说出来吗？谁欺负你了？倒是你，我好好的在这里建房子，你却说这是你家的地，真不知道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好了，你们就不要吵了，我过来不是看你们吵架的。陈来财，你先说，你为什么阻止人家 B13在这里建房子？周主任， B13建房子的面积霸占到了我家的土地，就是这个位置，你看。周主任，这个位置绝对不是陈来财家的土地，我可以做担保，当初这土地是从我老爸手里分到我弟弟家的，我很清楚。毕乔川，你说的好听， B13是你的侄子，你们都是一条裤子的人，你当然替他说话。反正我还是那句话，你想要在这里建房子也可以，那就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一块地是你家的，不然没有证据谁来监督不行。陈来才放下这一句狠话，目的就是为了威胁那些准备来给 B13建房子的施工队。在98年的这个时期，如果因为土地纠纷还没有处理好就建房子的，不少施工人员都被有争议的一方打动。所以陈来才这么一说，如果今天不把这个土地争议解决的话，后期肯定施工队也不敢轻易过来帮 B13建新房子。毕小川，当初你们毕家和陈家的地界是怎么分的？你还记得吗？我听我老爸说过，是我爷爷和陈家的爷爷用一块石碑作为分界线，石碑的左边是他们陈家的地，右边是我们家的地。不过这么多年了，石碑在哪个位置我也不知道了。依我看，石碑的位置就是在他们站的位置，所以这块地都还是我们陈家的。既然石碑的位置大家都不知道了，这个确实不好搞啊。这样吧，陈来财，如果找到了石碑的位置，你是不是就可以不来阻碍人家 B13建房？那是当然，如果找到了石碑的位置，从此这个地方就以石碑分界。不过要是石碑没有找到，你们口说无凭，我是不会承认的。在没有找到石碑确定好分界线之前， B13也休想在这里建房子。陈来才是认准了没有人知道石碑的位置，毕竟南流村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才在这颠倒是非。那好，我们现在就去请村里面最年长的老人毕加索过来看看，他肯定知道一些东西。等等，周主任，你找毕加索来就有点不合适吧？
谁不知道毕加索是他们本家的人？他们家的人说的话能算数吗？反正找毕加索过来，我是不会服气的。陈来才之所以这么说，是怕真的被毕加索知道了石碑的位置，如此自己破坏毕13建房的计划就失败了。周主任，不用找毕加索爷爷了，我知道石碑的位置。就在周海山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毕13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立马就开口说道：“凭着重生者的记忆，他想起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在前世的时候，他们陈家的人在这里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石碑，而这个石碑的位置就在陈家那土地内5米远的地方。这也意味着陈来才一家这些年仗着毕13家穷的时候，偷偷的霸占了5米的土地。你知道石碑的位置？毕13，你别搞笑了，就连你大伯也不知道，你又怎么可能知道？你怕不是乱说吧？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知道。陈来才，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卑鄙。要是我今天就把石碑的位置找出来了，你怎么说？行啊，当着周主任和那么多村民在场，你要是能把石碑找出来，老子立马向你道歉。好，这话可是你说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周主任，这个石碑就在他们陈家的土地里面，就是大概这个位置。什么？你敢说我家的土地是石碑的位置？这不可能，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周主任，我十分确定石碑就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这个位置的话，我必字倒着写。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立马就开挖，就在你说的位置挖下去。如果没有挖到石碑的话，你就休想建房子。这个时候，围观的村民也是越来越多，毕竟大家都想过来看看热闹。看热闹嘛，只要自己不是热闹中的主角，谁都想看。大约10分钟后，陈来才手中的铁铲突然就停了下来，然后他的脸色开始有点慌，因为他隐隐约约中感觉到铁铲好像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不是吧？难不成这里真的是石碑的位置？怎么了，陈来才？怎么不继续挖下去了？刚才不是挺豪横的吗？我看还是我来挖吧。说完，毕13立马就拿着自己的铁铲，接着挖了过去。大约2分钟后，一块陈旧的石碑便展露出来了。周主任，这就是石碑，你过来看看吧，大家也都可以过来看看。石碑的位置真的是在这里啊？那意思是陈家之前还霸占了人家毕13.5平方的土地呢？可不是嘛！现在陈来才竟然还想着来阻止人家毕13建房子，真是太过分了。有意思了，这个陈来才明明是他霸占了人家毕13家的土地，现在竟然说是毕13霸占了他家的土地，颠倒是非，看他怎么收场。围观的村民在看到了挖出来的石碑后，对于这个事情的谁对谁错，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陈来才这个时候也是一脸的尴尬和难堪。陈来才，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石碑就在你家的土地上，你们家这些年可是偷偷的霸占了我侄子家的地呢。这好了，现在结果已经知道了。陈来才是你自己刚刚说的，找到石碑后，以后就以石碑为分界线，所以以后这里就是你和毕13家土地的分界线。陈来才心里面虽然很不服气，也很恼火，但是却无可奈何。毕竟他刚刚说的话，大家都在场听得清清楚楚，他也不敢不承认，不然以后还怎么在南流村待下去？还有，你刚刚还说了，如果真的在这里挖到石碑了，你还要给毕13道歉，所以你现在立刻马上给13道歉。就在陈来才打算灰溜溜的离开的时候，周海山又立马说话道：“周主任，这怎么了？自己说过的话就要说到做到，你还是不是男人？这个事情明明是你没事找事，现在你道个歉都不敢吗？”毕13，对不起，是我错了。最后，陈来才只能低着头，一副极不情愿的表情向毕13道歉了一句，然后便快速的灰溜溜的回去了。随着陈来才回去后，围观的村民也都渐渐的散去了。周海山则是留下来帮毕13主持了公道，让他顺着石碑的位置用铁铲弄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就这样，毕13拿回了这本该属于他家的5平方土地。周主任，是这样的，我打算修一条大路到荒山那里，你知道的，我现在红菇的加工都放在了荒山脚下，每一条大路通行可不行？这没问题，我们原本就已经有一条大路通的一半，你接着修到荒山脚下就行了。这个我知道，只是中间好像有一块地是属于周牛年的，所以还得你去传个话才行。如果只是简单的修一条小路，那就不需要动到周牛年家的那一块地。可是毕13要修的是一条能够容纳一辆大卡车通过的大路，那就不得占用到了。行，这个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我忙完了就去跟他说一下。那就多谢周主任了。表叔，按照你说的，这个毕13和幸福饭店已经签订了买断供货协议，估计事情不好办，毕竟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啊。你说巧不巧，这个周牛年和镇上的城南饭店的龙老板是亲戚关系，而龙老板就刚好来在周牛年的家里面做客，主要原因是想通过周牛年的关系说动毕13在绿壳鸡蛋上和他进行合作。特别是最近看到大部分的生意都被幸福饭店给抢了，他可是心急如焚，觉得这样坐以待毙下去不是办法，便才决定过来找了周牛年。牛年啊，就是因为事情难办，表叔我才来找你，你可一定要帮我啊。可是我和他仅仅是一个村的罢了，平时并没有多少往来，他未必会给我这个面子。龙老板正准备说些什么，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走进来的脚步声。牛年在家没？是周主任啊，我在呢。周海山跟这个周牛年他们都是本家人，平常关系也是比较好。牛年，你我都是自家兄弟，
我也不绕弯子了。我今天过来主要是想转达一下 B13的想法。B13的想法，周主任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这样 ，B13想修一条大路，直接通往荒山，刚好那里有一块的涉及到你家的。他的想法是买下你那一块地，让我来给你传个话。此时旁边的龙老板一听，立马就来了精神了，因为他想到了可以用这一招来促成 B13在绿壳鸡蛋上和自己进行合作。牛年，你家那一块地好像是你老爸我表哥留下来给你的吧？当时分地的时候我在场的。是的，表叔，就是那一块地。原来是你表叔过来做客了呀。那行，你先好好招待客人，也顺便想一下我跟你说的事情，等想好了告诉我，我去跟 B13说一声。周海山看到周牛年家里有客人做客，也没有继续多问，所以他把话传到后，便打算先回去，等晚上或者是明天再过来问问结果。那好，我晚上和老婆商量一下，到时候再告诉你。牛年，表叔的机会来了，就看你愿不愿意帮表叔一把了。表叔，瞧你这话说的，你对我们家蛮照顾的，如果能帮你，我自然会帮。周牛年以前家里比较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龙老板这个表叔没少帮衬他们，所以周牛年对他也是十分的感恩。你能这么说，表叔非常的高兴，看来表叔当初果然没有白疼你。不过表叔，你刚刚说的机会来了是什么意思？刚刚那个人过来不是说 B13要买你的修一条路吗？这就是机会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你想啊，他 B13肯定很需要你的这一块地来修路，然后你就以此来和他进行沟通了，就说想要你这一块地也可以，只要他答应在绿壳鸡蛋上和表叔进行合作就行了。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道理。所以啊，我的好表侄，表叔的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就全靠你了，只要你肯帮忙，表叔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周牛年听了龙老板的话后，不禁思考了几十秒，然后说道：行吧，既然表叔有这个想法，那我支持你。我到时候就跟 B13按照你吩咐的去说，他要是不同意把绿壳鸡蛋供货给你，我也就不把地卖给他。太好了，有你的帮忙，表叔这个事情肯定能成的，不然你也不想看到表叔的饭店关门倒闭吧？表叔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搞定这个事情的，你就放心的在家等我的消息就行了。牛年叔，只要你肯把那一块地卖给我修路，你需要多少钱？你今晚说。是啊，牛年，你看看要多少钱，然后就跟 B13说个数，我做个中间人帮你作证。B13都是一个村的人，你需要我那一块地修路，我自然是愿意卖给你的，只是我有一个小要求，只要你满足了，我就答应你。行，你说有什么要求，我尽量的满足你。那个镇上的城南饭店你知道吗？城南饭店我知道，怎么了？城南饭店的龙老板是我的表叔，他想和你在绿壳鸡蛋上进行合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便答应把那一块地卖给你。B13一听，顿时就是一脸惊讶，因为他没有想到周牛年和龙老板还有着这一层的关系，他更加没有想到龙老板竟然想通过周牛年来要挟 B13把绿壳鸡蛋供货给他。牛年叔，我要和你谈的是买你那一块地的事情，不应该牵扯到其他事情上吧？我可以给高一点价格你看如何？不行，想要我把那一块地卖给你，就必须要答应我这个要求，不然你这辈子都不可能修大路通到荒山。B13也猜到这一点是龙老板在背后挑唆的结果，所以他也没有再试图说服周牛年。13，这样吧，既然牛年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了，你就答应他便是了。反正你绿壳鸡蛋都是要卖的，卖给谁不是卖呢？就是你的绿壳鸡蛋本来就是要卖的，为什么可以卖给幸福饭店，就不可以卖给我表叔的城南饭店？如果在我没有和幸福饭店签署了买断协议之前，我确实可以自由选择。可是我已经和幸福饭店签署了买断合作，在整个镇，我只能供应幸福饭店绿壳鸡蛋。我不管你和幸福饭店签署过什么合作协议，你想要我的地，就得和我表叔的城南饭店合作，不然就没门。这样吧，牛年、B13，你们两个人都回去思考一下，然后想好了再来跟我说。眼看两人实在谈不妥了，周海山也只好如此说道。那行，周主任，我就先回去了。次日，B13从荒山的母鸡养殖基地回来的路上，刚好碰到了六婶。13，你有见到周牛年的儿子周阳吗？没有看到他，不过六婶，这个周阳怎么了？我看你这么着急的找他。不是我很着急的在找他，而是他们周家的人在着急的找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说周牛年的儿子昨晚去捉黄鳝，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周牛年今天早上没有见到儿子后，就着急的动员南流村的人去帮他找儿子了。原来是这样，那是得找到人才能安心，毕竟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可能会出了什么事情呢？B13随口说了一句，突然又想到了什么，那就是前世的时候，周牛年的儿子确实是在一个晚上因为捉黄鳝出事了。当时整个南流村的人帮忙找了2天2夜，最终才在一个秘密的深坑里面找到。好在那个时候周阳也还没有断气，只是晕过去了。如果按照前世的剧情，那么今天他们周家的人肯定是找不到周阳。B13突然想到了一招化解对方不肯把土地卖给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帮周牛年把他儿子周阳找到。13，我不跟你说了，
我也去帮周牛年找一下他儿子。哎，但愿周阳没事吧，不然周牛年就一个独子，真要出了事情，估计他也不想活了。六婶无奈地感叹了一句，然后便转身去帮忙找周阳了。B13则是回了家一趟，把绿壳鸡蛋放好后，打算按照前世的记忆去把周阳给找出来。13，你有看到我儿子周阳吗？可能是周牛年找儿心切吧，也顾不了昨晚和 B13的事情，直接就是着急地问了一句。暂时没有看到，牛年叔，不过我一定会帮你把你儿子找出来的，你放心。谢谢，你要是真的能帮我把儿子找回来，我那一块地免费送给你修路都行。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帮你找找，保证会帮你把儿子找回来。B13按照重生的记忆来到了一处小山坡，这里杂草密布，而且旁边还有条小溪流。B13放眼四周看了看，虽然他有着重生者的记忆，知道他是在这附近跌入了一个深坑，但是却一时找不出这个深坑具体的位置。在寻找了10分钟后，他发现了周阳昨晚留下来的脚印，然后也发现了摔倒在深坑里面的周阳。此时的周阳已经晕了过去。B13二话不说，找了把梯子，立马就下了进去，将周阳给背了出来。刚回到南流村，周牛年就看到了 B13背着他的儿子，然后立马就一脸激动地跑了过去。阳阳，我的儿啊，终于找到你了，可是把老爸找得好辛苦啊。我的儿啊，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你可别吓老爸，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可千万不能出事情啊。牛年叔，你别担心，周阳没事，他只是晕过去了，你快点找辆摩托车过来，我们送他去医院。好好好，我这就去开摩托车，你在这里等着我。牛年叔，你别担心，周阳一定不会有事情的，他只是晕过去了，一会就能醒过来了。13，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把我儿子找到，估计他真的凶多吉少了。不必客气，都是一个村的，我自然也不希望看到他出事情。你真是个好人，昨晚我那样对你，你还愿意帮我，说起来我真是惭愧啊。牛年叔，昨晚的事情都过去了，别往心里面去。你放心，等我儿子出院后，我就去把那一块地直接让给你修路，我1分钱都不收你的。周牛年只是因为龙老板是他表叔，然后又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所以他才会那样对 B13。事实上，他和 B13并没有什么恩怨，也没有像潘震以及陈来才等人一样眼红和妒忌 B13。牛年叔，谢谢你，不过我会给你钱的，你放心，我可不会免费要你的地。B13就这样一直在医院陪着周牛年，直到周阳醒过来后，确定了没事后，才转身出了医院。哟，这不是13老弟吗？又遇到你了。据接上集，B13刚从医院走出来，本打算去给悠悠和乐乐买些玩具，却在医院门口遇到了最不想见的人。哟，这不是13老弟吗？又遇到你了。龙老板啊，真是出门没看黄历，遇到了你。别给我扯皮，怎么样了？绿壳鸡蛋的事情考虑如何了？只要你愿意和我合作，价格嘛不是问题。骚瑞，就算你出多少钱，我也不会把绿壳鸡蛋卖给你。听到 B13的话，龙老板一时愣住了，他没有想到 B13这个时候态度还那么强硬。难道我的这个表侄子没有按照昨天吩咐他的去要挟 B13吗？这不应该。好了，我还有事情要回去了，告辞。B13懒得跟这种人废话，说了一句，直接便回去了。好你个 B13，你别得意，你要是不同意在绿壳鸡蛋上和我合作，你就休想要周牛年家的那一块地。龙老板这个时候还在做着美梦，可他却不知道周牛年早就答应了，把那一块地卖给 B13。牛年，你有没有按照我昨天吩咐的去跟 B13说吗？表叔，我昨天按照你的吩咐跟 B13说了，可是他还是不愿意在绿壳鸡蛋上和你进行合作，这事我看就算了吧。这怎么能算了呢？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吧。再说了，他今天救了周阳，如果不是他将周阳找到，估计周阳命都没有了。所以我刚刚已经干嘛了？我已经答应把地免费送给他了。什么？你竟然答应把地免费给他？你简直气死我了！龙老板一听，立马就是气得火冒三丈。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 B13刚刚会不鸟他了，感情小丑一直都是他。表叔，你别生气，这个事情我也没办法，毕竟他确实对我有恩，而且他的为人我感觉挺好的。绿壳鸡蛋的事情，我看你就算了吧。你放屁，这事情能算了吗？没有他的绿壳鸡蛋，我饭店的生意怎么起来？你这个白眼狼，老子当初白疼你了。你儿子的事情我不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龙老板便一脸气愤的回去了。B13，既然老子得不到你的绿壳鸡蛋，其他人也休想得到。于是他去找到了刘老三，他调查过，这个刘老三跟 B13之前有过恩怨，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然后他便带着刘老三来到了饭店，好酒好肉的款待了一餐。龙老板，你说吧，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刘老三也是个明白人，知道龙老板不会这么平白无故的请他吃喝。刘老弟，你发现了吗？最近你们村那个 B13赚了点小钱，变得嚣张了起来了。早就发现了，那小子最近不知道走什么狗屎运了，做什么都赚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他有过恩怨吧？难道你就甘心这么让他继续得意下去？你以为我想放过他？可惜他手里知道我一些把柄，我才奈何不了他。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你更加不能放过他，不然有把柄在手，以后对你更加不利。可是总不能嘎了他吧？我可没有这胆量。不，你可以把他那些母鸡都给弄嘎，让他赚不到钱，然后他就不敢这么嚣张了。
龙老板要的只是毁掉 B13的绿壳鸡蛋罢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建议刘老三去破坏 B13养的母鸡。可是刘老三也不傻，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龙老板，我看你是想利用我去毁掉 B13的这些母鸡吧？还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不过我也是为了你着想，毕竟你也不希望看着他一直靠着母鸡赚到大钱，然后变得更加嚣张得意吧？你少来，想让我去，没问题，1万块。什么1万块？你怎么不去抢？龙老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以为这是件容易的事情吗？之前村里就有一个叫做潘震的家伙试图这么做过，现在他已经进去吃免费饭了，所以没有1万块，我才不去冒这个险。好，1万块就1万块，不过你要先得手了，我才能给你。这样吧，你先支付5000，剩下的5000块等成功了你再给我，不然免谈。行，就这么说定了。只要你能把 B13的这些母鸡给弄掉，一切都不是事。龙老板已经魔怔了，只要能毁掉 B13的这些母鸡，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刘老三从龙老板那里拿了5000块钱回来后，便立马就召集了他几个跟班，商量着今晚怎么对 B13的那些母鸡下手。三哥，这事情简单，我们直接过去弄他那些母鸡就行了，反正我们又不怕他。我上早八，难道你不知道 B13那小子有我的把柄在手上吗？万一被他知道是我干的，你想让我去吃免费饭啊？三哥，那你说该怎么办？你忘了韩震那前车之鉴了。我知道，我们可以先从他的荒山养殖基地下手。我了解过了，荒山那里他养有1000多只母鸡，那里晚上没有人。行，三哥，今晚我们就去荒山把他的这些母鸡都给弄了，然后明天就去找龙老板把剩下的5000块钱要到手。有了这1万块钱，我们哥几个就可以好好的吃喝玩乐一阵子了。反正我们这次一定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如果 B13没有当场捉住我们的话，我们就来个死不认账。就这样，确定了今晚的计划后，刘老三他们便高高兴兴的吃喝到了深夜的12点。见已经夜深人静后，他们便开始带着工具悄悄地上荒山。三哥，这小子养的母鸡真是多啊，看来今晚我们要弄很久啊。少废话，你在这说相声呢？如果那么轻松的话，别人怎么会舍得给你1万块钱？大家都机灵点，速战速决。说完，刘老三立马就一个跨步试图跨进母鸡养殖基地。突然，一道火光冒了出来。是电！妈妈呀，这怎么会有电呢？刘老三被电到后，直接就摔倒在了地上，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妈耶，痛死我了，痛死我了！原来是白天的时候，周二狗发现有山上的动物试图跑进养殖基地吃母鸡的现象，所以他便拉了一些电线过去来防范这些动物。没想到的是，山上的动物没防范到，刘老三先中了招。好在周二狗已经用电压器调制过了电压，不然刘老三此刻已经被活活的给电没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痛苦叫声显得特别的响亮。刘老三深知附近的村民很快就会因为听到了声音而赶来，所以此刻的他只想赶快离开。你们愣着干什么？快点扶我起来，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刘老三知道他的处境，今晚的事情一旦被人发现，那么他就惨了。你们搁这干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周二狗已经听到声音来到了这边，便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二狗，你小子少多管闲事，给我走开，不然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看到刘老三被电得像是三大爷家的骡子一样，周二狗瞬间就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想来弄这些母鸡，你们太卑鄙了。是又怎么样？关你鸟事！给我走！刘老三脾气上来，直接就毫不顾忌地说了出来。说完后，他才觉得不妥。三哥，现在该怎么办？这小子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不管他，我们先离开这里，不然一会村民们过来，那就麻烦了。你们想走，木有门。周二狗直接张开双臂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周二狗，你是不是有病？兄弟们，给我围住他！刘老三一声令下，便忽悠着他的跟班上去把周二狗给围了起来，然后他自己则是打算趁机偷偷的往山下跑。刘老三，你跑不掉的。可是他不知道是 B13已经赶到了这里，刚好就逮住了他。B13，你想干什么？看到 B13手里拿着的木棍，刘老三也是慌了起来。他并不是害怕 B13的木棍会打他，而是害怕 B13会把他的把柄知识透露出去。这也是他最近一直不敢对 B13下手的原因。要不是因为龙老板给的价格实在是多，他今晚也不会冒这个险。干什么？你大半夜过来想弄我的母鸡，还问我干什么？刘老三一时就慌神的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弄你的母鸡了？你诽谤我啊！刘老三，你在这装什么呢？要不是你们被二狗设计的电线给电到了，我这些母鸡早就嘎在你的手上了。B13刚说完，那些好奇的村民也都已经纷纷的赶到了荒山这边。这下刘老三是彻底的慌了。13，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大半夜的，我们听到这里发出了好几声惨叫。看到村民们都过来后，周二狗立马便过来把刘老三他们的丑事给揭露了出来。天啊，这个刘老三怎么和之前的潘震一样，想弄人家13的这些母鸡呀？是啊，都是一个村的，他真是太坏了。可不是吗？刘老三大半夜的来弄人家 B13的这些母鸡，这可是违法的。
围观的村民此时也是纷纷你一句我一句的谴责着刘老三的不该。B13，现在是和谐社会，你动手是犯法的。就你配我动手，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二狗去报沟，我要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B13深知刘老三不会无缘无故就过来对他的母鸡下手，要知道 B13有着刘老三的把柄在手，他今晚的行动一定是受人指使，只有鲍叔叔把刘老三他们带走，才可以顺着刘老三把背后的指使者也找出来。于是 B13便让周二狗跑回家用电话报了叔叔，很快叔叔就连夜开车过来把刘老三他们给带走了。别看刘老三平时在村里面横行霸道，却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在叔叔的审查下，他很快就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出来。说出昨晚是受了城南饭店老板的指示去弄 B13这些母鸡的事情，他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然后警方就去到了城南饭店，直接就把龙老板给带走。就这样，这个事情以刘老三和龙老板等人被抓走而平息了下来。哥，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13啊，最近红菇明显变少很多了，都收不到多少了，所以我早就回来了。B13往林伟的摩托车看了看，确实没有收到多少红菇。B13也能理解，毕竟红菇的数量有限，随着收购了这么久，他们该摘的红菇也基本都摘完了，也就找不到可以卖的红菇了。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收购的，我帮你去收。B13一听，想了一下，突然就想到了在前世经常喜欢吃的鸡枞菌，这玩意也是和红菇一样，价格昂贵且十分的难得。这个时期很多人还并不知道鸡枞菌的价值，即使知道了，它也可以以市场价格收购回来，再烘干卖出去，也是笔很大利润的买卖。不过除了收购外， B13最终的目的还是人工栽培鸡枞菌。只要他进行了鸡枞菌的栽培，完全可以靠着先见之明，在鸡枞菌的市场上占据绝对的优势。想到这些 ，B13不禁激动了起来。今天就先这样，你把这些收购到的红菇拿去给花妹烘烤，然后明天你过来了，我再告诉你怎么收购鸡枞菌。鸡枞菌那是什么东东？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鸡枞菌是一种比较珍贵的蘑菇，它主要常见于树林中的地上、荒地上和包谷地上等等。不过，不管它在哪些地方，它必须要与白蚁巢相连，因为这玩意和白蚁巢是共同生活的。有白蚁的地方不一定有鸡枞菌，但是有鸡枞菌的地方一定会有白蚁窝。天啊，还有这么神奇的蘑菇啊！那价格贵吗？据我了解到的信息，鸡枞菌价格按品质不同，价格区间相差比较大。这个时期的话，每斤一般在15至150元附近。当然，如果晒干的，那价格就更加贵了。天啊，这么贵啊！那可真是和红菇有的一比啊！那是当然，这鸡枞菌可是我国4大名菌之一，能不比红菇贵吗？那行，我明天就过来跟你一起了解一下这个鸡枞菌。大哥，除了收购鸡枞菌外，人工栽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短时间内你先负责去收购，然后等到我人工栽培成功了，你再过来负责管理这个事情。这么贵重的菌种还可以人工栽培？当然可以。鸡枞菌其实是一个统称，它分很多种类的鸡枞菌，比如火把鸡枞菌、黑皮鸡枞菌、白皮鸡枞菌、黄皮鸡枞菌、大鸡枞、小鸡枞、荔枝菌等等。其中黑皮鸡枞菌是可以人工栽培的，我们要人工栽培的也是这种。这些知识当然也是来自于前世，因为黑皮鸡枞菌的人工栽培技术是前世2006年才有人研究出来。B13只要把这个技术提前的在这个时期开发出来，定能在市场上狠狠的赚上一笔。牛，你可懂得真多，看来这次帮你干活，我真是能跟着学到不少了。按照前世了解到的知识 ，B13知道想要人工栽培这种黑皮鸡枞菌，最关键的是做好机制的蚁巢，而做好机制的蚁巢最关键的又是建立恒温恒湿的大棚。只要把这2道工序给做好了，就可以全年生产出黑皮鸡枞，而且25天左右就可以进行采摘。落雪，我想过了，把我们家的那些田地搭建恒温恒湿大棚来栽培黑皮鸡枞菌。B13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林落雪说了一下，目前他家里还有一些田地，由于之前的他吃喝玩乐，并没有进行农作物的种植，所以现在也还空着。13，虽然我不懂这玩意，但是我支持你，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行。那好，我现在就去田地里面看一下，你在家陪着2个小家伙。B13说了一句，便一个人来到了自己家的田地看了看。按照前世的记忆，人工栽培黑皮鸡枞菌的大棚选址也非常重要，需要靠近水源的地方，而且土壤也得合。好在他家的这些田地都符合这些基本的要求。搭棚的地址选好后，接下来便是材料的准备。由于黑皮鸡枞菌的特殊性质，棚屋的搭建材料还得以钢筋建造为主，然后完了再贴上一层聚乙烯雾膜，这是防止下雨天的时候水滴落在鸡体内的细菌上。而且有了这一层聚乙烯雾膜，也能更好的控制棚内的温度。除此之外，大棚还得在2侧都安装上门，一侧是给自己正常进入的，另外一侧则是装上一些排气扇，以确保空气的流通性。别问我怎么这么熟悉，因为我大伯家就是搞这玩意的。B13便立马就去村里找了施工队，然后带着他们来到 B13家的田地，让他们按照 B13的想法搭建大棚。13，按照你所说的搭建材料，价格可不便宜啊！你确定真的要用钢筋吗？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用这么好的材料，用点便宜的材料就行了。施工队的人给予了 B13省钱的方案，不过 B13却并不在乎，毕竟他要做的就是一种长久的买卖。
其他材料虽然也可以代替，但是耐用性不够，所以必须要用钢筋。不用，就按照我说的材料去做吧，到时候价格多少，你开个单子给我，我付钱给你就行了。行吧，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尊重你的选择。B13没有再多说什么，立马就给予了对方1000块定金，然后便前往了荒山那边去找壁花妹，打算让她这阵子先把红菇全部都烘干，后续就得换成鸡枞菌了。13哥，刚刚林伟也跟我说起了这个鸡枞菌，还说鸡枞菌的价格和红菇有的一比呢，真有那么夸张吗？当然，这玩意不仅仅价格贵，也是十分的难得，而且收购回来后，你当天就得进行烘干，不然要是留到第2天的话，质量也会完全的不同呢。好吧，那到时候我要看看这鸡枞菌到底是什么玩意，怎么会这么特别？来给我看看现在有多少干红菇了，要是够100斤，我们明天再和叶继平交易一下，我也顺便跟他聊聊鸡枞菌的事情。100多斤了，我正打算明天跟你汇报呢。行，那我们就明天再交易一次红菇，然后剩下的红菇估计短时间内也无法弄到100斤，所以就先存着。次日一大早，林伟便开着摩托车来到了 B13的家。13哥，你说的鸡枞菌该怎么收？大哥，你来的挺早啊，吃早饭了吗？我吃过了，小孩子要上学，所以我每天都是起这么早去送他们。这样啊，那行，等我一会写一些收购鸡枞菌的告示，然后咱俩一起去其他村庄张贴，如果有村民手里头有鸡枞菌的话，也顺便收购一波。收购鸡枞菌比较复杂，加上林伟没有见过这种玩意，所以为了不出差错 ，B13打算亲自和他去收购几次。等他熟悉了鸡枞菌的情况了，也就可以放手让他自己去收购。行，这玩意我没见过，也得你带一下才可以。于是 B13在家里写了10几张收购鸡枞菌的告示后，便和林伟一起出发。13，要不我们就按照之前收购红菇的村庄张贴这些告示吧？不可。怎么了？有什么不同吗？鸡枞菌和红菇的情况不同，红菇的收购我们要尽量的找那些附近有红锥树的村庄，因为红菇一般生长在红锥树下，可是鸡枞菌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尽量找那些树林茂密、雨水充足的地方。我真是对你太佩服了，这么全面的因素你都考虑到了。林伟此时不得不再次对自己的这个妹夫佩服不已。我也只是临时想到了而已。走吧，我们先去大水村，那里雨水充足，而且树林茂盛，应该会有鸡枞菌这玩意。大水村，那可是我和落雪的外婆家啊。B13一听，心里面一阵尴尬。结婚这么多年，他竟然不知道大水村是林落雪的外婆家，这都和之前的混蛋有关。自从堕落之后 ，B13就没有关心过林落雪的事情，也就自然不知道林落雪的外婆是在哪个地方。B13尴尬的笑了笑，然后说道：“那就太好了，有熟人，我们就更好收购了。可不是嘛，一会路上我买点水果，顺便去看望一下外婆。” B13自然也知道该怎么做，在买水果的时候，他直接就提前去买了单，然后还打算一会给500块钱林落雪的外婆。自从结婚后，林落雪因为自己的原因也没有去看望过这个外婆，如今自己要过去，也知道了这层关系，自然得帮着林落雪表示一下。外婆在家吗？我是林伟啊。林伟到了门口后，立马就大声的喊了一句，然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便走了出来。是小伟啊，外婆好想你啊。我也想您，外婆，这位是落雪的老公 B13。外婆好，叫我13就行了。落雪的老公就是上次你妈说的那个不思进取的人。外婆，现在13已经改变了，他还做起了生意，还请了好几个人呢，就连我现在也在给他打工。当初林落雪执意要嫁给 B13的时候，林家的亲戚朋友都过来劝说过林落雪，所以外婆当然也知道此事。自从林落雪结婚后，就没有好意思来过这里。现在听到林伟这么说，外婆也是十分的震惊。这样啊，改过就好，年轻人就应该要多努力的工作，不努力的工作怎么养家糊口？妈，是谁过来了？这个时候，从房间里面走出了一名男子。舅舅好，是我，还有落雪的老公 B13，13，这是咱舅舅黄龙。舅舅好，叫我13就行。好，快来进屋坐。舅舅黄龙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去坐了下来。经过一番交谈后，得知道 B13已经改变得十分彻底，他心里面也十分高兴。13啊，你现在改掉以前那些坏毛病是正确的，特别是现在落雪又给你生了2个孩子，你更加需要努力的赚钱养他们。谢谢舅舅的提醒，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次要继续将产业扩大，打算在大水村这边收购一批鸡枞菌回去加工销售。不知道你们大水村有这玩意吗？是啊，舅，你知道鸡枞菌这玩意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以前小时候经常来你家，我也没有见过这玩意。鸡枞菌，我们这边没有这种玩意啊，倒是有一种叫做3把菇的。13，我就说吧，就连舅舅都不知道有这玩意，估计这边也是没有你说的鸡枞菌。舅舅，这样吧，你把你所说的那种3把菇拿出来给我瞧瞧。B13不太相信大水村会没有鸡枞菌，他怀疑黄龙所说的3把菇就是鸡枞菌的别名，因为鸡枞菌是文学上的名字，各地的叫法会有所不同，特别是一些乡村会有自己比较形象的叫法，所以他要看到3把菇才能确定这里是不是真的没有鸡枞菌。行，那我去拿一些给你看看。黄龙说了一句，然后便出去找了一些他所说的3把菇回来。那这些就是我们口中的3把菇。对，就是它，这就是我口中所说的鸡枞菌啊，这就是鸡枞菌啊。那我们这边是有挺多的。太好了，你能让村民们都去采摘，然后卖给我吗？舅舅，你放心，我统一给15块钱一斤。什么？15块钱一斤？这么贵啊？
舅舅黄龙听到这个价格，不禁一脸惊讶的表情，因为他在大水村生活了几十年，这种鸡枞菌他见多了，虽然也知道能卖钱，但是却没有想到能卖15块钱一斤。要知道这个时期的15块钱一斤价格可不便宜了呀。是啊，我们这次还带了收购鸡枞菌的告示过来呢。不过现在听你这么说，我得把鸡枞菌改为3把菇才行了，不然估计村民们不知道这玩意。可是你收购这么贵，还有利润可赚吗？舅舅请放心，我可不会做没有利润的事情，我敢这么收，自然就有我的办法。舅舅，你有所不知，13现在在做生意这一块，可是有着非常先进的头脑。我这阵子帮他收购红菇，可是看到他赚了不少钱呢，所以利润这块你就不用担心他了。那好吧，你真是这个价格收购的话，那我也去采摘3把菇卖给你。当然可以啊，多谢舅舅对我生意上的支持。不过你要是方便的话，也可以让村民们都把3把菇拿到你这里来卖，收购价还不是你说了算。等收购的差不多了，再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过来运回去就行了。没问题，还得是你啊，13，这个忙包在舅舅身上。离开了外婆家后，B13和林伟去往了其他村庄。经过2人1个上午的努力后，终于把写好的收购鸡枞菌的告示全部都贴完了。13，你说明天我们会收购到鸡枞菌吗？放心吧，一定会有的。别的地方我不敢说，至少外婆那边的大水村，我们肯定能收购到。也是，有舅舅帮忙，应该不成问题。那我先回去了，明天再过来找你。说完，林伟便骑上摩托车回了家。B13见现在所在的地方靠近镇上，便打算去镇上买一些红枣和枸杞回去给林若雪煲汤喝。13哥，你回来了！听说村里的刘峰明天要开小汽车回来了哦。刘峰，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就当外出打工的刘峰买了一辆小汽车回来后，并邀请大家晚上都去他家吃饭。村民们都纷纷来到他家，对他各种夸奖了起来。刘峰，你小子可真厉害啊，成为了南刘村第一个这么年轻就买得起小汽车的人，我真是太佩服你了。是啊，峰哥，以前我对你那么好，这次你可得带我出去赚钱啊。那是自然，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带大家一起出去赚钱的，咱都是一个村的，我有赚钱的项目，自然不能忘记你们。听到刘峰这次是要带他们出去赚钱后，在场的村民们都沸腾了起来。可B13却是一脸严肃，他凭借重生者的记忆，知道这次刘峰回来其实是为传销组织拉人头的。可村民们对刘峰深信不疑，B13也只能从跟刘峰的对话中找到破绽。刘峰，你这几年在外面做什么呢？怎么就突然赚到钱买小汽车了？创业呗，你小子不也是在家里创业了吗？我一回来就听他们说了。不过你这种赚钱太慢了，要不你也跟着我出外面混吧，保证赚的比你现在的多。呵呵，你小子有几斤几两，还能瞒得过我这个重生者？算了吧，外面的钱可不是那么好赚的，我就不去做那种梦了。不过我觉得你也要实质一点，千万不要误入歧途，特别是我们村的村民都很关心你，更加不希望你出什么事情。虽然B13说的这话有点不合乎事宜，但是他还是说了出来，也算是委婉的提醒一下刘峰，希望他看在南刘村的村民都那么关心他的份上，别带出去害了他们。那是当然，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做实质的事情的，就是因为知道村民们都很关心我，所以我这次才打算回来，带着大家一起去外面发财。B13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刘峰是不会改变这种想法，所以他只能想着怎么阻止他把村民带出去。各位父老乡亲，我刘峰也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跟着我出去混，一定都能赚到大钱。所以大家想要赚大钱的，也都可以来我这里报名。果然，就在这个时候，刘峰也是站起来，大声的说了一句。他这样做当然是想趁着气氛现在还在，然后好忽悠这些人报名。刘峰，你刚回来，我看还是先让大家考虑一下吧，毕竟他们都没有出去过，可能也未必适合。B13，你这是什么意思？人家刘峰表示要带我们出去赚钱，你好像很不乐意啊。是啊，B13，你该不会是害怕我们也赚到钱，然后你又变成了南刘村最穷的那一个吧？你就是嫉妒和眼红别人赚钱。吴长乐和陈来才这个时候自然不会放过继续诋毁B13的机会。吴长乐、陈来才，你们2个给我闭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卑鄙小人，你们要跟着刘峰出去是你们的事情，不要忽悠和怂恿其他村民。大家看看这B13急了，他急了，我看他就是见不得有人比他赚得多。B13，我看该闭嘴是你。现在刘峰回来要带我们出去赚钱，又关你什么事情？你为什么急着出来阻止？你敢说你没有其他想法吗？事情到了这一步，B13也只能豁出去，站了起来，把刘峰是回来给传销组织拉人头的事实告诉了在场的村民。虽然吴长乐和陈来才2个人是很可恶，但是B13不愿意让其他村民跟着受到牵连和伤害。B13，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亏我还把你当兄弟，我回来是诚心想带村民们出去赚钱，你刚刚的话好像觉得我是坑他们似的。刘峰这个时候也是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他害怕自己的计划会被B13破坏，这样的话他就无法跟上头交代。是啊，B13，看你的意思是不想让我们跟着刘峰出去赚钱。B13，你该不会真的和吴长乐和陈来才说的那样，不希望我们赚到钱吧？我看他不是对刘峰有什么误会，他就是眼红和嫉妒刘峰赚的钱比他多，而且也比他提前买了小车。这下村民们也都开始怀疑了 B13是真的嫉妒和眼红刘峰了。眼看村民们被刘峰忽悠的一愣一愣的，B13便起身离开了刘峰的家，直接去找了村委支书王雪，打算和他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13，你怎么大晚上过来找我了？是有什么急事吗？王支书，你知道我们村的刘峰开着小车回来的事情吗？知道啊，怎么了？你这么晚过来找我是和他有关？不错，我发现他这次回来目的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想过来和你聊聊自己的看法。那行，你说吧。王支书，我首先说明一下，我并不是眼红刘峰突然赚了钱，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刘峰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忽悠村民们跟着他出去加入传销组织罢了。我刚刚在现场劝说不动，所以只能来找你了。听到 B13的这一番话，王雪也不禁一脸惊讶的表情。什么？你的意思是刘峰加入了传销组织？他这次回来是想把老实巴交的村民拉过去充当人数？不错，可是村民们都不听我的劝说，都觉得我是眼红刘峰赚到了钱，所以过来和你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天啊，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违法的事情，会害了村民们的。可不是嘛，我宁愿被村民们误会，也要在现场劝说他们，可是没用，他们都不听。13，你这样做是对的，有些时候做好事，一开始免不了被人误会。不过，你确定这个刘峰是真的加入了传销组织？王支书，我可以拿屏幕前的亮子们担保，我所说的都是真的。行，那我相信你。王雪说了一句，便立马去了电话旁边，然后给帽子叔叔打了一个电话。结果这个电话让帽子叔叔那边十分的激动，因为他们最近就一直在盯着这一帮传销组织。王雪的这一个电话可谓是给了他们十分有力的线索。不过为了不打草惊蛇，帽子叔叔让王雪先不要去刺激刘峰，免得他连夜跑掉了。13，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帽子叔叔一直都在侦查这个刘峰他们的行踪呢，只是一直都找不到。现在他们接到了电话后，表示很快就会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然后过来处理这个事情。那就好，不然我真担心村民们会跟他进入了传销组织。可是这个刘峰非常的机灵，他估计已经知道我怀疑他了，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他明天中午应该就会带那些报名的村民出去了。13，这样吧，如果明天刘峰真的中午就带着这些村民出去，我亲自出面去阻止，你看如何？那好，这个事情到时候就麻烦你了。时间很晚了，我也就不打扰你休息了，我先回去了。第二天一大早 ，B13则是前往了大鹏建设基地那里，毕竟这是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产业，他得格外的注重。昨天施工队已经打好了基础，想必今天他们也开始下一步的搭建工作了。等到大棚全部都弄好后 ，B13便可以进行黑皮鸡葱菌的栽培。可这个时候，碧翠花着急忙慌的跑了过来，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告诉 B13。13哥，不好了，现在不少村民都已经去到了刘峰家里，准备一会就跟刘峰出去了。什么？我翘，花妹，你去家里陪着落雪，我现在就去找王支书。B13顿时就预感到事情不妙，肯定是刘峰怕夜长梦多，所以加快了速度。王支书，不好了，刘峰一会就要带着村民出去了。什么？还真让你说中了，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王雪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所以立马就放下手中的活，然后和 B13一起赶往了刘峰家里。B13，你又来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又想劝说村民们不要跟我出去赚钱？刘峰，你怀着什么目的带大家出去？你心里面没数吗？这位是南刘村的支书王雪，他过来就是要阻止你这个小人的。刘峰一听，表情稍微慌了一下，因为他也没有想到 B13会把村支书也带过来。不过想到他的事情做得如此天衣无缝，B13他们肯定是不会知道的，所以也很快就淡定了下来。王雪，就算你是村支书，也没有权利阻止我和村民们出去外面工作吧？大家可都是自愿跟着我出去赚钱呢。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听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好赚钱，你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请大家相信我跟13。B13，你蹭是什么意思？敢请我带着村民们出去赚钱，我还犯法了，我还有错了。你是不是犯法？你是不是有错？你心里面最清楚。切，搞笑，我犯法，怎么就不见帽子叔叔来抓我？有本事你让帽子叔叔来抓我，来啊，让他们来抓我啊！刘峰的态度显得十分嚣张，因为在他看来，这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突然村里就响起了警车的声音，刘峰听到警车的声音，顿时就开始慌了起来。他本想撒腿就跑，毕竟自己的事情自己心里面清楚，这真要被抓到了，那可就惨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帽子叔叔已经把现场给团团地围住了。刘峰则是直接就被冲出来的帽子叔叔给按倒在了地上。别动，给我老实点！各位乡亲父老，你们都听我说一下，这个刘峰在2年前就加入了传销组织，我们昨晚连夜排查，已经查到了他的底细。他这次回来主要目的就是拉人数进去赚人头钱的，希望大家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想着外面的大钱很容易就赚到，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带队的帽子叔叔见那么多村民在这边，也是顺便跟大家讲解了整个事情的大概经过。说完，他便着刘峰上了警车。这下村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昨晚真的误会了 B13。村民们这个时候也都纷纷的在现场向 B13赔礼道歉着。重生90年代 ，B13打算在荒山脚下修一条4.5米的道路。王雪听到后一脸震惊，殊不知这只是 B13为了打造自己农业帝国的开始。13，你打算把这条路修多宽？ 4.5米。
4.5米，这么宽吗？好像没有必要弄这么宽吧。听到这个数字，王雪不禁一脸惊讶，因为在这个时期，乡村道路很少会有这么宽敞的。可是B13经历过前世，他很清楚道路宽敞的重要性。等到后面发展起来了，这4.5米的道路也是刚刚好而已。王支书，这点面积可不宽，你想想，后期需要货车运东西的时候，这道路越宽敞就会越方便。也是哦，你要做的是长期生意，想的问题也自然会比我考虑长远一些。光把道路开发出来还不行，后期还得在道路两边都把路灯给装上呢。王雪听了也十分支持B13这种想法。作为村支书，如果B13真的能把这些路灯都给安装好，对于整个南流村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情。他这个村支书也必然会跟着沾光，说不定上面知道了，还会对南流村或者他个人给予表扬呢。13，你真是太有想法了，以后需要王姐帮忙的地方，记得随时来找我。多谢王姐，目前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罢了。想要安装路灯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呢。现在先把道路开出来了，后面等我赚到更多的钱了再硬化，然后再到安装路灯这一步。和王雪聊了几句后，他便去找了人过来，然后让他们按照4.5米的宽度面积来进行开发。虽然还不能硬化，但是只要弄出了一个4.5米的道路轮廓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B13基本都是在家里陪着乐乐和悠悠。在得知这几天林伟在鸡枞菌的收购上已经基本上手，而且每天都能收购到不少鸡枞菌，碧翠花也已经在这几天的时间内烘烤出了100多斤的干货后，B13却并不着急着和叶鸡坪交易那么快，这都是好货，他也不担心卖不出去。现在他的目标是放在了栽培黑皮鸡枞菌身上。经过了这几天的时间，施工队已经按照 B13的意思搭建好3个大棚，而且也帮 B13把电线拉好。B13支付了他们工钱后，3个大棚就算是正式的完工。13哥，这3个大棚真的能培养出黑皮鸡枞菌吗？我也说不准，先试试吧。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不要错过。那好，我们现在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我们先得把棚内的温度保持在25到30度之间，白天和晚上的温差还不能超过10度，然后空气湿度也得保持在90%左右，不能太低。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数据啊！听到这些数据，碧翠花脑袋都大了一圈。花妹，刚刚说的只是最简单的数据，大棚的温度控制好后，其他的制备更加复杂呢。比如还得需要75%的木屑，然后1.5%的石膏，以及3%的白蚁筑巢土等等，配置成一个紧密配方。再然后还要称重，达到一定的标准后，还得用聚丙烯带填充17乘45厘米，再按照常规进行消毒接种。太复杂了，看来我还是去做我的烘烤工作吧。你需要我干活的时候再叫我。碧翠花是个怕麻烦的人，所以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数据，她就怕了。就在这个时候，大伯母陈慧娟走过来，跟 B13说了一句：13，有个外地人过来找你，落雪让我过来通知你回去。外地人是什么样的外地人？B13认识的外地人并不多，所以听到有外地人过来找他，也是颇感惊讶。是一个中年男子，说是从海南那边过来的。海南那边过来的？难不成是鸡粪合作商赵启的派来的人？自从上次和赵启交易过鸡粪后，现在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想必他的农场也需要鸡粪了。想到这里，B13便立马跟着陈慧娟走了回去。这位大哥，你好，我就是 B13，请问你是赵老板的人吗？B13先生，你好，我姓钱，叫做钱多多，我来自海南，并不是赵启的人。钱多多。B13听到这个名字后，莫名就有一种要砍一刀的冲动。钱先生既然不是赵启的人，不知道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的，我从赵启的员工那里打听到你这边可以买到鸡粪，所以也想和你合作，不知道你是否有想法呢？B13一听，内心无比喜悦，因为鸡粪的利润可是不少。上次和赵启交易1000袋，他就足足赚了5000块钱。既然钱先生有意合作，我自然是非常乐意。只是这个价格吗？你放心，价格还是和赵启的一样，而且我需要的数量比赵启还多，所以你这边可以尽管去收购鸡粪，到时候联系我就行，我派司机过来运回去。那行，我们先签订一个合作协议，你看如何？当然没问题，我还巴不得有一个稳定的鸡粪供应商呢。于是两人就鸡粪合作上签订了一个手写的合作协议书。B13对此非常的高兴，刚好快到中午饭的时间，为了进一步的交流，他便尽地主之谊的请了钱多多吃了个午饭。在品尝到 B13的这些绿壳鸡蛋后，钱多多也是非常的喜欢，表示要向 B13拿10个绿壳鸡蛋回去，然后推荐给他开酒楼的大伯。B13当然非常乐意，要知道绿壳鸡蛋现在需要打开更多的市场，如果真能在海南那边也有客户的话，无疑是好事情。在吃完午饭后，他就立马用蛋托包装好了2打绿壳鸡蛋给钱多多。毕先生，我不是说只要10个绿壳鸡蛋就可以了吗？你怎么给了我20多个？钱多多看到 B13给自己的2打绿壳鸡蛋，一脸不解地问了一句：其中1打是麻烦你拿回去给你大伯品尝一下的，另外1打是小弟我送给你的一点心意，毕竟你大老远的来一趟可不容易，希望你不要嫌弃。经历过前世，在人情世故这一块，B13拿捏得死死的。毕老弟可真会说话，那行吧，我就感谢你了。这个事情你放心，我回去之后一定会跟大伯推荐你的绿壳鸡蛋。那就多谢钱老哥了，欢迎钱老哥有空常来这边玩。
在简单和钱多多聊了几句后，他便离开了。而毕13则是骑着摩托车去找其他养鸡场来收购鸡粪。目前黑皮鸡葱菌的栽培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所以他必须要利用鸡粪多赚一笔钱作为资金。上次毕13已经在周边的几个养鸡场谈过合作了，这次他把目标放在了隔壁的奈林镇，因为那边也有不少养鸡场，而且离骆家镇也比较近。不过关于奈林镇哪里有大型的养鸡场，毕13前世并没有这一块的记忆，他选择去找了上次把鱼苗卖给自己的刘老板。经过一番交流后，毕13从刘老板这边打听到有一家叫做发财养鸡场的地方，毕13便按照刘老板所说的地址来到了发财养鸡场的大门。大叔你好，我是来和你谈鸡粪合作的。谈鸡粪合作什么意思？难道我这些鸡粪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听到毕13过来的目的是和鸡粪有关，对方立马就慌了起来，因为这几天总是有附近的村民过来投诉他的鸡场鸡粪的味道太浓太臭了，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所以他以为毕13也是冲着这个目的来的。不，这位大叔你误会了，我是隔壁镇的，我是想过来收购你的鸡粪的。什么？你要收购我的鸡粪？你确定没有跟我开玩笑？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就是要来收购鸡粪的。真的？那好，你请进，我们坐下来再慢慢聊。听到毕13说是真要来收购鸡粪后，对方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立马就热情地招呼着毕13进去坐。毕老弟好，你刚刚说的要收购我的鸡粪是真的吗？我最近可是为这些鸡粪烦恼的要死，这一天天的鸡粪都在不断的堆积呢。那是当然，我带来的这些袋子，你装满一个，我给5块钱。这么多啊？那好，我的鸡粪全部都卖给你了，你不嫌多吧？在看到毕13一袋鸡粪5块后，张文立马就高兴了起来。不过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担忧，那就是自己的鸡粪太多了，毕13是否会全部都要？张大叔，这样跟你说吧，你这些鸡粪就算全部都卖给我，都嫌不够呢。你要是还有更多的鸡粪，都可以拿来卖给我，我多多益善。从今天钱多多来主动找毕13，他已经基本猜测到鸡粪在海南的农场那边是个稀缺的东西，所以只要有鸡粪，毕13压根就不担心交易不了。那就太好了，这话可是你说的。当然，我从来不说大话。我们可以签订一个合作协议，只是你的这些鸡粪需要送到南流村那边给我，你看可以吗？没问题，只要你愿意收购我的这些鸡粪，你要我送到哪里都可以。于是这个事情就这么愉快的给敲定了下来。在离开张文这里后，毕13经过一个下午又找打了2家养鸡场，虽然他一天只找到了3个养鸡场，但是这3个养鸡场都是非常大的，鸡粪的累积也很多，所以毕13对此十分的满意。现在只等着这3个养鸡场能够把这5000个蛇皮袋给装满，然后他就能赚上2万5的利润。毕13带着瘦肉粥来到医院，将林母黄玉珍的住院费给结过后，便来到了病房门口。大哥，老妈的身体怎么样了？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她今天都吵着要出院了，我也就随了她的意思了，下午就给她办出院手续。林母住院的起因是昨晚她在喂猪的时候突然晕倒，好在只是血糖低，送到医院的也及时，输了液没多久便清醒了过来。那就行，你先把瘦肉粥拿进去给她吃，这2天的费用我已经结过了。这怎么能行呢？13，医药费是多少？我给你，我这个当儿子的还在呢，怎么能让你这个姑爷掏钱呢？大哥，你不必跟我客气，这也是我的责任。毕13知道这些年来，由于之前的混蛋自己，让林落雪对娘家的人都十分的愧疚，所以他只是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帮林落雪弥补这些遗憾。那行吧，13，等妈的身体好了，我带着她去看乐乐跟悠悠。13，谢谢你给我送的瘦肉粥，非常的好吃。见到毕13后，黄玉珍也是第一时间就感谢了一句：“妈，你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你现在没事就好。”真是辛苦你了。乐乐和悠悠他们最近调皮吗？我这个外婆也是蛮想他们的呢，有没有半夜折腾着不给你们睡觉？聊起乐乐和悠悠，2人的话题也瞬间多了起来。毕13也把乐乐和悠悠最近的状况都一五一十的跟黄玉珍聊了一遍。听到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那么调皮又可爱，黄玉珍也是顿时就对他们十分的想。就这样，毕13在医院陪着岳母黄玉珍一直聊到了下午的出院时间，然后看着他们安全的开车离开了医院，自己才转身回去。哟，毕老弟，又碰到你了，真是巧了。毕13刚出到医院的门口，便遇到了幸福饭店的老板肖海。肖老哥，好久不见了。最近和幸福饭店的交易都是由肖海洋派人过来取绿壳鸡蛋，所以2人也算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碰面了。是啊，好久不见了，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行，就到你的饭店那里吧，正好这里离你的饭店也不远。好嘞，那我们走吧，来此沟。于是2人便一起回到了幸福饭店，然后肖海洋让服务员去泡了一壶好茶过来。肖老哥，这几天不见，你这里都招聘了2个服务员了，我看都挺风韵犹存啊。嘿嘿，是啊，这都亏了你的绿壳鸡蛋啊！自从和你合作了之后，我这饭店的声誉越来越红火了，我老婆忙不过来，所以就干脆请了2个人帮忙。原来如此，那真是恭喜肖老哥了。这还不是沾了毕老弟你绿壳鸡蛋的光？我本来是要到你家去找你的，今天正好碰到你，就跟聊一下草鱼的合作。草鱼的合作，
我的那林草鱼才刚放养没多久，离长大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我知道，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的合作啊。肖老哥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是这样的，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先签订一个合作协议，等你这一批那林草鱼可以出售了，你得保证给我们幸福饭店300斤的供应，你看如何？B13一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肖海洋是打算和他提前签订预售协议。这种操作模式在前世的2024年是非常多见的，却没有想到这个时期的肖海洋已经想到了。这对于 B13来说算是好事情一件，至少保证了自己的这些那林草鱼有了300斤的销量，所以他当然也不会拒绝。行，既然肖老哥有这个想法，那我答应你。那就太好了，只是这个价格需要等到看到你的那林草鱼养成什么样才能定价，你能接受吗？当然没问题，肖老哥你放心，在合作协议上加上不低于市场价格购买这句话就可以。那行，那我们现在就你写一个提前合作协议，然后签字确定下来。肖海洋不想耽误这个事情，既然 B13答应了下来，他也立马回房间拿了纸张和笔，然后按照2人约好的内容写了一份提前合作协议。B13看了一下内容，没有什么异议后，在上面进行了签字确认。就这样，关于那林草鱼的合作双方都确定了下来。B13也非常的高兴，感谢了一番肖海洋后，便开车回去了。回到家后 ，B13便去鱼塘找了陈大学。自从上次放音乐给鱼塘里面的草鱼获得了 B13的支持后，陈大学现在是有事没事就会过来给这些草鱼放音乐。按照他的说法，这些草鱼每天都要听一场音乐盛会才行。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不要错过那好时光。心儿随着阵风在蓝天上飞翔。大学叔，先别嗨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鱼塘的鱼我们已经有了300斤的订单了。神马13，你喝假酒了吧？现在草鱼都还是鱼苗呢，怎么可能有300斤的订单了？显然，陈大学对此并不是很相信，还以为 B13是在跟他开玩笑。大学叔，我可没有骗你，我刚刚和镇上的幸福饭店签署了提前合作协议了，等到我们的这些草鱼养殖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向他们销售300斤了。说完 ，B13将他和肖海洋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拿了出来，然后交给陈大学看了看。我的妈，还真的是啊，原来还可以这么操作呀！那是当然，现在合作的方式可多了，不过我们也要把这些草鱼给养好，要是养不好，质量不行，到时候名声也就不好，就不会有以后了。放心吧，这些草鱼现在每天都要听一场音乐会，特别是那首摇太阳，他们听的都精神的很，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陈大学拍着胸膛保证道。B13点点头，表示对陈大学的相信。最后在鱼塘这边溜达了一圈，发现没什么问题，他也就回去了。巧了，刚回到家，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刘志文打过来的，说是上次 B13寄过去的绿壳鸡蛋已经获得了他们科学研究所食堂的认可，而且于今天已经把合作协议书邮寄过去给了 B13。B13对此非常的高兴，毕竟能给科学研究所的食堂供应食材，那也是一个响当当的招牌。于是，在和刘志文挂了电话后，他便去果园找了刘巴金，希望他能够弄多一些公鸡过来，然后给这些母鸡受精。现在的问题是，受精过的绿壳鸡蛋太少，所以碧花妹那边的孵化鸡苗的进度才会如此之慢。什么？你还打算再孵化1000只鸡苗？刘巴金听到 B13说还要再孵化出1000只的鸡苗，一脸震惊的表情，因为目前 B13已经有差不多2000只母鸡了，再孵化出1000只的话，数量就来到3000只，这在农村的养殖规模中可不是小数目。巴金哥，3000只也不过是一个开始罢了，后续我还要养殖更多呢，反正你尽管的去操作就是了，关于母鸡的数量，我多多益善。那行，谁让你是老板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照做就是了。刘巴金接到了 B13的任务后，也立马去干活了。经过了1个星期的努力，受精过的绿壳鸡蛋已经来到了300个，这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B13让碧花妹先拿着300个绿壳鸡蛋去用孵化机进行孵化，然后剩下的等刘巴金这边弄到了再继续拿过去孵化。之前孵化出来的鸡苗，在周二狗的喂养下，现在已经茁壮成长，只是离产蛋还需要一些时间，B13也只能耐心的等待着。刚回到家后，王雪便来到了 B13的家，在门口叫了一句：“13在家吗？”B13一听，便立马走了出去，然后回道：“在呢。王支书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瞧你这话说的，没有事情，王姐还不能来找你了。没有，嘿嘿。是这样的，下个月1号县里面要举行农产品展览会，然后需要每个村委都把各村的特色农产品给报上去，最终选出一个来作为代表，拿到农产品展览会那天进行展览。所以我想把你的绿壳鸡蛋报上去，过来咨询一下你的意见。农产品展览会，男人刚刚培育出罕见的黑皮鸡纵菌，下一秒5星级酒店采购经理就找上了门，而且张口就要200斤。毕老弟，听说你栽培出了黑皮鸡葱菌，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要是不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参观一下。好，那麻烦你带我去参观一下。如果你真的栽培出了黑皮鸡葱菌的话，我就代表我们餐厅向你采购200斤。中文的话让 B13颇为高兴，现在黑皮鸡葱菌刚刚栽培成功，正是需要更多的订单的时候，如果中文真的能和自己形成合作的话，无疑是让自己的黑皮鸡葱菌多了一条销路。于是他立马就带着中文来到了他的那3个栽培大棚这边。怎么样，钟经理，我没有骗你吧？这些可都是我栽培出来的野生黑皮鸡葱菌。不错，确实是黑皮鸡葱菌，你可真是太牛了。
这些年不知道多少人研究过都栽培不出来，竟然被你栽培成功了。这要是传出去，可是轰动天下的新闻啊！多谢钟经理的夸奖。这些黑皮鸡枞菌相对于野生的来说，颜色上有一点点区别，它们稍微黑色一些。那味道上呢，有区别吗？这样吧，钟经理，一会你留下来吃个午饭，我就地取一些黑皮鸡枞菌，弄2道小菜，然后让你好好尝尝。这样的话，你自己心里面也能更好的衡量。这个可以哦，我对你的这些黑皮鸡枞的味道也是好奇的很呢。于是毕13便采摘了一些黑皮鸡枞菌，然后就和钟文一起去到了镇上的幸福饭店，打算让萧海洋帮忙加工一下这些黑皮鸡枞菌。毕老弟，你的这些黑皮鸡枞菌如果味道和野生的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可就是一笔天大的财富啊！你可得好好的把握。多谢钟经理提醒，目前我刚刚栽培出来，除了你这边和花园酒店外，我还没有其他客户呢。要是有机会的话，也麻烦你多多帮我推荐。这个自然没有问题。黑皮鸡枞菌可是龙国名贵菌种，很多高档的商场和送礼区域都需要。到时候我回去的话，在朋友那里帮你推荐一下。其实这也是毕13接下来的计划之一，那就是把这些黑皮鸡枞菌制作成精美的礼盒装，然后走高端的路线。就这样，两人高高兴兴地聊了10几分钟。此时萧海洋已经将做好的饭菜端了上来，钟文当即便夹起一块炒熟的黑皮鸡枞菌吃了起来。怎么样，这味道如何？不错，非常不错，吃起来和野生的压根就没有什么区别。是吗？那我也尝尝。毕13这个时候才夹起一块黑皮鸡枞菌吃了起来。果然，这味道和野生的没有什么区别。看来这次的栽培真的彻底的成功了。怎么了？毕老弟也没有品尝过自己栽培的黑皮鸡枞菌。嘿嘿，不瞒钟经理，我这些黑皮鸡枞菌昨天才算是彻底的栽培成功，所以我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呢。那我真是太幸运了。不得不说，毕老弟，你人工栽培的这些黑皮鸡枞菌确实和野生的没有什么区别。依我看，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栽培了。多谢钟老哥的提醒，我目前只有3个大棚，先一步一个脚印来吧。等后续订单多了，我会加大栽培的面积。毕老弟，什么都别说了，你这些黑皮鸡枞菌，我们黄金假日大餐厅一定要和你合作。于是毕13和钟文他们在幸福饭店这边签订了200斤黑皮鸡枞菌的合作协议。价格方面，由于这是人工栽培的，所以毕13也让了一步，只卖15块钱1斤的单价。毕13和他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后，便又一次的带着他回了南流村。在给钟文装上200斤黑皮鸡枞菌后，毕13还给他送了一些绿壳鸡蛋和干红菇。两人一顿寒暄过后，钟文便离开了这里。13，今天真的卖出了200斤黑皮鸡枞菌，而且还卖了3000块钱。不错的雪儿，这钱都在这里，你好好数数。天啊，这么说的话，自己栽培黑皮鸡枞菌比让我哥去收购赚多了呀。那是当然，收购的话，我们还需要付出资金成本，而现在栽培成功了，我们是卖多少就是赚多少。另外，雪儿，我打算明天去县城一趟。毕13去县城的目的，一个是找精美礼品盒的制作商，向他们采购一批精品礼盒，然后用来包装黑皮鸡枞菌，打算把黑皮鸡枞菌制作成礼盒装走高端市场。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向其他酒店或者高档餐厅推销新鲜的黑皮鸡枞菌。毕13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林若雪。第二天的早上，毕13便带着20斤黑皮鸡枞菌出发赶往县城。根据重生的记忆，他知道维也纳高级酒店和花园酒店一样，在县城都是走高端路线，去他那里推销黑皮鸡枞菌准错不了。小伙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呢？保安大哥，我来推销我的食材的，麻烦你进去通知一下可行？你这小伙子可真会做事，说吧，你要推销什么食材？黑皮鸡枞菌，就是这些。毕13担心保安可能未必知道黑皮鸡枞菌是什么，就从袋子里面拿出来了一个，让他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样吧，你把这个给我，我拿进去给我们的厨师长看看，然后他要是觉得有需要了，我再跟你说一下。大概3分钟后，保安带着一个男子就走了出来。小伙子，这就是我们维也纳高级酒店的厨师长谢浩。谢厨师长，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做毕13。你好，这些黑皮鸡枞菌都是你采摘的吗？不错，都是我采摘过来的，我那里有非常多，贵酒店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和你们进行长期的合作。这样吧，你先进来，我们好好聊聊。小伙子，你的这些黑皮鸡枞菌我刚刚看了，颜色有点特别，比我见过的黑皮鸡枞菌都还要黑一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厨师长真是好眼力，不错，我带来的这些人工栽培的黑皮鸡枞菌和野生的黑皮鸡枞菌在颜色上是显得偏黑一点，不过味道却是一样的，这一点请你可以放心。什么？你说你带过来的这些黑皮鸡枞菌是人工栽培的？是的，是我人工栽培出来的。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人工栽培出鸡枞菌。谢厨师长，我真没有骗你，这些黑皮鸡枞菌都是我人工栽培的，你要是不相信，改天可以亲自过去南流村，然后参观一下我的人工栽培基地。不过现在
你可以先品尝一下我的这些黑皮鸡葱菌，它的味道一定会让你满意。好，就按照你的意思，我先拿一部分进去，让厨房的人弄一道菜出来，然后我品尝一下。谢浩说了一句后，便让厨房的人来拿了一部分黑皮鸡葱菌到他们的厨房。不一会，一道黑皮鸡葱菌的菜肴就做好端了出来。在连续的品尝了好几口后，谢浩终于发出了一句感叹：果然是黑皮鸡葱菌，这味道鲜美可口，非常的不错。谢厨师长，别看这些黑皮鸡葱菌是我人工栽培出来的，但是味道和野生的一模一样，就算再专业的厨师和美食家都很难品尝出区别。天哪，如果真是这样，你可就太了不起了。据我所知道的，全世界都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人工栽培出来黑皮鸡葱菌呢。嘿嘿，谢厨师长，那你看咱们这边想要我供货给你们酒店多少斤呢？这样吧，毕老弟，我的想法是要200斤，这200斤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再继续供应，我们就签长久供应协议，你看可以吗？当然没问题，谢厨师长，我们这边都是统一的15块钱一斤，如果你能接受的话，那我也保证稳定的给你们酒店供应黑皮鸡葱菌，你看如何？没问题，15块钱一斤，我们酒店还是能接受的，那就按照你说的价格吧。于是两人就此在黑皮鸡葱菌上达成了合作协议的签订。B13便也不再逗留，起身离开了维也纳高级酒店，来到了顺利包装和代厂门口。来者何人？报上名来。重生90年代，B13利用前世的记忆，来到了顺利包装和代厂。他打算订购一批高档礼盒来包装他的黑皮鸡葱菌，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这家包装厂生产的礼盒是整个南方地区最哇塞的。小子，你想干什么？侯哥，你好，我是来你们厂找合作的。你才姓侯，我姓朱，那你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去通报一声。好的，巴结哥。大概2分钟后，就有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女孩走了过来。小兄弟，是你要和我们厂合作吗？不错，正是在下。那好，你跟我来吧，我带你去我们的业务部。你好，这就是我们业务部的主管龙大伟。龙主管，这位先生说要找我们厂合作。龙主管好，我叫做 B13，我这次过来是想向你们采购一些礼盒包装。毕先生，我们工厂生产的礼盒包装有很多种，不知道你需要哪一种呢？这样吧，你带我去看看你们工厂有哪些礼盒包装，然后我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你看可行？没问题，那我这就带你去参观一下。毕先生，这些都是我们工厂做出的样品，有高端的，也有便宜的，还支持定制，你看下有没有你相中的。经过一圈参观后，B13对于这家工厂的了解也有了一个大概。他选择了一套比较高端和价格稍微贵一点的礼盒包装，然后下了500套的订单。就这样 ，B13给了300块的定金，留下了联系方式，便回到了南流村。13，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事情都办完了。我刚刚还和2个小家伙说要晚上才能见到爸爸呢，没想到你就回来了。办完了，今天比较顺利。那黑皮鸡葱菌推销出去了多少斤？这次去县城和维也纳高级酒店合作了200斤，加上之前的客户，我们以后就可以稳定销售500斤。那按照15块钱一斤算的话，500斤就是7500块钱。这意味着不算绿壳鸡蛋和其他产业，就单单靠着黑皮鸡葱菌，我们就能收入7500块钱了。是啊，所以雪儿和2个小家伙都不用为未来的生活担心了，未来我们只会越来越好。13，你真厉害。嘿嘿，你老公我哪都厉害。讨厌，油嘴滑舌。13在家吗？六婶啊，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13，我儿子过几天要带女朋友回来，我想去买个彩电，好让他们回来的时候可以看看。但是我们现在钱还差一点点，你看看能不能先预支下我家阿六这1个月的工资？六婶，你儿子他有女朋友了，这是好事情啊，恭喜恭喜！行，我这就给你拿1000块钱，我也希望能够早点喝上你儿子的喜酒呢。陈阿六现在负责着帮 B13清理鸡粪的工作，勤勤恳恳，不怕脏不怕累，所以 B13愿意允许他提前拿这个月的工资。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放心，等到我儿子结婚了，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来邀请你去喝喜酒。不必客气，以后采摘黑皮鸡葱菌的人员问题还得多麻烦你呢，你在我们村的人脉可是无人能及的。放心吧，以后你需要多少人采摘，什么时候需要都可以交给我，我来帮你搞定。六婶走后，B13也没闲着，便去到了荒山烘烤基地那里。13哥，你来了。花妹，人工栽培的黑皮鸡葱菌烘烤的效果和野生的有区别吗？没什么区别，也都是一样的。那就好，我已经和县城那边的一家工厂谈好了，到时候他们就会送500个礼盒套装过来，等他们送过来了，我再和你研究一下怎么包装怎么定价。500个礼盒装是不是多了一点？不多，要不是因为我们是首次尝试，我还嫌500个少了呢。B13要的可不是几百个订单那么简单，只不过现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打开这个市场，所以他只能先用500个礼盒装来试试效果。一旦把市场打开，未来可就是5000个、5万个，甚至是更多。行吧，那就期待着我们能够打开高端市场。嘿嘿，
花妹，你可是我毕氏集团的顶梁柱，将来经理的位置我给你留着，到时候再给你招个上门女婿，简直了。讨厌，13哥光取笑我了，人家还是个小女孩呢。哈哈，不跟你闹了，花妹，我先回去了。二狗就在旁边，有什么事你就喊他。13在家吗？王支书过来找我，所谓何事？是这样的，刚刚接到了农产品展览会工作小组的电话，说是后天要过来参观你的绿壳鸡蛋，所以我过来跟你说一下，也好让你准备一下。原来是这个事情啊，他们刚刚已经电话和我沟通过了，不过还是得谢谢王支书，要不是你当初的帮忙，我得了绿壳鸡蛋也不会有这一个机会呢。不用这么客气，我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罢了。不过你的绿壳鸡蛋如果最终真的能出现在农产品展览会上的话，对于我们南流村来说也是一件值得光彩的事情。王支书请放心，我有信心一定能够让绿壳鸡蛋出现在农产品展览会上，也更加有信心把南流村的名声打造出去。那就好，我也不打扰你了，我就过来通知一下，等后天他们过来了，我再和你一起去接待他们，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回去了。晚上，雪儿，这2天靠黑皮鸡葱菌赚到不少，我也想买台彩电给你，这样的话你在家也不会无聊，等乐乐跟悠悠大点了，也可以给他们看些动画。可是我们的房子空间太小，放电视的话会吵到2个小家伙的，还是等我们新房子建好后再买吧。也行，还是老婆大人想得周到。不过我觉得是该买辆1汽车了。啊，你连驾照都没有，买了也开不了呀。哎呀，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被我说漏嘴了。雪儿，我就先告诉你吧，我已经把驾照考出来了，明天就能去领证了，然后去看看车，可以的话就买回来了。13，你真打算明天就去买小车呀？这也太快了吧，你才刚拿到驾驶证呢。雪儿，早买也是买，晚买也是买，还不如早一点。特别是现在黑皮鸡葱菌已经人工栽培出来了，有了小车，以后我们去推销找客户就方便多了。可是，一旦买了小车，你的资金就几乎要去掉很大一部分哦。林落雪担心的还是这个，毕竟毕13好不容易赚了10几万，一旦买了小车，就所剩无几了。落雪，你别担心，现在我们的黑皮鸡葱菌和绿壳鸡蛋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利润，所以这钱迟早都会赚回来。行吧，你有你自己的想法，我也只好支持你。第2天，毕13便早早的来到了镇上，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驾驶证。拿到驾驶证的那一刻，毕13非常的高兴，他正在沉浸喜悦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幸福饭店的老板肖海洋走了过来。毕老弟，好巧啊，又遇到你了。肖老哥，真是缘分啊，在哪都能遇到你。你这是打算去哪里呢？这不是我堂弟从县城回来吗？所以就打算去看一看他，顺便向他了解一下小车的知识。哟呵，肖老哥这是打算买小车呢？是啊，最近靠着你的绿壳鸡蛋饭店的生意好了很多，赚了点小钱，所以考虑着买一辆小车开开。我那堂弟刚好是在县城帮人销售汽车的，所以就想着去跟他聊聊这方面的知识。毕13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这个时期，小车的销售门店并不是很多，有熟人的介绍也能省去不少麻烦。真是巧了，我刚刚考了驾驶证，也准备购买一辆小车呢。要不，肖老哥你也介绍你堂弟给我认识一下呗？没问题，毕老弟，你打算买个什么价位的车呢？我可以给你参谋参谋。10万左右的吧，目前我资金有限，也只能买这个价位的。等到后面赚到更多的钱了，再买辆 BBA。现在第一辆车就为了方便自己而已。别看现在是1998年，但是这个时期的汽车可一点也不便宜。可以啊，毕老弟，走，哥带你去。男人只是花光积蓄买了一辆夏利，没想到却被一群混混给拦在。你们干什么？你给我走开！走就走。就你叫毕13，你挺狂啊！咋的？有什么事吗？小子，别在这给我狂！这是我大哥庞牛，在骆家镇，谁不知道我大哥的名气？抱歉，我不知道，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小子，那我就告诉你，以后不准你再给乡政府食堂供应绿壳鸡蛋，听到了没有？我陪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吗？我不明白。毕13，你听着，乡政府的食堂的鸡蛋本来是我来供应的，可是自从你的什么绿壳鸡蛋出来后，他们就不跟我合作了，所以我不允许你再给他们供应绿壳鸡蛋了。如此一来，他们就会继续和我合作。毕13一听，总算是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个庞牛就是之前乡政府食堂的鸡蛋供应商。由于现在乡政府食堂不和他合作了，他无可奈何，只能试图来找毕13麻烦。庞牛，你不觉得你这话有点无理取闹吗？想让我主动终止和乡政府食堂的合作？没门，该干嘛干嘛去。哟呵，小子，你还不知道我们庞哥的厉害吧？告诉你，我们庞哥在养鸡之前可是出道过的，你得罪不起。不错，我们庞哥可不是吃素的，你现在抢了他的生意，最好是乖乖的停止合作，不然有你好果子吃。眼看毕13还是不为所动，庞牛的小弟就要上前给他点教训。
可还没有等对方出手，B13直接就一记如来神掌拍了过去。啊，庞哥，他打我，抱抱疼。庞牛今天过来本想只是警告 B13而已，却没有想到 B13会动起手来。于是他一声令下，立马就让其他小弟把 B13给包围，然后准备对 B13教训一番。13，别担心，我们来了。这时候，肖海洋从村里喊来了周二狗、刘八金和陈阿六他们一起赶过来。看到突如其来的这么多人，庞牛他们就开始慌了起来。毕竟现在双方的人数已经基本差不多，而且这个位置就在南流村村口，真要动起手来，村民还会陆续赶来。于是庞牛便带着小弟们灰溜溜的离开了。庞哥，我们就这样放过那小子？我可是被他打了，现在痛得要死。他打我，就等于是打你的脸啊！这口气你能咽下去？你以为我就甘心这样回去？可是现在我们是在他的地盘，如果继续闹下去，吃亏的肯定是我们。庞哥，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已经调查过了，那小子每天都会去镇上一趟，明天你们就镇上的路口守着，一旦出现，我们就跟上，到时候我看还有谁帮他。好主意，一旦到了镇上，那可就是我们庞哥的地盘，那小子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B13这边，庞牛走后，他叫周二狗这几天晚上把机场围栏边之前设计的好的电线调高电压，预防庞牛半夜过来偷袭这些母鸡。13，胖妞这家伙在镇上可是个狠角色，你今天得罪了他，以后上镇上你可得千万要小心了。13哥，要不我们报勾吧，不然我真担心庞牛不会善罢甘休。花妹，现在我们报叔叔也没有用，因为胖牛他们还并没有对我们做什么，叔叔来了也不好处理。那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有庞牛这个隐形炸弹在这里吧？特别是13哥现在不能出任何事情，不然嫂子和乐乐他们都会很难过的。毕翠花的建议倒是一下子就给了 B13灵感，那就是先发制人。虽然他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庞牛，但是关于庞牛的很多事情，他前世都是听说过的。以庞牛的性格，这个事情确实不会轻易的罢休。花妹，你说的对，我们要先报叔叔处理，不然他还会继续的打我们母鸡的主意。是啊，不过二狗哥刚刚说的也有道理，像他今天这样来闹，也没有做出什么破坏性的东西，报叔叔的话，顶多就是教育一下。花妹，你别担心，我自有办法，我这次一定会让他去吃免费饭。B13根据前世的记忆，想到了他刚刚离开骆家镇后，新闻上就爆出了庞牛被抓的消息，原因是叔叔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后，破获了一起入室抢劫伤人案件，而这个人就是庞牛。按照记忆的显示，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就是现在此刻的时间的前1个月。所以只要 B13能够靠着前世的记忆去向叔叔举报，那么庞牛就会为他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于是 B13立马就回了房间，然后给了副镇长苏超打了一个电话。苏镇长，你好，我是 B13，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知道有人犯法，而且还知道整个过程，请问可以举报吗？当然可以，这可是一件好事情，你要是举报成功了，相关部门还会给你小奖励呢。奖励我就不要了，我要举报庞牛。1个月前镇上发生的入室抢劫伤人就是他，整个过程是这样的。B13在跟苏超的讲述过程中，说出了庞牛得手后把东西卖到哪里，以及多少钱也都说了出来。有了这些线索，叔叔就可以去买家那边进行调查。一旦确定如 B13所说的后，叔叔就可以逮捕庞牛。13，你提供的这个线索可是非常的重要，不过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的？我那天刚好经过，看到了这一幕。B13自然不能说出他是靠着重生的记忆知道的，便随口编了个理由糊弄了过去。苏超也没有继续问太多。第2天的早上，B13便早早的前往了镇上，打算买一些材料回来，为过几天的人工栽培黑皮鸡葱菌做准备。可 B13不知道的是，他刚到镇上的路口，就已经被庞牛的人给盯上了。庞哥，那小子果然如你所料，已经来到镇上了，现在就在木材市场那里买东西。庞哥，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哼，好你个 B13，你小子终于出现了，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庞牛的下场。说完，庞牛便立马带着他的小弟赶往了木材市场，然后把 B13给团团地围住了。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B13也没有想到庞牛会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看来叔叔的动作还是慢了一些，没有在昨晚就把他给带走。庞牛，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小子，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得罪了我们庞哥，要是不答应我们庞哥的要求，你今天就休想安全的离开这里。我说 B13，你昨天不是挺嚣张的吗？不是挺能耐的吗？今天在这个镇上，有本事你也嚣张一下，也能耐一下。就在庞牛还在嘚瑟的时候，一声清脆的声音震耳欲聋。没错，又是一记如来神掌，呼在了庞牛的脸上。可老子的，你还真敢动手！我今天非要让你好看不可！来啊，给我一起上！庞牛刚刚他本以为 B13会被自己的话给吓到，毕竟在这个镇上街道，见到自己的人还没有不害怕的。谁想到 B13直接就一记如来神掌甩了过来。B13见状，随手捡起来一个木材，打算和他们对峙一番。小子，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只要你现在立马给我磕头认错，然后取消和乡政府的食堂合作，老子就可以考虑放过你。什么情况？谁他妈报的叔叔？庞哥，怕个锤子！我们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先教训一顿这小子再说。这要是在2个月前，庞牛自然是不会如此慌。可他做过什么事情，他心里面最有数。这真要落在叔叔的手里，指不定就会被查出来。你懂个锤子！快跑！全部都别动，都给我趴下！帽子叔叔，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可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啊。你是叫做庞牛吧？不错，我是叫做庞牛。可是我是一个良民啊，就刚刚我也没有伤害到 B13，相反我还被 B13打了一巴掌。这个时候，庞牛还试图装出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帽子叔叔已经在昨晚把他的底细给查得清清楚楚了。别装糊涂了，你以为我们是为了你们在这边闹事而过来的吗？我们怀疑你涉及1个月前的入室抢劫伤人案，现在要带你回去调查，乖乖的跟我们走吧。说完，帽子叔叔立马就用手铐铐住了庞牛，然后把他押上了车。至于他的那些小弟，也一并如此，全都没有逃过叔叔的制裁。